然后我们平常啊，我们那个画那个佛像的时候啊，那个观世音菩萨都会把那个净盘那个咧插迄个溜机迄个净盘，伊拢甲摕倒边互水流来有无？那个叫甘露水啦，甘露。洒甘露以成凡，以咱的凡尘拢把甘露倒来所以我们众生可以接那个甘露水，是你把舌头往上抵抵上颚，它会生口水，你抵了口水生出来，你就吞进去，那个叫甘露了。你这样子吞只要1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口水怎么这么好喝啊？很干，那个真的叫甘露了。你有这样的动作你不用喝饮料，你出门不用去买饮料，你自己就够了。你再怎么劳累都不用喝水，喝你自己的口水啦。它只要你舌头一顶上颚水就生出来，生出来你吞进去，生出来就吞进去。你只要1个礼拜，那个口水都是干的，越吞越毛病身体的毛病就越少，它自己本身产生。所以你看我们在看那个画的那个画像迄个安尼画了较好看较水啦。不知道它有含义洒甘露以成凡。埃及溜机就是要扫开咱整个凡尘的迷雾咱众生都迷昧对不？伊要甲扫众生都看较清楚啦。你看都有意思我们都不研究研究一直在问不知道就啥字较好讲。你要解说的话，还肉等，所以我就叫我们不要放逸，就已经有甘露。那放逸不谨慎，是名为死惧。我们放逸不谨慎就是往死亡的道路上走了，都一定也了。严不严重？很严重所以不能放逸不谨慎。若不放逸者是得不死处。我们不放逸已经得到不会死的地方所在。不会死的地方所在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就可以得到。不放逸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我们不死的佛性本体。所以佛这个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如其放逸者常去于死路。放逸去就是往那个死路道路走。若放逸者名有为法。放逸就有为法，有所作为。然后我们佛性发挥出来无所作为，无为法。无为法造业，有为法造业受苦一定朝死亡的道路。是有为法为第一苦。这个有为法就是要受苦，第一苦。那不放逸者则名涅槃。我们不放逸就走路不生不灭。就走入我们的本性之中不生不灭。彼涅槃者名为甘露。已经到达我们佛性不生不灭那个就是甘露，没有病了没有毛病，毛病都好。第一最乐最快乐的是以凡尘来比较啦说第一最乐。若具之行是名死处。就是我们往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追求之行就是所有的行为。我们现在在凡尘就是贪恋凡尘，所有的行为
都是啊，造业啦，所以啊，就是啊，死处，死的地方所在，受啊第一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身体不见了，就要到地狱啊去受苦，所以第一苦，肉之涅槃呐，则名不死。假如说我们进入啊不生不灭，进入佛性本体呀，就不会死。受最妙乐，接受啊最妙的快乐。若不放逸呀，虽即知行，是亦名为常乐不死，不破坏身。假如说我们不放逸，虽然呢有很多的行为，虽然积了很多的一些行为，那也是啊常乐不死。一样不放逸啊为最主要，不破坏身啊，不会破坏我们的那个法身。允何放逸啊？允何不放逸？非圣凡夫啊，是名放逸。就不是圣人的凡夫，就是我们众生呐。我们众生呢，他呢不追求修道。不追求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那个叫做放逸。那这个世的圣人啊，是不放逸，无有老死。我们已经离开呀，这个凡尘之数，已经离开世间了。是啊，不放逸。这个圣人啊，不放逸。各位前人，圣人是谁？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就是啊，吃素的圣人，我们不放逸，所以没有老死。何以故啊？已经入于第一常乐涅槃，那个常乐我净啊，我们已经进入了。所以或者都讲，为什么或者会说？只要你听或者的课，按照或者说的去做，没有成道或者再来陪你。我说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会啊，常乐我净。常就是啊，我们佛性不生不灭，如如不动，常。你已经呢，得到我们佛性的它的乐啊，就没有苦啊，就是真正的乐。我就是佛是如来。进来就是清净，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只要你到达常乐我净，只要你了解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以后，你就呢不会烦恼生死啦，那个生与死啊，跟我们呢佛性啊没有关系，佛性永远在，它没有形象，它如如不动，非常殊胜啊，所以一定呢要努力追求。那么以是异故啊，异法是苦，异法是乐。异法就是不一样的法啦，不一样的法是苦，不一样的法是乐。所以佛为什么两边都讲？因为我们两边都会遇到了，看我们选择，你是要选择苦呢，还是要选择乐？所以啊，只要我们自己的心不放逸，进入涅槃。我们就已经呢，在呢这个佛的那一种境地，就已经到佛的境界，所以我们自己要努力。那么异法是我，异法无我，这个法里面呢非常的多，那里面呢是有我也没有我。那么如人呐在地仰观虚空。不见鸟鸡，所以我们在地上，然后我们看到空中啊，一定呢不会见到鸟的踪迹呀。各位可以看到鸟的踪迹吗？鸟飞过去以后留下它的痕迹，我们看得到吗？可以看到鸟飞了，看不到它的踪迹。飞过以后的无去，所以这就是要了解啊。我们呢都讲啊，所以啊都看到鸟鸡，
鸟的踪迹呀。鸟真的没有踪迹呀，我们看到，所以我们人是自行苦吃啦，家己找苦来吃，迄鸟啊根本就互你找无伊回味得过。飞过以后就是空空的啊，告诉我们不要住相。只要你都不住相啊，没有烦恼，不用落入啊凡尘受苦。可是我们啊，家己找苦食，都刚刚要甲找迄个鸟啊飞过，痕迹啊，伊位都飞过，一定位遮，一定位遐，找无啦。所以啊，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像鸟鸡一样，你找不到痕，过了就过了，抛开，已经都没有过去心了。过去心没有，未来心你也不要去策划，现在禁不住三心都没有，三世摄受不住了，咱都没六道轮回，都自己可以做的啊。可是我们呢，各位贤贤，过去的事啊，记不记得？记得很牢尤其被人家欺负的时候，记得更牢。所以啊，六道都把我摄受，你都拢一条条，无甲你吸来哪会使？所以啊，六道轮回免不了。那我们像鸟鸡啊，找不到全部啊都没有，过了就过了，空，全部都是空，烦恼都没有。佛呢都跟我们讲，所以有时候啊，意识也太深一点，不容易领悟了。说不见鸟鸡，哪知道说叫我们不住相？一个玩笑，没有啊都有影，无法度看到鸟啊飞过的痕迹啊看不到伊都飞过啊。事实在教我们不要住相，飞过就无啊啦。这个形象也一样，过了全部都没了。不要住相。众生欲无有天眼在烦恼中而不自见。这个众生也都这样了没有天眼，所以我们这都在烦恼，自己找烦恼了。伫烦恼的内底都不自见有如来性，咱拢唔知影讲咱有迄个如来的佛性。可是我们研究这么久了这一句话大概不管用了。各位有没有佛性？很肯定我们有，还有找佛性本体耶，绝对有所以啊，我们呢了解到佛呢在讲我们众生都自行烦恼，找了很多烦恼烦恼了以后佛性不见。所以告诉我们要像鸟一样它飞过全部都找不到痕迹，都是空。我们都不住相，烦恼没有，烦恼没有，如来性就呈现就很明显。是故我说无我密教，这个无我的密教秘密教化众生，无我没有我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没有我就是身体啦，身体这个我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这个众人忌讳就有用都是要还给天地啦，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还，这个没办法赖皮啦，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去呀。我们早一点准备哪一天要去不知道早一点准备，准备什么？还给他。那我们只要能够启发佛性在当家，只要我们佛性本体都能够了了分明，那身体的生死还给天地就还给天地无关紧要。那还没有启发佛性本体的话那就要努力，不然身体是要借用是要借假修真要赶快把
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啊修正出来，没有的话业力会推。我们造了业啊，业把我们推到现象，我不来，不行，要来，就这样。一定的啦，所以啊，我们已经都启发了，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身体啊还给天地，本来就是天地的物质啊，所有红土，就还给他，没事。可是我们现在有事。所以则何？无天眼者啊，不知真我。就是啊，我在讲，说我没有天眼不知道有一个真的我佛性。那恒记啊，我这个恒记我就是身体啦。然后讲身躯的是我所以我们现在啊，都以身体啊为主要的观念。身躯的是我啊，我所以啊，我们把这个身体啊看成是真的我，这样我们就很重视身体，就不重视佛性。佛性也无看这个有时候听到会很伤心呐。佛性一斤偌济？一斤偌济？佛性都无形象，一两嘛无，搁要一斤。就是因为啊，它没有形象，所以才价值非常的有价值。我们的每一个人呢都知道，我有佛性在执着的所有一切。那么因之烦恼所造有为，即是无常。因为有这个身体，然后就很多的烦恼生发，那个都是我们自找的自己造出来的烦恼。然后所造的有为即是无常。我们的所有作为都是无常变化，不会有常态。能够常呢，就只有佛性本体。是故我说一法常，一法无常。就是法里面它有常，然后有无常。无常呢是我们身体，常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精进永尽者，若处于山顶平地及旷野常见呢知凡夫这个精进永见者所以我们呢就是要精进要永见学这个天地的自然然后呢处于山顶眺观然后平地是伫旷野，然后呢常见知凡夫，拢看到足济众生生大智慧殿无上微妙台既自持忧患意见众生忧。我们呢生就是进入大智慧的宝殿进入于咱的那个佛性的本体的大智慧宝殿，就有般若妙智慧再者呢无上的微妙台这个般若妙智慧的那个地方所在既自持忧患可以辞掉自己的忧患也可以看到众生呢他的忧愁所在。看到众生呢，他为什么烦恼？所以我们启发呢般若非常重要能够呢升上呢这个大智慧殿无上微妙台，就是呢启发我们的般若妙智慧。那么如来悉断无量烦恼智呢智慧山。这个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体，他已经呢全部都断掉无量的烦恼，然后住呢在智慧山已经呢全部运用呢般若妙智慧，然后见知众生呢常在无量亿的烦恼中真的就是这样了。我们呢众生都常常呢都在无量亿
那个是非常多的多了。我们众生的烦恼啊，非常多，多不多？烦恼什么？没钱。烦恼很多啦。谁拢烦恼？会当喘气的欢喜啊啦。搁烦恼。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得目睭会看人，耳孔会听声，鼻草拢知，身躯会感觉热寒，就已经很好了，很高兴的生活，活着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所有一切，在凡尘的，业也可以改变，不要让它落入定业。迦叶啊，白佛言，如记所说，入涅盘者，无忧无喜，进入不生不灭呢，他没有忧愁，然后也没有喜欢，就是非常的平淡平常。允何得生呢？智慧台殿，这个迦叶呢在问佛说进入涅盘，无忧无喜，为什么呢？又讲说能够得生智慧台殿，复允何自在山顶而见众生，要安那调管管来山顶来看众生。我们都在山顶还是在山下？我们都在山下，烦恼了，山顶烦恼就没了，看得远，看得开，住在山下看得很近啦，看就近那种欢乐，所以佛言，佛就回答：智慧殿者即名涅盘，这个智慧殿就是不生不灭啦，涅盘不生不灭。我们呢进入不生不灭，进入佛性本体了，就在智慧殿，在智慧的台殿，在智慧台，一个呢让我们表演的舞台，智慧，智慧台。那么无忧患者谓如来也，没有忧患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忧患者名为凡夫。说有忧患呢，那个就凡夫。我们是如来还是凡夫？所以我们都有智慧啦，就会讲说我们是如来，不是凡夫，所以没有忧患，本来就没有，所以要了解我们呢都是如来。须弥山顶者为正解脱，那个在这个山顶，住在山顶就是须弥山顶，我们娑婆世界最高的山呢，须弥山，在山顶就是已经呢正解脱，勤精进者譬如须弥山，无有动转。地位有为行也，那个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地上就是有为，那有为的所有行为都是呢在地面，那我们在山顶就是正解脱，脱了，所有的烦恼苦拢无样，全部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呢，就在须弥山顶。是知凡夫，安置是地造作施行，这个我们凡人就是安住在这个平地，造作之行，就是非常多的行为动作，全部追求都是凡尘的一切。那凡尘的一切它都是污垢，尘垢，我们沾了尘垢
各位贪不贪恋凡尘？讲无拢骗人的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凡尘，我们既不要这个迷恋，也不要讨厌，那就是平常啦，以平常心来看待，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呢，在呢这个平地啊，造作之行，大部分呢，都是自作，然后自受，自己呀找很多烦恼，找了很多麻烦，然后自己去应对。那么其智慧者啊，则名正觉，有智慧呢，就是正觉，那个呢，就是能够去分辨呢这个真理，这个叫有智慧。那正觉的话，就可以离开这个平地，离开呢，那个造作之行的地方所在，然后朝着那个能够使我们脱离烦恼，能够得到正解脱得那个方向前进，叫做这所以则名正觉。那么离有这个常住，离开呢这个有，所以我们要了解有就使我们烦恼，有呢就使我们受苦，离有已经呢在我们常住的那个佛性都已经呈现，所以离有了，然后就自在我们佛性之中，故名如来，所以这样就叫做如来，就叫佛了。那么如来泯灭无量的众生常谓之有，独见所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众生呢就是被那个之有，我们追求有啦，所以有就烦恼，让我们在凡尘受苦就是有。那我们假如说呢，能够去追求无，修道呢就是无啦，以无为快乐，无都没有烦恼。可是我们以现实来说啦，佛制定戒律那个修道人就只有三衣一钵了，那个穿的衣服跟托钵，只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叫做无没有，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促成他们成佛成道了。假如说我们现在也跟他们一样三衣一钵，有通穿提碗来分，有通吃，各位前人怎么样？快不快乐？很烦恼了。怎么会快乐？很烦恼。这顿吃呢，佮坐咧下骹，迄顿在伫倒位烦不烦恼？所以我们真的要到一无所有的那个状态，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尽量去接近。有的吃，有的穿，有个遮风避雨，这样生活就已经满足就很感恩。以这样的生活态度就跟三衣一钵大概就一样。因为以现在的环境跟之前不一样。以前那整个社会的引诱很少，所以不会被社会拐骗我们现在是很容易一出去不被社会拐骗很奇怪，去互骗的才甘愿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因为要生活，所以就要骗人。他发明新产品我们看了很喜欢去买他就有赚了，就有办法生活，对不对？现在都这样你假如说他一直发明你都不买的话，那他没办法生活怎么过就过不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现实有时候是这样，
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哦，一样米的起百样人啊。那我们追求的方向啊，不跟凡尘一样，追求名也不追求利，不追求物质的生活，追求精神的升华，是不是不一样？哎，是要受苦了，可是要自己认清。哦，我就是要受一世苦，然后我要脱离这个苦海。你不受苦啊，苦海怎么脱离？你受了一世的苦啊，以后不苦了。我可以千百亿化身。所以啊，这个佛学经营都时常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啊。之前也在这边讲过了，说这个下雨太久了，很多呢没有那个定力的，没有办法禅坐的都爬不起来，无力爬不起来。阿难呢很慈悲就去向释迦牟尼佛讲，说已经太久没有出去偷了，大家都爬不起来。然后佛就跟他讲说，你去把这个事情啊，去跟那个文殊菩萨讲。阿难听了以后，就去找文殊菩萨。然后啊，文殊菩萨正在给大梵天王在房间里面呢讲道。然后阿难就跟文殊菩萨说，文殊菩萨说好，等一下呢吃饭时间你就打剑锤，请大家吃饭。然后继续啊给大梵天王讲。阿难实实在在就坐在门口，一直等文殊菩萨出去托钵。怎么讲这么久都不出去托钵啊？动不了，又去跟释迦牟尼佛讲。释迦牟尼佛跟他说：“你去餐厅看卖，文殊菩萨已经本回来。”阿难咧想讲，我就在高的门口，伊都拢要个伫厝内，哪有去托钵？然后佛讲了，他就真的去餐厅看，有啦，一碗，又回来跟佛讲，有啦，那么多人才一碗啊，要分给谁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跟他讲。你不要看那一碗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全部吃都还吃不完。阿难说告你啊呢，然后他就打剑锤，好，请大家来吃。他就去坐着看那一碗大家怎么添，怎么分。一个人去把那一碗填到他的那个钵里面，结果啊，又满满的一碗在那里。阿难讲，哎呦，那完呢？然后全部的人都吃完了，那一碗还满满。婆行就去画他4000个弟子来吃了。那个婆行的弟子啊，足贪吃，本来吃一碗公迄个托钵拢做5碗嘛，结果吃4碗，结果吃到全爬不起来。婆行去甲文殊菩萨讲无你饭内底是有毒素，我遐呢大家拢爬袂起来。文殊菩萨甲好行讲你遐拢足贪啦，迄食一碗有饱伊安尼食4碗，已经爬袂起来，迄是都要听候伊消化啦，听候伊消化就爬起来。所以或者要讲的就是佛没有看，他知道。文殊菩萨已经托钵回来，文殊菩萨在跟大梵天王讲道，他人在房间里面，竟然已经托钵回来。所以啊，文殊菩萨跟佛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你看他可以千百亿化身，他的肉身在给大梵天王讲道。他已经千百亿化身出去托钵了，这个阿难也看无。然后佛在房间里面他在那个狮子座，竟然他也知道已经托钵回来，他也知道说托钵多少，有多少人吃啊，吃不完。什么功能作用？我们佛性。所以或者就讲，只要你能够做观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你一直深入，
深入到司机而龙现。你人在家里面住，不出门，你知道外面的事神通万物，就是你佛性的大能，佛性的大用已经呈现。那我们都不用到那个程度了，我们把那个钓鱼台转过来就好了。不用那个整个四天下都转，所以要了解到那个整个都是佛性的大用，我们小用就好了啦。我们现在不用那么大用，小用就可以。所以或者都看那个大藏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真的一直在想，那会安尼，人坐伫厝内，我靠代志拢知。我们现在知不知道？或许以前都讲，年纪轻轻的时候你若倒咧困人光去添咧水，还袂醒。有法度讲人伫厝咧大，外口代志拢知。可是我们要了解到，真的我们佛性有功能。你会事先，台北的前贤也有他呢比如说今天有什么事，会有什么人他会到，都会知道。所以真的有，只要你修了以后各位前贤，假如说你已经有那个功能，已经有那个功能，要起来讲，跟大家分享，也鼓励大家就是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或许就跟那个讲，说你不要讲，因为你讲了以后，这个虚空之间有很多无形的，他知道你有功夫他会请你帮忙。哎呦，你有法度你给我斗3工呢？结果那个连佛都没法斗3工的伊若去找你你就吃不完带着走。所以我讲你不要炫耀，除非说你熟识的人，他问你，你再说。你卖电，你若电落就害有足多代志的，你办不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这个功夫，但是呢，那个是我们本性之它的功能作用本来就有，只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方向都是朝着现在整个社会那个发展，整个社会的潮流，我们都跟着潮流没有说我们回光返照来照顾自己的那个佛性。那没有照顾佛性的话，佛性的功能大用怎么出来？出不来拢无去互咱给放掉所以只要我们呢把那个注意力收回来，然后专一然后它整个慢慢呈现。所以我们呢，无量众生呢，常为之有毒箭所中，是故名为如来有忧。如来就是在忧愁那众生拢无修道啦，拢着伫个现象咧享受，所以就是如来有忧。善男子，虽有众生呢，又化处如来于中视现受身。虽现受身而实无身，是故如来名常住华。如迦林、提、鸳鸯等鸟。所以佛就讲说，虽有众生呢，应受化，应该呢接受教化。那个地方所在，有那个众生的地方所在，然后如来呢，他就会示现，示现呢，在那个可以教化众生地方所在，然后呢，示现受身，
虽然他视线收身呢，可是啊，实在呢，没有生，也没有死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千百亿化身以后啊，不一定说一定是他的形象啊，他可以画很多不一样的形象。之前呢时常讲啊，说我们假如说这个大热天啊，在旷野，然后啊，哇，都热得不得了，突然间见到一棵大树，或者就讲那个我们啊，佛性就可以啊，化成一棵大树，让大家乘凉，来家又树啊卡凉凉，然后等到培养你那个热够了这个元气够来，还是够行，等到你走了一段路，你回过头来看，不见那个大树，就是佛法画的，所以各位可以体会啦。活菩萨不是那种三盘，一定要坐在那边我们才看到了。假如说你是热得不得了那未春车，结果有一阵清风一吹来，那家师父告诉你，活菩萨画，他就画一阵清风，让你很舒服，把那个懊恼都全部去掉。我们知道吗？那拄好啦，拄好吹来一阵风。所以各位在生活之中就可以体会了，体会说原来活菩萨是不拘形象啦。有时候你在马路上走，看着老阿伯安尼推一台车，然后有那个回收的东西啦。你要了解到有时候那个就是佛菩萨，他会帮助人那个借的那个形象，我们都不喜欢嘛阿婆啊，都安尼加减安尼收一寡袂趁钱生活，我们就直观的瞧不起，不知道那个是视线。有时候他是在试验我们人的心，有灾难的他要救，看看你有没有善心去帮助他。你咧啉饮料，伊讲你啉了迄个管好我有的就不愿意咧，无要紧，不愿意无要紧，他一样笑笑的，他不会说就你啉了就事情都要等咧本色人，听后你等咧本色人，伊再去捡回来。你看，我们人真的就是有那样活菩萨他呢不拘形象是，不是一定是很好看的啦。有时候就我们最不喜欢看的，结果就是，所以各位以后就可以注意你的周遭这个都唔捌看这么样造出来，可能就是活菩萨出现，要跟你结个缘，你就要跟他结个善缘，他会帮助你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视线收身呢，它实在没有生，只是一个变化，所以要知道说，我们佛性里面修正了，真的千变万化，你要怎么变化，随你的意思，理不理想？非常理想。是故如来名常住华，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常住，永远都在了，不会变化。这个呢就是鸟喻屏，接着呢是月喻屏，月亮的比喻佛告迦叶，必有人见月不现，皆言夜梦，而作梦想。就是说有人看到这个月亮不呈现，就讲夜梦，已经呢不见月亮了。而此异性实无梦也，转现他方，
这个业啊，它本来是在，没消失啦，它只是呢不在这个地方呈现，在别的地方啊，这个呈现。那彼处众生呢，复为业出，那个业量呈现的地方啊，那个众生来讲，业流出来啊，而此业性啊，实无出也。这个业啊，实在是没有出了。所以各位就是了解到，就我们见到的那个现象，它呢都永远都在，只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它呢被地球这个遮住了，看不到。何以故？以西密三障故不见。被呢娑婆世界啊最高的山呢障碍，所以啊看不到业量。那么取业长生，那个业啊永远都没变化。性啊无出没。它业的那个性啊，它没有出也没有没。都永远都呢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地球在转，有时候看到，有时候没看到。那么如来亦复如是，如来也是这个样子。出现呢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这个阎浮提啊，就是我们南赡部洲啦。那出现呢在3000的大千世界。那个小千、中千、大千，各位有这个听过这个3000大千世界吗？就是啊，我们呢这个1000个小世界啊，叫一小千世界，然后一小千世界啊叫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它有小千、中千、大千3个千，3000大千世界这样啦。有时候我看文字啊，以为说就3000大千世界，其实啊非常多了。这个整个呢那个大千世界非常多。那阎浮提啊就是我们南赡部洲。那是有父母出现呢。这个3000大千世界啊，在我们南赡部洲，然后呢是有父母，那么众生皆为生阎浮提，我们众生看到了，说佛呢就呢出生在阎浮提，佛阎浮提示现涅盘，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阎浮提啊示现涅盘。如来之性实无涅盘，那个如来我们佛性没有这个涅盘，所以要了解到他这边的涅盘就是已经这个完成娑婆世界的事已经呢都已经办完了，然后已经呢又回归到回去了那我们讲涅盘。那么而知众生皆为如来十波涅盘必如夜梦，就说如来已经确实涅盘，在这个西元前544年释迦牟尼佛这个示现在完成然后80岁入灭，就是进入涅盘。那我们呢就讲说他已经呢涅盘了不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可是要了解到那个只是形象的事件然后他的佛性一样，跟我们一样他已经回归到他的本处原来的地方所在那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修得非常久他有经过呢3个阿僧祇劫啦那我们呢现在是一世修一世成啦，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呢时机都不同，要像呢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那个修持方法，以现在的环境来讲大概都没有人做到所以我们现在的修持方法就是呢努力的朝着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认识，然后启发，然后培养
让它茁壮长大，然后以它来主宰我们生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可以回归本位，跟火没有两样。那我们往后已经回归本位了以后再努力的加以修持，一样都是可以进入很深层的我们那个佛性。那我们现在先求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佛本体。我们很多道亲就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很久都会茫然，很多那个像那个中那个斗六斗南那个地区或许之前都有去那边讲课那很多学员都已经修了很久时间觉得说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就不再这个出现就是不再出来整个跟道亲结缘。那后学的时候就曾经问一些不出来的一些道亲，他说我已经从求道到现在他说大概已经经过30几年40年。那回忆他说回忆30几年以前跟现在差别不大。我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很大，那要在30几年40年，然后可能我都不再完成了。那以这一种现象不可能再改变所以他就选择退隐就是讲转退了。我说这样就太可惜了啦，因为对我们本体并没有抓到你讲没人讲要哪去听就是没有人说怎么去了解当然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南部的前贤就讲，你哪唔较早出来讲呢？讲有呢，我已经讲28年我现在才听到。所以你看那个机缘就是蛮重要你没有机缘就听不到那现在有一些虽然听到，可是他也不在意不觉得说有什么可贵，也不觉得有什么所以真的没办法勉强你假如说能够听到又知道好，能够追，或者就讲绝对成道，绝对成佛，不是希望，而是绝对从内心产生进行绝对，时间早晚绝对成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努力修，真的要回归本位，一世苦就以后不再苦了。那一世的苦都不受我们就六道轮回一直苦苦不了所以还是要选择其实真正努力修道也不苦因为你很心甘情愿做什么事你都心甘情愿，那么苦不苦，是你不愿意做非做不可，那个才苦啦那我们很欢喜心很高兴的去做修道就是3顿吃好饱，暗时困好去，这样修道不好吗？很舒服所以我们就省掉烦恼那些烦恼我们不要那个我们太聪明了，生出烦恼来烦恼，想巧啦咱较戆咧莫生烦恼拢莫生啦，就无烦恼，无烦恼就好所以我们就学很老老实实的一天过一天这样进入真理世界我们就会心里面很笃定很高兴。三男子如来之性15生灭
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呐，那个佛性啊，它没有生灭，为化众生呢，是有生灭。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为了要呢教化众生，所以他示现啊，有生灭，如此满月啊，余方见半。敢若咱看到的所在，都15，都满月啊，月都真圆满。毋过别位的所在看一半尔，月亮剩一半尔，月亮无变化啦，咱看到无同，那初3月，甲15月无同对无？它整个都不同啊，月亮咧变化，月亮无变化啦，咱地球咧踅，是我们所处的地方啊，一直在变化。此半月啊，余方见满，咱的所在，这个初3月也是2、5月，拢无共款，剩一半尔，但是别位啊都拢，规个拢看甲圆圆，阎浮提人啊，若见月出啊，皆为一日，即摆来看到，每一个的迄个开始啊，迄个才一点点啊尔，皆为一日，初一个啊，足细，一摆啊，起次月想，咱拢会讲迄都，才伫个初一尔、初2尔、初3，迄个拢真细。然后见啊月正满未10日，即摆来，月拢真圆满15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是我们看的现象啊不同，其实月啊都一样，就盛满响，月拢圆满，而此月性啊，实无亏盈，它的月啊，都没有亏，也没有盈满，因须弥山而有增减，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须弥山，很高的山，所以那个月亮啊，就有这增跟减。如来喻尔，阎浮提，或现出生，或现涅盘，现时生时啊，犹如初夜，一切皆为啊，童子出生，行以7步啊，如初2的日夜，后复啊示现。入以师堂，如3日夜，示现出家，如8日夜，放大智慧啊，微妙光明，能破无量众生的魔众，如15日，夜满了，盛满之夜，后复示现啊32相8种好，以至庄严，而现涅盘，欲如夜时。迄个啊，具有告假呀，如是众生啊，所见不同，或见半夜啊，或见满夜，或见夜数，而此夜性啊，实无增减，亲属之者呢，常是满月，所以啊，这个佛就讲，说我们看到的现象啊，种种不同，但是呢，那个是我们众生所看的啦。它的本来呀，都是一样，整个月亮呢都是满的，所以我们了解说佛的示现呢，就是要这个教化众生，度众生呢都能够修道，都能够成佛。那么如来之身呢，亦复如是，是故名为常住不变。这个如来，我们呢。每一个人的佛性啊，都是如之身，都是法身呐，以法为身，都是常住不变。我们的佛性呢，都是常住不变，又如满月啊，就好像呢满月一样，一切悉现，什么呢都能够呈现，在处处啊，诚意寂漏，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所在。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
山泽水中啊，若井若池，即之水气啊，一切皆现。所以呢，只要有水的地方啊，都能够呈现那个月亮，月亮呢都能够呈现。三人子业性是一呀，种种众生呢，各见异象。这个种种的众生啊，看到呢，不一样的形象。那么如来遇耳，这个如来，释迦牟尼佛讲他自己出现于世啊，后有人天而众是念，如来今则在我前住，就是如来现在呢，在我的眼前。那么复有畜生一生思念，如来今则啊，在我前住。所以各位就了解到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他也会这个视线啊，畜生就变成那个畜生啦。畜生的时候，如来在外面头前，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呢，这个畜生啊，就是已经造了业啊，去现象。可是啊，我们要知道说，佛也会度化畜生，也会呢到那个畜生道啊，去出现，然后引进啊那个畜生修道。所以那个心啊，我们就是了解到，不像我们那个分别心那么大。要我们说，去度化呢，这个畜生啊，我们大概没有那个意愿呐。或许在普里天眼佛院啊，因为是管理那个整个天眼佛院。天眼佛院呢，就是在山区嘛，那个地区就是宝地所以非常多的毒蛇。那以往啊，或许都以为啊，毒蛇不会大，些不啊，结果有一次遇到那个火线站，它有多大？咱卡腿。我们那个那个脚那个腿遐大了，然后因为或许又是吃馆，所有人看的叫啊，拢叫我毒蛇，非常害怕，讲哇，我现在我那惊到要死啊！但是无处袂使，他又跑到那个坤道的浴室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天眼佛都有买那个人家捕鱼啊都有那个网子鱼那丢来用网去洗我有买那个小的、中的、大的啦，然后那个大的一个无够，爱两个，安尼安尼头盖他那个声音这么大声叫惊死人，真的不注意又不行。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道，我讲你就是无爱修啦，你看卖，你现这个形容，大家惊，大家拢惊到要死，拢唔敢接近你，你较乖咧，入来我网仔底，我甲你掠来山边，无你用讲死。他真的会听呢，就点点啦。我讲那个大到我安尼甲拢起来头半部，佮用佮一个换那大的后半部啦。我才抓无法咧。你看偌大的要讲，真的有够大啦。然后后面像甲拖咧行去山边去。真的被人家看，我们人看到真的会吓到，有够大。我讲大蛇哪有这个足大的，拢嘛是这样的啊。结果那真大，然后把它慢慢拖到那个我们盖的时候啊，都有一条水沟就是把那个整个我们那个天眼佛院隔离，跟那个外面隔离有一个水沟，蛮大的。
全是全位迄个水沟蛇里面，然后蛇里面那个大蛇吃小蛇，哎呀，不是我看到的，是那个守卫啊，他都为顺水沟啊落去嘛，顺水沟啊落去那个下面啊也一样那边蛇很多了，那抓不是雨伞扎，就是饭时穿嫌青竹丝都有啦，青竹丝咱看嘛拢细细对无？我一看到迄青竹丝也是差不多我们手这么大了。我讲惊死，迄青竹丝咻，它飞得很快，真的会被它吓死。那个守卫啊守卫是那个养老院的院民，因为他还年岁还不很大，他说我卖立迄个宴会，然后我来给你守卫，用迄个守卫钱来立宴会了。这个仁爱之家说可以，这样可以。他呢在那边就看到那个大蛇在吃那个小，其实也是很大了，可是被那个大的比较起来它就很小了，一转规个吞落去了。一共吓死人了。然后我一直在看他，卖个舍起来给人看，人家看到都会怕。所以我说我在那边就时常遇到蛇都要跟他讲道，跟他讲说就是不修了，你才会现这个相让人害怕。记得要好好修。当那你甲讲拢转点点呢，袂叮当即马讲煞好啊，紧烧去互人无看的所在，他就慢慢的就走了，就让人这个看不到。迄伫个意识内底你无甲用房甲提出来无法度。按阵伫个已经伫个教外，咱就用讲的伊真是会慢慢烧，就烧到迄山边去。那边本来就是他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说没有。所以这个晚饭以后，我们都出来散步。若去听到，我讲唔让去那个毒蛇，很大的毒蛇，时常啦，伊拢会先人警告，你若要来伊用声先来你警告，让你不敢接近。所以我们了解说，它也是有灵的。或者就讲我们在凡尘你若迄厌愤恼怒烦拢积甲规身躯规头壳，会出事做伙啦。毒蛇，好不好？不好，不要。所以不要有厌愤恼怒烦，不要留在我们头脑里面，都要清除掉。不要往后变毒蛇。那个埔里的地就很多那个打官打家甲新妇也袂好然后就都很心里面很怨愤，然后刚好我去他的那个地方讲道，他一听以后结果促成他整个家庭都改变，不敢怨愤恼怒烦，讲我以后不当毒蛇，真的很好用，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现实，真的你有那个毒誓往后就出现完成，就是这样。你在现在再生的时候，你那个怨愤很大，你看人家都不敢跟你相处，就好像看到毒蛇一样，都已经呈现那个现象让你去体会所以我们就在生活之中呢去掉，把那一些呢我们的怨愤怒烦去掉，那个没用这个人与人之间都要相亲相爱，互相照顾的不要有那个怨愤。
我们讲到哪边了？16页左边对不对？哦，左边。哦，业性之一，第2行而斗四念。哦，畜生呢？哦，一生四念，如来记啊，在我前住，对不对？哎，就是讲到畜生哦。哦，讲完了如来拢来生到我这会。哦，所以这边才想到，顺道又讲哦，在那个天佛院遇到的事，后有聋哑见如来哦，有聋哑相哦，你看嘛，如来嘛视现聋哑相哦，所以聋哑看着讲哦，跟我同款，如来跟我同款哦，那聋哑。那么众生类杂哦，原因各异啊，皆为如来悉同给予哦，如来咧甲我讲话哦，迄讲的话一个所在啊，各地方拢无共，但是呢，大家拢讲哦，如来拢甲我讲同款话哦，异各生念啊，在我色宅受供养啊，那么大家拢嘛想讲哦，如来住伫我厝啊，咧互我供养哦，所以你看。如来的视线呐，哦，它不局限呐，哦，不是一定的非常好看的形象。那么如来实现呐，哦，譬如比喻，即是法身，是无生身，哎，所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就是法身，哦，法，哎，就是充塞整个宇宙空间，哦，就是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是无生身。它不会生，所以也不会灭哦，无生身，哎，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哦，方便之身，所以啊，它可以哦，哎，随缘哦，就是啊，看要画什么形象呢，都可以。那么随顺于世啊，哦，视现无量，哦，顺着凡尘啊，哦，就无量，没有局限的哦，在一个形象。那么本月因缘哦，在处处啊。哦，视现有生，哦，就是他的哦度化众生的本业因缘，哦，就是呢努力的要度化众生，哦，在处处不管什么地方所在，他都哦视现啊有生，哦，譬如比喻啊，以是义故啊，哦，如来常住，无有变异，哦，如来呢他是常住啊，哦，没有变化。善男子，如来之身无有血肉、筋脉、骨髓，如来真实呢？哦，实无脑坏。哎，所以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哦那个佛性啊，哦如来之身，哦没有血肉了，哎如来哦没有形象，哦没有筋脉骨髓，哦所以啊不会坏。哦，善男子如恶人堕，肉刀杖呢，伤身。哦，伤身出血，虽至于死啊！哦，不以杀降，如是业相啊，轻而不重。哎，所以哦，佛就讲，好像两个人呢，哦，在互相呢打斗，哦，用刀啊，用杖，哦，那个刀杖，乖呀，哦，已经呢，哦，伤到身体，已经出血了，虽然也哦到死亡了，可是啊，起杀想，就是他没有要杀对方的那个念头，所以如是的业相就轻而不重。哦，就是哦，你若有杀的心哦，那个业的重了，啊，你没有杀的哦，那个意哦，那个就哦不重，业就不重。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啊，哦，有时候啊，先说哦，这个杀人啊、放火啊。我们凡人哦，以为说罪很大很重，结果哦，那个佛都那个都不重，因为影响只有2个人哦。那我们讲话，你毁谤佛经哦，然后讲了真理的坏话，那个罪啊很重。你看哦，我们耍嘴皮子啊，哦，去讲那个哦那个经典里面的不对。这样子哦，那个罪过要下而比地狱。
迄台人做人轻啦，这样呢讲话讲完了，做人当啦。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它的影响，因为很相信这佛法，然后经过你的诽谤，他对佛法产生怀疑，那个罪就在你身上，那个已经伤害到人的慧命，所以要下阿鼻地狱。所以我们了解到，当我们度化众生，讲经给他听，他已经起厌烦，不要再讲了。你在讲的时候会有时候会随口公派位啦，那个你这样要了解，他一讲出来那个罪过很大。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啊，就是这样虽然你没有要害他，可是你真正的让他进入阿鼻地狱。所以你看到他已经咱咧甲讲，诚心诚意咧甲讲，伊就安尼不耐烦无爱听，咱就点伊非正誓言无关所以就是要活泼啦，我们要知道伊若爱听，咱就讲一寡好听，那就好啊，到此为止就不用再讲。还剩下5分钟给各位提问，有没有人要问啊？有问题就问没关系，5分钟而已我也是问说，我们佛堂都是属于阳，为什么这个万年青是阴的？我们佛堂可以插万年青？各位请醒，万年常青啦。所以我们取万年青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佛堂整个东西它都不动，只有万年青是活的。剩的物件拢点点对无？敢若万年青咧活啦，伊万年常青，然后它又有假如说我们的万年青它是叶个枝个活了真活泼，活了真有力，那我们这个看得一定会很红展。那假如说伊安尼拢安尼要死要死拢安尼无营养，那我们这个办不起来，那个道办不起来。所以要了解这个时候不是在讲它是阴它是阳，而是取它的万年常青，而是取它的活，伊咧活个万年永远拢青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整个佛殿佛堂东西它都不动的，都不会佛就只有万年青。所以要知道说，我们看万年青你进去佛堂看这个万年青这个怎么样，你就大概可以了解说这个佛堂的办得怎么样就可以大概去了解到你假如说人事都很和，办得不管人多人少啦，那个万年青它会欣欣向荣很有活气就有安尼像咱咧看起来就安尼就好看那个就是办得可以好的时候还呈现所以你办得不好你就拢萎靡不振，很奇怪自然所以这个以前后学给大姑开车大姑最重视就是万年青，最重视就是万年青。你万年青不好，那些坛子都要收念了，都要背大姑念所以很重视万年青我们老也一样因为整个你看都是不动的东西就只有万年青是佛的。各位就可以看我们这个两边的万年青真的很有意思你看这边萎靡不振，你看那边
这个耀武扬威，有没有？哎呀，这边吼拢安尼死要死啊！哦，那边安尼，真有力，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感觉？哎，就是这样，看你的直觉，哦，它是怎么样？哦，大概呢，这个就办怎么样？那可见哦，我们同一宫还有努力的地方，还不够圆满。两边都像那样就好了。哎，刚才这边讲，哎呦，无甲探头看者，个唔知。探头看才知影讲，哦，原来萎靡不振。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德，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16页。第10行哦，是复次这边吗？左边。左边。16页的左边哦。业相轻而不重，这边吗？释迦牟尼佛讲，所有2个人在打斗，用刀杖，已经呢伤身出血，所以呢要把伤重死亡，不起杀想，就是没有杀的心。那么如是的业相轻而不重，所以我们一般呢都以为杀人放火罪就是非常重。结果呢，那个佛就讲，这个呢只有影响到一个人而已，所以那个业相轻。那我们有时候这个讲话，假如说有这个诽谤佛经，或是呢有讲真理的是非，这样的话呢，那个罪过很重，那个以后呢要下阿鼻地狱，这个我们想象都想不到。那出佛身学，以如来本无杀心，虽出身学呢，是业意耳，说出佛身学呀，从佛的身上呢，就是因让佛流血，这样呢没有杀心的话，他的业这个业相也是轻，不重。如来一世以未来世为化众生呢，实现业报，就是如来释迦牟尼佛呢，这个以未来世为了众生一样实现这个业报，有业报的这个呈现。那么复次有良医勤教其职，依发根本，此是根要，此是净要，此是摄要，种种相貌，汝当知其职敬奉父之所赐，精勤学习善解之要之一这个后时受尽命中，那么即职奥目而奏是言。父本教我，根要如是净要如是，花要如是，色相如是。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佛呢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都是非常详细，然后也让我们呢看了就容易知道。说我们在这个凡尘要这个也要承续着我们应当呢所要学的，然后加以深入了解，就可以这个按照呢这些学的来救人。那么如来欲尔为化众生示现自戒，这个如来是一样，为了化导众生，然后就是
制定那个戒律，在完成的时候制定一些戒律，应当如是受持莫犯，就是呢，我们按照这个戒律佛所制定的戒律来做，可以改掉我们脾气毛病，可以改掉呢贪嗔痴。所以那个戒律的制定就是要鼓励我们努力的修持，能够成就。所以佛制定的戒律都蛮严格假如说我们看的那个因为经律论戒律也是一部的那个教化众生的一个经典，那里面呢所讲的一些佛有说呢，我们假如说还没有到达程度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因为看了以后会用那个戒律去不是要给自己用，是要检讨别人所以佛就不喜欢呢，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去看那个高的戒律因为高的戒律那个一动者呢都犯戒，所以我们用那个那个已经很高戒律来看这个所有修持人的话，那所有修持的人都犯戒这样的话他会认为这个修持的这一些人都不够格就看清他自己就会骄傲所以我就讲，我们还没有修持到某一个段的时候就不看那个阶段的戒律因为那个很严格。像我们知道的说基本基本戒律三依一钵，那剩下身外的东西都不能够拥有，连那个吃气托钵乞食也一样除了吃以外有剩要给那个同伴，他这个托钵讨乞讨不到要给他吃，然后再有剩的话要给空中飞的地上走的吃，不能留，不能说我留到下一餐不可以啦。你看这么严格就是一定要空了，空无所有，空之一切，你全部都没有这样的话专心修道，所以就是要你成道成佛非常严格。那我们现在可以自我要求我们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不能发脾气，发脾气要怎么样来制裁自己，这样的话那个进步非常快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期比较活泼我们用活泼的修长法促成自己能够通达真理都全部通达真理都没有阻塞的啦都是通达，可是我们都会自我阻塞因为或许都一直讲本来我们有正知正见，每一位都是佛那因为我们众生的知见我们阻碍我们成佛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些阻碍我们的这一些众生知见把它去掉不能呢深根蒂固，不能固执我们都固执在自己的知见要呢进入正知正见。然后或者就讲正知正见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念头都没有，那个叫正知正见。那正知正见也就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所以佛的知见你看他没有一点点私心，都是从性海之中自然流露我们也一样，我们了解说我们都没有一个念头，没有一颗念头的时候这个叫
正念。我们有念头啊，叫做邪念，念了已经邪了，不正。因为邪的念会让我们造业，那我们造了业啊，就要受苦。所以知道说我们所有的行为啊，都从念头来。所以先从念头啊，这个修理，把它整理的都完全符合，跟真理都符合。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念头都跟真理符合了，行为啊都正确，就没有业。那没有业啊，就没有苦，要受苦都没有苦啊可以受。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是我们自己去做。要解脱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一点业都不造，就已经是解脱了。解脱就这个逍遥自在，那个已经在我们日常之中就可以呈现。那我们了解到说，在凡尘的生活，我们应对进退啊，多多少少都会跟人发生摩擦。要了解说，我们越注重一些小的一些事情啊，心量就越窄。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把这一些都撇开，我们心量就很宽广。心量一宽广的话，福就跟着来。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福都被我们很狭隘的那个心量把它用掉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可以培养能够走路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按照佛性本体来做的这一些呢，由佛性来指挥我们所有视听眼动，那这样就非常理想。我们修道因为要知道说，人的一生都很短暂。不允许我们说等时间等到我什么时候再来做，这样都不切实际都是要当下马上这个心动就马上行动改掉脾气毛病也是一样就是马上改，一改就改过了。改过来生活一样养成习惯，习惯就变成好的习惯。那好的习惯我们生活就没有担。那坏习惯呢，会让我们这个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回想都会难过了。那个就是要了解到良知良能发现我们呢一生真的很短要把握时间呢好好的修，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之中就是修道所以跟道都合了就已经呢可以成了，可以成道，可以成佛所以不很困难各位都可以看或写手这个写下来的像那个谢谢你，像那个形而上谓之道那都很浅可以一下子看就看得懂不深可以进入形而上谓之道有深一点可是也可以懂只要我们呢用一点心也都可以懂，而且又很深入的去讲真理的问题那个形而上谓之道还记得吗？我们这边在讲7个8个都打瞌睡，都睡着了所以才增加那个后面写的上，不然呢我们那个时候是讲那个道德经，是讲那个道贵道很珍贵那个道德经的那一章道很珍贵56吧可是或许一直讲这个讲都没有回应或许都会喜欢问都没有回应，可是都一直在点头
到后来才了解说讲的太深了，因为知者不言呐，言者不知。文字是很简单，可是意思啊，却很深啊。从那个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呐，言者不知呐。所以知道人为什么不言？他不是说吝啬，而是说讲不出来。那言者不知呢？说他在讲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两个差别很大。或者那个时候详细解说了很久，结果这个难怪都，因为很深涩很深，讲到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就这个打瞌睡的多，所以或许才回去才写那个形而上谓之道，那个形而上谓之道是我们那个第3篇那一篇，那一篇是儒家思想，就是孔老夫子的，说遗之渺焉呐，浑然中处。老子说我一条仔囝我很渺小啦，可是整个天地啊都在我身上，就是讲那样。那个其实真的是那边才更深，更不容易了解。可是啊，我们只要肯用心肯投入，没有不懂的啦，一定都懂，全部都会知道。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边如来制定戒律，让我们啊真的能够离开苦海。佛是现在完成的目的啊，开示悟入，都是佛的知见，让我们众生啊，进入佛境界，让我们脱离啊，完成的苦。那我们要得到说，我们在苦中啊，已经受苦很久，不知道苦了，都已经啊，麻痹了，苦食到已经拢袂记哩苦啊，感觉拢真正常。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假如说没有方向目标，那受的苦啊就没有目的就不必要的苦，那个受的都是多余的，那我们啊努力的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让它恢复光明，都本来，这样子的话，我们一生啊就非常有价值，我们就不会白白啊过这一生。来，我们看完成的所有这一些追求潮流的人士啊，他到头来啊得到什么？什么也没了。什么东西都没，虽然他这个物质有得到蛮多，可是啊那个带不走的，我们呢努力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恢复佛性光明的话，那个得到是非常的多，这个我们啊越修持啊就会越领悟，说真的修道啊，就是最聪明的人。我们投入凡尘追求潮流啊，最笨的，那个最笨的做法。那做忤逆毁谤正法及一忏体呀，为未来世啊，岂是世德？是故世性啊，亦令比丘以佛灭后啊，作如是知。此是契经啊，深深之意。此是戒律啊，轻重之相。此是阿比昙。阿比昙就是大法无比法那个论。我们经历论的总名啊，叫阿比昙。分别法具啊，如理依止。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佛呢，
为教化众生啊，制定戒律，所以啊，从轻的开始，然后慢慢的把那个重的也收，要我们应当的如是啊，受持莫犯，就是能够受持这个戒律，不能做的呢就不要做，不能想的呢就不要想，做那个忤逆罪，这个都是非常重的这个罪了，各位知道吗？忤逆罪，说说看。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吃佛恶心吃佛生血，这个忤逆罪啦，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啊，现在真的有呈现出一些现象出来，报纸都有登啊，都有杀父啊、杀母啊，杀阿罗汉是比较少听到啦。可是啊，我们了解说，一般啊，像这个戒啊，就像阿罗汉，我们呢有一些人啊，这个无缘无故去这个伤害他们，那个呢也都是这个犯了一些忤逆罪的。那佛的意思呢是说，那个阿罗汉，你杀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虽然说独善其身，没有兼善天下，可是他也没有危害到世人。那你为什么要杀他？那个是真正的是真的说阿罗汉的那个人，你把他杀了。那破和而生呢，就是啊，僧人在寺庙里面说到，你挑拨离间，把他们呢破坏，让他们合不来，那个叫破和合生啊，那个罪过很大。他们本来就是可以成佛的，因为你把他们挑拨离间了以后，互相之间有嫌隙的，有就是不和了，那个罪过也很大。那恶心吃佛生血啊，那个我们一般呢就少接触这方面，那个就是嫉妒啦，讲佛这佛咱呢拢无救啊，然后要伤害他。可是啊，在我们这个实修方面啊，就是在楞伽经，楞伽经这个大慧菩萨就有问那个释迦牟尼佛做忤逆罪。那个时候呢，佛的回答竟然跟这个现象完全都不同。佛呢，他讲说无明啊，父啊就是无明，你把无明杀掉就是杀父，母就是爱，贪爱情，我们那个情爱贪爱，那个就属于母。所以把这个我们的无明，把我们凡尘的贪爱都把它去除掉，那个叫杀父杀母。所以他说的完全都不同。我们有讲过吗？有没有？那个楞伽经啊，有没有？我们在这里有没有讲过？有。对，因为那个大慧菩萨就问，大慧菩萨的意思啊，也是说现象啊，就是凡尘的现象。可是佛的回答不同了。那杀阿罗汉就是自私啦，把我们自私的心把它杀掉，就是杀阿罗汉。然后破和而生，佛的意思啊，就是我们酝酿五蕴，我们才生出现在凡尘，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那我们把它破，就是不要蕴。你在生活之中不要蕴积啊，
色受想行识，你就不会再凡尘现象。所以啊，破和而生，那这个最后一个啊，恶心持佛身学，我就讲，我们这一生啊，就是最后生，不要再来了，就是不要再出生当人，就是要回到我们本位啦，当佛，不要做了啊。所以啊，那个把这个恶心吃佛身学啊，把我们这一生的所有那个用的意识啊，全部都去掉，不要了。所以啊，当下现证，我说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当下现证啊，已经到佛的程度了，已经成就了。跟这个现象的忤逆罪啊，完全都所以我们探讨那个内容，真的无明我们最难破了，无明一去除了，这个说我们说这个最好了，所以赶快放鞭炮。我们无明去除了，我们就可以明。明的话就是了解真理啦。真理你都明了，就是成佛了。所以啊，我们无明去掉，然后把我们凡尘在用的这一些这个滥情啊，这个情这方面啊，就是能够全部都摒除掉，不要。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真情的呈现啊，是基筑在佛性。佛性啊，它都可以真情呈现。可是我们假如说滥用啊，各位就了解那个滥用的那个情啊，是害人的，害人堕落的，那个呢就不要。所以啊，能够把这一些情这一些贪能够去除了，就好像杀一样，杀掉这个我们的那个依赖我们这个儿女都会依赖母亲所以啊，佛虽然没有讲的那么明白，那他的意思有说呢，我们要除掉我们的依赖我们在凡尘依赖有时候很重，难修道了你不依赖就很容易修道所以有那一种意识在那杀掉阿罗汉那更容易了解，就是要去掉自私自利的心我们一个有自私自利甚至都讲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有没有？好像自私就是很名正言顺可是佛呢，他不希望我们这个样子所以把那个阿罗汉自私去除掉然后那个不要蕴积五蕴，这个是我们自己都可以做的。在生活中我们假如说对形象很注相很贪爱，那个就叫我们蕴积那个色你蕴积色就有这个现象，我们一定要来凡尘这个现这个相色。那受想行识呢，是使以精神。那我们在蕴积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一直都要贪享受。那了解这个受我们所有的这个罪都从受来。假如说我们可以一心不受，不接受这个还给我的一切，我们处理是要，可是不要让它进入内心那没有这个受我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取舍取舍没有不造业，不造业你就不受苦。这个或许说可以背的啦，都这样讲你听久了都会背，都是一定的道理都是这样
所以啊，那个受想行识啊，我们都不蕴积呀。那受想行识不蕴积，五蕴没有了，破合而生，就真的破除了。我们不会啊，再完成现象，未来啊啦，无迄个把咱杀来完成互咱有形象。那假如说我们都自己蕴积在生活之中啊，的五蕴啊，全部都很强烈。那很强烈的话我们要了解，我们说不来，可以吗？不行啊！你都印积这么多，怎么可以不来？一定来。所以要自己做。你全部不印积了，不来了。你印积了，来了。你假如说完成很好玩啊，想再来，那你就印积了。就在生活之中，都五蕴啊，都很强烈，自然来。那我们这一生说最后生，我以后不要有了，那个叫恶心知佛身学，就是这样。跟这个现象的忤逆罪啊，完全不同。那个佛解说，所以佛姐看那个楞严经啊，说原来一个名词啊，可以解说很多角度。我们最完成最讨厌的忤逆罪，竟然可以给解说成那么殊胜的一个修持方法，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延伸，可以从这个道理呀，我们也了解到一个以后，然后从这一个道理延伸到另外的，这样呢就更透彻了。透彻的道理了以后啊，我们呢应对进退啊，就更圆满，就更不会有这个缺陷。那毁谤正法，那个就千不可以了。这个正法，我们是了解使人成佛成道的方法。那个法的本身啊，叫做阿耨多罗三藐菩提。所以正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就叫正法。所以你毁谤正法，你就等于毁谤佛性了。这样的话，你一定是下阿鼻地狱。虽然那个只有耍嘴皮子，讲一讲话，不要看那个没关系那个罪很重你看佛就讲杀人杀死人的，没有杀心那个业都不重。你看这个毁谤正法这个罪就很重。人家要修的法非常正确，你把它破坏，你讲它坏话，那就是毁谤正法。然后我们呢就是拥护都来不及了，哪可以毁谤那么一忏提即这个一忏提呢，就是没有善根没有善根叫做一忏提。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这个有一些众生他真的一起心动念都是百念，那个就已经接近了这个一忏提就是那个一忏的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说有那个石头那个和尚就是因为跟所有的师兄弟讲说这个一忏有佛性所有师兄弟都不听，然后他就去讲给石头听人不爱听，我来讲我石头听然后一直讲了很久，然后就讲到很激动的时候就问石头，你说一忏提有没有佛性？结果那个石头点头。这个很有名各位有没有听过？石头点头那个我们了解那个就是很精诚的心讲到石头点头
那一忏提有没有佛心呢？这个经也菩萨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他在完成的时候啊，一点点善心都没有，所以啊，他是真正的一忏。他说一忏提他要恢复佛性有2阶段，一个是死掉以后，他会后悔，说啊，我这一生都是做坏事，没有好事，他会坏悔。这个时候啊，有一点点要恢复那一种一般人的状态。那一般人就不是忏提了。那进去啊，地狱去这个服罪那受罪这个完了以后啊，要出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我就讲进去死掉进去地狱，跟地狱出来的时候，这2个时候啊，一忏提会改变。他会就是产生那个善心，有善心啊，就不是一忏提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人一般呢，没有说恶到那么厉害，恶到一点善心也没有。可是啊，以往在佛的朝代就有那恶到全部的一生都没有善心，所以佛把它归入一忏提。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啊，也会有这一种人，就是啊，起心动念啊，都是坏，都是这个没有一点善。那么为未来世啊，岂是世者？所以啊，如来就示现，就是啊，要应对啊未来的这一些事，那你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啊，佛呢就有在戒律之中呢，告诫了比丘要怎么做。那么意念比丘呢，以佛灭惑就是要在释迦牟尼佛经进入涅槃以后，做如是知，就是要这样子的知道，正确的了解到真理。那么此是契经甚深之意，所以啊，经典都是叫契经，契合啊我们的佛性，契合啊真理，契经甚深的义理，它的义理呀非常的深。那么此是戒律驱动之相。那么戒律里面它有分别，有的是犯了轻，有的犯了重。犯重呢，那个我们就了解到，会拼除在佛门之外。所以那个戒律我们了解有的是属于很轻的，那一种犯戒，有的重的戒，那么此是阿毗昙，就是很上圣的大法，无比法，没有法可以跟它比。那我们呢经律论，论部的那个总名也叫阿毗昙。那分别法句，有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前或许有看那个《卷语经》那个就在分别法句里面它呢呈现的，所以或许在这个天佛院那个时候有空的时间也一样在看大藏经。那个时候这个等于是比较玩起来优雅，然后看的时候也很清新，所以了解的也比较多，真正的能够呢这个进入这个心理心法，大概也是在那个时间帮助很大，就是能够进入我们佛性。所以这个佛在讲那个戒律经的时候他说我们人处理事情一定要
分了轻重缓急呀。他比喻呀，说一个人已经中了毒箭，你应该要赶快把箭拔出来，呼要救他的命。他是这样说。佛说，且慢拔剑，我要先知道这个中箭的人叫什么名字。且慢拔剑，我要先研究这个谁射箭来射死他。且慢拔剑，我要研究这个箭是什么做的。且慢拔剑，我要知道这个箭的羽毛是哪个鸟的。佛说你还没有研究清楚那个人早就已经死掉了啦。有没有意思？很浅就浅啊。可是就说我们在凡尘有的在处理事情轻重缓急不会分，哪一个重要，哪一个该赶快处理，哪一个放得慢，放得轻轻的不清楚了。所以当我们都了解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的轻重缓急会很自然就能够知道呈现。我们能够知道轻重缓急，心不会惊慌，所以遇到事情就很笃定，该怎么做，马上从佛性就呈现该怎么先做。这样的话处理起来就比较理想。尤其像我们现在很多发生这个火灾的时候你看这个怎么处理？那个真的在考验的马上来了。看你怎么处理，处理的不好，你会被烧死在里面。处理的好，你可以人出来，又用花生的那个烧的不会很严重，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研究真的都就是有帮助。我们在这个认知的这方面更能够从佛性发挥，而且最重要就是定。那个定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像在打坐了。然后我们研究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自己能够去认识掌握，就好像有定力了。那打坐的定力很快破坏。可是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出来的定力是从佛性本体出来，那个定力就很强，不容易被破坏。所以我们研究这个绝对是对我们帮助很大。那么如比医子，好像那个医生在教他的那个儿子怎么样来用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病情。那么复次，如人见月6月一时，而上知天须臾之间，已见月许。这个佛有讲，好像我们人见到月6个月有月食一次是不是这样？6个月那月就去会到这一看，6月一时那么上知天就是上面在我们人居住的上面知天须臾之间，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很短时间一见月食，很短的时间就看到月已经这个不是完整的。何以故？比天日长，人间短故。那个天的日很长，我们人间很短。我们人间这个日子很短。那天上的那个白天很长。三男子，如来欲尔。天人贤位如来短寿。这个又讲到说这一次释迦牟尼佛示现80岁就入灭，就是短寿了，寿命很短。如比天人须臾之间
渐越是，好像呢那个天人这个很短的时间一直都看到月亮就被呢这个狗吃掉了。如来又以须臾之间，示现百千万亿涅盘，断烦恼魔、阴魔、死魔，是故百千万亿天魔悉知如来入般涅盘。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如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示现呢百千万亿的涅盘。就是视线已经进入缘起的不能这个呈现给人看。那么断了烦恼魔阴魔死魔，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四魔种性各位浅显，这个四魔种性我们呢这里也就写下来，烦恼魔。阴魔、死魔，然后有一个就是天魔是外面的那这个烦恼、阴魔什么，这个都是我们内在的三个咱家己的啦有四种性这边讲三个烦恼魔、阴魔、死魔有一个外魔这边没写那这三个呢都是我们内心的我们内在的。那么数百千万亿天魔悉知如来入般涅盘，这一些天魔都呢知道如来已经进入涅盘，就是没有视线在凡尘。其实如来是永远都在的啦，不生不灭。又复视线无量百千千业因缘能够示现呢非常多呢先业，就以前所造的业，这一些因缘，然后随顺世间种种现故示现如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是故如来常住无边。就是要了解说，我们看到如来在凡尘现象之中的一切，那个都是呢要教导我们世间人要呢引导我们呢也走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如来本身呢就是佛的一种状态。复次譬如明月，众生呢乐见这个看到那个很远的月亮我们众生呢很乐意看到，是故称月号为乐见这个称月亮就是称为乐见。众生若有贪恚愚痴则不得称为乐见也。那么众生假如说他有这个贪嗔痴就不能讲乐见这个圆满的月亮。所以我们了解说一样的景象不一样人呢就讲不一样的那个观感他的感受呢就完全不同。那么如来如是其性纯善，清净无垢是最可称为乐见也。所以我们呢这个讲这个如来，一方面呢有时候是讲释迦牟尼佛，一方面呢是讲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利益。假如说完全都把如来看就是释迦牟尼的话，那对我们帮助不大。有时候我们要了解说经典里面佛用呢那个暗示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如来那么如来如是其性纯善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就本来就是纯善又清净无垢是最可称，就是让我们最高兴去见到的
所以啊，我们在凡尘的这个生活里面啊，我们都是呢找在现象啊。那现象能够让我们觉得很高兴的大概不多了都在我们佛性本体中没有形象，那个呢让我们的高兴才能够达到很高的层级。乐法众生视之无厌我们乐法的众生啊看这个如来就不会有讨厌。那恶心之人啊不喜沾睹，这个恶心的人啊不喜欢看见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这个恶心之人啊心地不好呢，他不喜欢看见自己的佛性因为呢他看见自己的佛性就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全部都违反所以他不喜欢看喜欢他自己眼前那一种恶心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在凡尘的生活一定呢就要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只要认识的，你不会有恶那个恶自然都不见了因为我们有怀疑的时候敢有我敢有不行，这个时候心就会出现了。那你假如说完全都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呢它不会变化，它很笃定所以我们就了解说，自古以来一些圣贤为什么把那个信会集中然后统事端就是仁义礼智信集中然后兼万善，统事端兼万善。然后我们就了解这个信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仁义礼智可以兼万善。可是我们现在用信的时候都是相信外面，相信人讲的话，不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因为不相信有困难来庙来求神。你相信自己的时候有困难求你的佛性求你自己的佛性解决，它就解决了，力道就出来了所以各位姐姐要求自己的佛性本体。你有困难的时候赶快求你佛性本体你不用用心到外面，一定呢要回整个回光返照回来到你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你问题就解决了一定呢要从这个方向入手，那个才正确。那么以是义故故言如来必如明月就是这种义理。所以说呢那个如来就好像天上的明月很喜欢看，然后又清凉。复次路痴有30亿，春夏冬冬则路，冬路则短春路则中，夏路极长那那个夏天的时候白天很长早时还没5点就天光了，暗时到7点也没暗，对不对我们都有实际的经验这个夏日极长，那春路呢初中多半一半暗时你是一半一半。那冬路呢则短冬天的这个到7点天也未足光的，然后4、5点尔就咧到6、7点也无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
有变化了哈，春夏秋冬那个日长日短都有变化。说当这啊最长的一夜啦那迄个夏至那个是白天最长的一天都有一定的。那么如来意耳，于3000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啊，及诸声闻示现短寿所以底下的3000小千、中千、大千3000的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啊，就示现短寿以及那个声闻。斯等见已贤如来寿命短次，亦如东路这一些短寿的人看到了都会讲那个贤呢，就是都全部的意思都讲如来寿命短次，跟我同款命足短比喻好像冬天的太阳。那么为之菩萨呢，示现终寿为所有菩萨呢示现不长不短，终寿。肉之节，肉减一节已如春露，好像春天的太阳这个一点，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节的寿命是120岁。那个《大经》有记载因为那个本来在80岁要那个涅槃进入涅槃之前，他有想说我世界众生很多都还没度，所以想再多活40年活到那个时期的120岁，他就跟阿难讲阿难他整个心就被波形盖住了，不会回应他不会回应那个佛就因为佛要随顺凡人阿难就是代表凡尘代表因为跟在释迦牟尼佛身边奉侍释迦牟尼佛，所以都会以阿难为凡尘的代表既然阿难都没有留他，佛都讲3次了，说我要多活40年讲3次，阿难都没有留，没有说请佛住世请佛常住凡尘，没有都没有。然后阿难出去办事了，那个波形就进来说请佛进入涅槃。那佛他就讲我来年3月，我大弟子他已经成熟了可以接续那个道脉所以那个迦叶就是第1代西方祖师嘛所以到来年的3月他就成熟可以了可以了，佛就进入涅槃，就答应说来年3月我就进入涅槃。然后波形得到佛的许诺他就出去了。然后阿难办事晚了回来然后佛就跟他讲说来年3月我就进入涅槃。阿难说我都还没有学会呢，你怎么要进入涅槃不行不可以然后这个佛就跟他讲你什么时候看我讲话他没有去实行。阿难说没有，你讲的话一定都实行。他说我刚才还问你说我要多活40年你怎么都不留？阿难讲我都唔知，无神经我神经唔知走去倒，无神经。为了这个被迦叶骂死了，骂到头还头拢甲骂甲讲，佛要老40年，你哪会不爱老？你是安怎不爱老？一直甲骂，我都唔知所以既成事实就没办法改变了。所以佛就80岁入灭。我们这个是入灭之
一天一夜讲的啦。这个一天一夜讲的我们真的要研究多久啊？我们也一天一夜。所以啊，就了解到佛讲经说啊，就那么的积极努力啦，就认真讲的。但是到最后竟然弟子问说，我们要怎么来处理你这个39年所讲的这个道？佛说我一个字也没说。我一个字也没说呢，所以我们是了解啊，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完全都是当下，都是佛性性分里面出来，很难所以啊，那个等于是。他这个场面要讲什么话，讲完，抛开了，没有了。依到另外一个场面，又讲另外那一种话，就这样。像之前呢，或许不是一直讲那个达赖喇嘛跟我们佛学博士对谈嘛，有没有？真的你没有体会就不知道。为什么叫做一个字也没说？因为我们那个理论研究得很透彻，所以才博士嘛。理论研究很透彻，然后一直发挥发表。当然他表现就好像那个农夫的现伊讲敢问啦，举手要敢问，伊讲请你讲。我可以问问题吗？或者博士说，等到我说完了，你再问。有没有听出味道来？等到我说完，有没有我相？我说完有没有法相？你看，我相有，法相有了，生灭法。然后达赖喇嘛又举手。听他讲，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达赖喇嘛记点歹，一时啊都袂记的。你看，真理在里面，所以达赖喇嘛表现没有过去性，要问了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过去性。可是我们一听就那也要记底下歹。你看我们就整个拢无同款，所以那个50几个国家，都实况转播了，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戏啦，看无啦，连此时也不知道不知道佛理，伊嘛唔知讲这是咧安那。唔知呀，所以我们一了解到，原来是，达赖喇嘛是要人活在当下，当下就是真理嘛。你的理论众生接受的那个程度都不高了，所以你要告诉众生当下。没有讲理论的啦，动作又很简单，可是你学了以后，你满腹经论，拢伫里面跑，结果你看对众生没有帮助。所以我们了解到，菩萨就悟释迦牟尼佛，你凭个什么讲？从成到入那一个字也没说。那佛就说我一句两个，两个真理，一个自助华，自己的本性所住的啦，一个是那一个，第二个是自证华，
依据这两个说，我从成道到进入涅槃，一个字也没说，就可以这样。佛所依据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他没有能守，没有能收，没有所收，没有能守。然后他修正了以后，修正了无我相、无法相，没有能守，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没有能守，就是已经呢从佛性本体出来。所以我们会时常看到，那个第一义有没有？那个第一义呀，就是佛性本体出来，那个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啦。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凡尘研究到究竟了义不多，没有说研究到那个究竟，那个最终最高的目的没有。我们都在中间中间一个过程，你中间一个过程有修一点点能够成就，你就很自满。所以这样都还没有了，还没有到了，那个都还离一大段距离。所以佛他所讲的，就是要你到达究竟。已经你在努力已经到达顶点了，最高的地方所在。可是我们凡人竟然很少研究，很少研究到这么究竟的。所以那个达摩祖师就带那个楞伽经4本，然后到我们中国来。要传给我们就是楞伽经，结果那个五祖就觉得它太深，我们都不容易听得懂，所以就改成金刚经，所以我们就着重在金刚经。那么为佛睹佛，其寿无量。所以唯有佛来看见，那个睹就是看见唯佛看见佛，其寿无量，他的寿命无量。各位浅显，我们的佛性有多长的寿命？对啦，我们的佛性也是无量啦，跟佛都一样的啦，无量。我们的佛性本体寿命无量。我们身体很短100岁而已啦。你若吃咧100外岁就安尼大家学了长寿长寿。不过你去看那个形象，那个你喜欢吗？你会喜欢你是那个样子吗？买咧，拢袂，已经拢袂自在对不？要看要食要行要创代志拢袂成啦，卖拖磨所以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寿命，我们现在一起的寿命70岁，所以或许也可以了71了。那佛睹佛寿命无量，好像夏日那个很长。善男子，如来所说方等圣微密之教，示现世间语大法大语大法语，就是如来所讲的方等大乘佛法的通称方等经方等大圣。微密那个都是很难听到的微密教。那么示现世间语大法语于未来世若有人能护持是点，开示分别利益众生，当知是辈是真菩萨欲如圣像，
天降的干预。若有声闻眼觉之人，闻佛如来微密之教，亦如东路多欲能犯。所以啊，这个如来就讲，说以未来世啊，就是他已经进入涅槃以后，假如说有人能够护持是典，护持这个大乘佛法，这个经典，能够开示，能够呢把里面的义理都解说，叫做分别，开示分别，那个解说，让众生都听得懂，能够利益众生。那么当知这种人是真菩萨，就是菩萨。好像呢这个盛夏天降甘雨，这个夏天天很热，然后天呢降甘雨，最好的那个状况。那么若有闻眼觉之人，这个叫小乘小乘佛法，他呢没有到那个菩萨的程度。那么闻佛如来微密之教，他听到如来讲这一些大乘佛法，这个好像冬天的太阳，极地啦，多雨冷患，拢真寒，表示说声闻缘觉能够听到大乘佛法不容易，而且他也不容易相信。所以会感到这个很冷，多欲冷患，就是安尼寒到要死，直直救。菩萨之人，若闻如是微密要诲，如来常住，现无变异欲如春露，好像春天的太阳，萌芽开复。而如来性呢，实无长短，为世间故示现如是。即是知佛真实法性，所以了解说，佛示现在凡尘呢，有种种不一样的状况，那也都顺应我众生，教导呢我们众生，那假如说我们能够这个相信真理，那个呢就自己走入菩萨阶层，自己可以回到自己本位。复次譬如众心作者不现，而人皆谓咒心昧梦，其实不梦，它还在只是会跟修旧。那个星星的亮光太少，然后被空中一些这个乌云遮住，看不到，所以不现，日光映蔽，被日光呢这个把它那个整个星光都已经遮掉了，日的光太光了，变星的光看不到。那么如来欲耳，声闻缘觉不能得见，犹如世人不见昼星，白天的星星，如来也是这样，声闻跟缘觉就是小乘，这些小乘的人不能看到如来，因为他的成果不够，而不努力。譬如阴暗日夜不现，阴暗的时候太阳月亮不呈现，与人未言日夜思梦。这个里面人说太阳月亮已经思梦，你提面汤来讲，甲揪转来。各位有没有那个印象？以前有那个夜食的时候我们还拿脸筒出来烧，
哦，讲迄日去哦到家去啊，紧的甲救回来。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人都聪明。我们那个时代啊，哦，比较笨笨的。而是日夜啊，哦，时无时梦，如来正华灭尽之时啊，三宝现梦，亦复如是。哦，说这个如来正华哦，已经呢灭了哦，灭尽的时候啊，我们三宝会显现啊，哦，这个都也一样不见了。哦，佛法身无样，非为有昧。哦，是讲永远都灭，哦，只是短暂的。是故当知啊，如来常住。哦，要知道，正确的知道啊，如来呢，哦，永远都在，常住，无有变异呀，哦，没有变化。何以故？三宝真性啊，哦，不为知过之所染故。哦，我们的三宝佛法身呢，哦，三宝真性。哦，不给那个哦知过所有肮脏东西呀，哦所染，哦不会，哦所以啊，我们了解永远都在。故是哦，譬如黑夜，彗星夜现啊，哦其名焰翅，暂吃还梦，众生见已呀，生不祥想，哦那个不祥的那个念头都来了，哦。知必之佛亦复如是。哦，这个必之佛呢，修施了因缘，修成了必之佛。痴无佛事啊！哦，这个必之佛他呢出生的时候啊都没有佛示现呢在凡尘。那么众生见已啊，皆为如来真是昧度。哦，众生看到没有佛示现呢在凡尘，哦，然后必知佛修成，然后啊就讲如来哦真的昧度了，哦生忧悲想，而如来神直不昧度，如彼日夜啊，哦无有昧梦，哦所以了解啊，这个都是在哦凡路的时候，如来是常住不迁呐，哦永远都在。故此，哦，譬如入之，哦，众物啊悉除。此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哦，初兴一世啊，若有众生一经而则，悉能灭除啊，一切之恶，哦，无间的罪业。哦，是大涅盘甚深境界啊，不可思议。哦，善说如来微妙之现。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这个佛在讲，我们能够呢，哦，接近知道大涅盘经，哦，它是微妙经典，已经呢，哦出现，然后复兴在我们凡尘。假如说有众生啊，哦，一经耳就是有听过，耳也有听到，那么悉能灭除啊一切之恶，哦，咱有听到。大涅盘经，哦，微妙经典，得哦，所有的恶啊，之恶，哦，那个无间罪业，哦，那个受苦没有间断的罪业，都是大的罪业，哦，都可以呀灭除。那么是大涅盘深深境界，哦，这个大涅盘呐，哦，它很深的境界呀，不可思议。哦，就是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想，嘴巴可以论议。哦，善说如来啊，微密之现。哦，大涅盘，哦，这个呢都讲如来微密之现。那么以是义故啊，知善难训理，以如来生常住心，无有变异。哦，正法不断，生宝不昧。就是三宝啊，佛法身都不会灭，哦，没有变化。是故啊，哦，应多修方便，勤学是典。哦，这个方便法门啊，我们要这个勤修，要多修啦。
这一些方便法门。然后勤学4点就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世人不久当得阿耨菩提。这个人不久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阿耨菩提就是简称改用现语。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可以得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真的要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一定要自己用心。是故此经名为无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穷尽，以不进步故得称为大般涅盘。有善光故犹如夏日。身无边故名大涅盘。我们这个法身无量无边，所以身无边，叫大涅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有看那个张佛悟道记有没有？他最后一句生死涅盘等空华。还记得吗？生死跟涅盘它是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就是生死跟涅盘都不真都假的，都空中的花。本来空中没有花了，是让眼睛有毛病看到了。它加一个大涅盘，大就摩诃，大就是冲在宇宙虚空，叫做大。所以那个摩诃一出来了大。你看我们所有风土的身体加一个大，四大有没有？所以要知道加一个大跟那个生就不平等了，就已经超越了。所以我们看到涅盘前面有加一个大，或是前面加一个般涅盘，般若的般，一般的般有加那个般，或是呢有加大，那表示它是独立的、超越的，不跟生死平等的，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有时候不解说的话，我们会想说为什么生死涅盘等空华跟这个空中花一样？涅盘不是很好吗？不知道它是那个涅盘是对生死所立的，没有生死就不用涅盘，这样知道吗？所以生死跟涅盘是平等的。所以那个大涅盘就不同了，大就是整个宇宙虚空的涅盘，那个就是摩诃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加一个大或是加一个般，那个就超越我们凡尘的对待，没有对待的，绝对的。所以绝对就是般，就是大，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以后看到经典，它有这个大涅盘、般涅盘，那表示不是两边的。那我们凡尘都是两边。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个菩萨品，第16。复次如日月光，知明中最，一切知明所不能及。这个日月光所有的光明里面它是最光明的，知明中最。所以一切的知明，所有的一切那光明所不能及，不能及日月，太阳、月亮。涅盘光亦复如是。宜知迄今三昧光明最为殊胜。所以这边佛就讲我们那个大涅盘光
亦复如是，也是这样。于之契经啊，所有的经典里面，那个三昧就是正定，正定的光明最为殊胜，所以大涅盘光啊，三昧之中呢，最殊胜。知经三昧啊，所有光明所不能及呀，那个所有经典里面的正定，所有的光明啊，所不能及。何以故？为什么呢？大涅盘光能入众生之毛孔故。这个大涅盘光可以进入众生的毛孔。那么众生虽无菩提之心，而未能作菩提因缘。是故复名大般涅盘。这个众生虽然都没有菩提的心，但是能做菩提因缘，可以就是有菩提，有那个觉，有那个佛的那一种因缘，可以成佛。那么迦叶呢，白佛也：如佛所说，大涅盘光入于一切众生毛孔。那么众生呢，虽无菩提心，而为能作菩提因者，是亦不然。这个讲反话了。何以是真？幻呢是从尽这个叫戒律里面的比较大的戒律，又名呢是波罗夷罪。波罗夷，第一个就是舍正法，你把正法舍掉；第二个舍菩提心，第三个牵念圣法；第四个恼害众生。这个就是四重尽啦。所以我了解，在呢佛的戒律里面波罗夷罪是最重、相当的罪。那么做忤逆人，就是讲杀父杀母的忤逆，及一忏提，光明入身呢，做菩提因者，如是等辈，以持境界修习之善有何差别？如来何故受是一义？这个是义还记得吗？是义。对，依法不依人，然后不依于，依了义经呢，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事。都还记得嘞，很好这个表示都有用心这个我们要是依是真又如这个佛言：若有众生闻大涅盘一经于耳，则得除断之烦恼者，因何如来先说有人恒河沙手发菩提心，闻大涅盘不解义？若不解义允何能断一切烦恼？这个都问得很实在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除一忏提，除掉一忏提，所以佛对一忏提也是很头痛的。这无现金要安那个教，所以他也很头痛。所以辞掉一忏提其余的众生闻思经仪悉皆能作菩提因缘。该一忏提佛无该列入。剩呢伊若听到大涅盘经拢会做菩提的因缘，法身光明入毛孔者一定当得阿耨菩提。这个法身的光明进入众生的那个毛细孔，一定呢可以得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何以故？若有人能这个恭敬供养无量之佛，方乃得闻大涅盘经。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地方
佛就讲说，有人供养恭敬无量之佛，才能够听到呢大涅盘经。然后呢，福薄之人则不得闻。那个福很薄的人他没有办法听到呢大涅盘经。所以则何？大德之人呢，乃能得闻如是大事。所以能够听到这个大涅盘经就是大事要大德之人才能够呢得闻。凡夫下类则不得闻。我们凡夫他呢就是差的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机会听到。何等为大？所谓知佛甚深秘藏。这个什么叫做大？就是佛的那个秘藏，秘密的宝贝。如来性是我们如来性就是知佛秘密的那个秘藏、秘密宝贝。所以我们一定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知佛的秘藏。那么以是义故名为大事。那么迦叶白佛言：云何未发菩提心者得菩提因？为什么没有发菩提心的，他可以得到呢菩提因？那佛告迦叶：若有闻是大涅盘经，言我不用发菩提心，诽谤正法，是人即以梦中见罗刹相。所以佛就跟迦叶讲，假如说他已经有听到大涅盘经，所以他又讲我不用发菩提心，这个呢就叫诽谤正法。那么这个人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罗刹就来给他看了。罗刹就是鬼啦，鬼罗刹就来给他看。心中不惧罗刹语言那鬼还会对他讲：善男子，如今若不发菩提心，当断汝命。你今嘛无发，就要爱你的命。世人防不皆以气起来，即发菩提之心。一气起来就赶紧的发菩提心。这个有鬼恐吓，鬼惊到。那么世人命中落在山去，局在人天，续意念菩提之心。就是这个人他命中了，已经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在山去就是在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或是在人道、在天道，去继复欲念菩提之心，继续恢复一直怀念他发的那个菩提之心。那么当知世人是大菩萨摩诃萨也。这个人就已经是大菩萨摩诃萨，都已经这个命中的在山去在人天都能够记得他的菩提心。以是义故是大涅盘威神之力，能令发菩提心者作菩提。所以这个能有菩提因呢，才有成佛的机会啦。你有菩提因成佛这个比较渺茫。善男子，是名菩萨发心因缘，非无因缘。以是义故大圣妙言真佛所说。大圣妙言真的就是佛他所讲的。复次如虚空中兴大雨，至于大地。就是虚空，然后呢有大云，然后下雨。下在大地，孤木石山高岩堆覆，水所不住佛就讲雨下的这么大，
那么孤木跟石山呢，高原跟堆湖啊，那个水啊，它没有办法住，一个甲南类就拢流掉呀，留住下田，直直流到下骹，家家的田，坡地稀满，利益无量。一切众生呢，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空中的雨一下来啊，那个孤木石山高的地方呢，水它没有办法停留，一直流到呢，低低的水田，然后那些呢坡地啊都满了，利益无量一切的众生，这个呢就是大涅盘为经典，亦如是。雨大，华语。诸任的众生为一忏体呀，发菩提心啊，无有是处。所以啊，佛对这个一忏体他是很头痛的啦。都每次都提到一忏体，结果啊，菩萨有问他会有回答。后面复次譬如胶种，虽遇甘雨啊，百千万劫啊，终不生芽。所以咱若把迄个切啊摕去炒咧，用迄放喺鼎用火甲炒咧，你搁较安那伊都袂发芽啦，对无？迄都胶种啦，种子已经烧焦了，所以咱要去种的迄个种啊，袂使去经过火，你火甲炒咧迄种拢死去啊。袂出芽啊啦，对吧？经典里面是没写，所以啊，那个胶种虽然有下雨啊，经过百千万劫很久啊，它终也不会生芽，已经呢，那个里面啊，已经生机都死掉了。芽若生者啊，无有是处。迄若有法度出芽啊，迄无一块掉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是真理所在。迄生机啊，袂使甲伊插，袂使甲伊烧。烧了伊就死去啊，没有生机。一粒仔囝啊，你看像我们咧食营养剂啊。你要摕炒才摕点来涂的，看伊会出袂？绝对袂啦。一忏提背啊，亦复如是。虽闻如是大般涅盘微妙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呀。所以一忏提呀，也是这样。虽然听了这个大般涅盘微妙的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呀。他都没有办法改变他那个恶的那个心念，都一样是互恶不迁的。若能发者啊，无有是处。他听了大般涅盘的微妙经典，能够发菩提心啊，无一块掉。何以故？是人断灭切善根。所以啊，这个我们人能够断到一切善根，那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啊。如彼胶种，不能复生菩提根芽，好像那个胶那个种子啊，已经呢，烧焦了，不能够呢发芽。复次，譬如明珠浊水中啊，以之微德，随即为清。投于淤泥啊，不能令清。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那个明珠啊，你放在那个浊水之中，以珠的微德啊，那个水就变清水了。那个浊水啊，那个浊都沉淀了。那么投于淤泥啊，迄落果梅，你把迄粒宝珠甲投等喺落果梅，你无法度互落果梅清啦。就了解啊，我们那个根啊很重要。是大涅盘微妙经典嘛是安尼。你讲要互
一忏敌能够发菩提心啊，也很困难。那么至于众生啊，无间罪啊，是从净华浊水之中啊，有可澄清发菩提心。所以啊，迄粒明珠来坑的咱，一般众生犯的真大罪，无间罪，还有那个是从净，那个浊水，那个无间罪是从净啊，就是浊水，那有可澄清，发菩提心，他还会呢发这个菩提心。头忏敌呀，淤泥之中啊，一忏敌就变淤泥啦，无法度，百千万岁不能令经啦，无法度啊，无法度互伊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忏敌呀，灭之善根，非其之故啊，已经无法度成佛啦，迄个气啊，无法度成佛了。假使世人百千万岁啊，听受如是大涅盘经，终不能发菩提之心。迄一忏敌来听这个大涅盘经百千万岁，佫无效佫未当发菩提心。所以得何？无善心故，他已经都没有善心。复次如药树，名曰药王，于制药中呢最为殊胜。肉和乳肉，肉和蜜和酥，肉水肉浆，肉末末就是粉啦，肉丸已经捏做丸，肉鱼涂苍，这个熏身呢涂木，抹目睭，肉剑肉袖甲皮化脉，能灭众生一切之病。如是药树不作是念，一切众生若其我根，不应取叶；若其叶者不应取根；若其身者呢，不应其皮；若其皮者不应其身。是虽复不生是念，而能除灭一切病苦。这个想得很有意思啦。一张药球伊呢，这个不管用它哪个地方都可以治病。那个泻药树呢，它没有念头，你要教我用刀位我拢无意见。它不会阻挡，没有意见，它可以吃掉众生的病苦。所以我们这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中立有位道亲看或者在讲讲到无去，然后就去抓那个补气的什么黑气大概有7包。青旗、红枣加细细粒红红的啥？枸杞，就要或许说沏完水，然后煮15分钟，喝那一些汤。今天讲课有没有比较有趣？还真的有效我在看遐都拢真的感觉上遐都差距就是那样感觉上就是那样。你一烧了较香了味就出来。就喝那一些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那个能够恢复有气力。然此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一切众生的恶业是波罗夷无间罪，肉内肉外所有的之恶知有未发菩提心得，因是则得发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经典之经中往
如彼要素，诸要中往。若有修习是大涅盘，即不修者，若闻有是经的名字，闻以净性所有一切烦恼重病，悉皆除灭，唯不能令一刹体安住阿耨菩提。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虽然说讲是这样，可还是要我们实行要自己能够呢启发我们不生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个重要。像听到就真好但是爱做不能说只有说听到了就好，还是要实行，实际的去做。如彼妙药虽能疗愈种种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人，所以咱拢无心迄个一定是复是譬如金刚，不能坏者，悉能破坏一切之物，唯除龟甲及白羊角。金刚没有这个金刚的本身没有东西可以破坏它。那个金刚很坚硬，来比喻我们佛性佛性就是金刚。金刚可以破坏一切物，一切物没有办法来破坏金刚。可是金刚没有办法破坏龟甲，那表示龟甲非常的坚硬，还有白羊角。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悉能安止无量众生于菩提道，唯不能令一刹体辈立菩提。这个呢就把它列入龟角白羊角就是一刹体啦。那无法度。虽然是非常好的这个大涅盘微妙经典，可是对那个一刹体无法度。比如大雨终不住空，那雨会在那空中。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普语华语一刹体则不能住，无法度一刹体听这个大涅盘微妙经典。是一刹体这个周体密制犹如金刚，不容外物。这个已经都得到真的极点了。迦叶白佛言：如佛说义不见善不作，唯见恶可作，数处可怖畏，犹如险恶道。如是所说有何等义？这个迦叶因为要传承这个接续佛的那个命脉，所以一定要问得详细。有疑要必问。佛言：不见者谓不见佛性，善者即是阿耨菩提。不作者所谓不能亲近善友，唯见者见无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见到没有因果那个是最那个恶毒的那个语言没有因果不能告诉人家没有因果，因果定是一定的，不能讲没有因果了。你若讲讲无因果，人做歹愈歹有没有因果？假如说他在讲没有因果你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呼吸你要不要出汗？呼吸是不是因果？你有呼吸才有活，你有吃饭才有活，对不？按你说没有的话，就不用呼吸，也不用出汗，那才真的可以说没有因果了。这个因果定理你怎么可以给你变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讲的呢，佛就解说了，
为见者如无因果；恶者呢为毁谤那个方等大圣经典。可作者为一忏提，说无方等没有这个大圣佛法。以是义故一忏提备无心迹象，清净善法。何等善法？为涅盘也。去涅盘者，未能修习知善之贤善之行，而一忏提无贤善行，是故不能去向难。是除可谓者谓谤正法随应不为所谓呢智者。何以故？以谤法故无有善心及方便故。险恶道者为知行也。所以那个知行就是险恶道。所以我们呢就不要落入这个知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12因缘那个行就摆第二个啦，无明过来的眼前啦。行了以后，另外后边没完没了啦。所以知行非常多。我们在凡尘的事所有的行很多很多，要走向菩提就是很少。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知行一定要这个非常清醒的了解我们所作所为。那么迦叶呢又问：因何见所作？因何得善法？何处不怖畏？如一道呢坦道，如往里坦道，是义何谓？这个义理里面什么意思？那佛就回答：见所作者花露之恶。这个呢见所作习，把自己所不好的全部都花露，就是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咱做歹代志，咱来讲红台袂？唔通。我们都会点红汤所以表示你肯讲你的不对，表示你愿意改过。所以那个讲出来那个恶就已经消失了。佛是这个意思。那么从生死记所作之恶悉皆发露。伫生甲死这个中间所做的恶，拢甲伊讲出来，拢互大家知影。自无自处，已经甲无法到的所在那么以是义故是此无畏。你已经全部发露了，你就免惊。你甲所有做的歹拢讲出来对无你就免安尼惊赢，偷秘安尼各位了解吗？我们假如说做的不好，是不是说乱？对不对？安尼学金秘惊人知安尼这样你甲无所谓神你看不是光明坦荡的，对不对？你看两个生活形态你是要安尼惊赢，还是要安尼公公明明？光明坦荡最好，对不对？过了就好像佛菩萨的领域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呢无畏啦。亦如人王手游正路其中盗贼悉皆逃走，不是花露一切之恶悉灭无余。你若拢讲出来所有遐唔好拢完全拢灭掉拢无剩。那么这么讲落还剩4分尔咧要留一个互大家问下次才再讲。有没有人要问就是好，请说。刘老师，我们的佛性自古以来，当然
它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没有名字，所以我不知道。所以以前在这个修持法门有一个叫做无语戒。无语戒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讲话，就算说我们在上课或者是吃饭睡觉，大家都不能讲。然后但是让我们去悟我们的那个找到我们的真心佛性。那找到了呢，可能也是不能讲，就是你可能知道了，才会有大学的首张大学知道在明德，然后在清明在之上，然后知止而后有定嘛那个是跟那个止跟那个定，就是说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真心佛性，所以应该是渐进的。我们虽然是求道，但是已经知道，那可能也是不一定知道。后学的意思是，无以戒就是说可能寻找，然后像我讲的圣人讲的这个大学知道在明的，在清明在止之上，是讲这个真心佛之意思。好，这个无语戒就是梦，所以我们经典里面的曾经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要讲话就是华，就是我们正确的华，然后没有讲正确的话，就是要默点点啦。所以无语戒就是卖讲话，卖讲话它有一点是回光返照啦。你讲话就拢出来为精神外放。你即摆卖讲话中间你会甲外口人讲话甲修理吧，你的心情拢修理吧。这样的话呢，就已经有一点进入了，要进入我们那个真心佛性的一个窍门，一个要入去的所在。所以这个学大学就是学大，而大波摩诃学这么宽，让他学大学大之道，学大人要怎么学所以所以第一个名是动，然后底下是佛性啦在明德就是爱你家己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你已经明了以后要亲民，这个亲民还不是要你外放，是要你跟你自己的佛性能够很亲到这个时候那个知止以后有那个我们要了解，你知影要停在什么所在，知止知道我们停止的地方，你才有定那个已经就是在讲佛性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三教圣人他所留的这一些经典，都是告诉我们要呢透彻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你知道以后，然后你去亲民那个亲民心做心民的意思你已经知道你的佛性了，你再出来的行为就不一样，就是一个新的民新的状态出来那你心民做了以后就能够人接触又能够影响到别人所以那个心民就有亲民的含义，两个都能够相通，所以问的是很恰当就是在讲佛性佛性本体我在念上那个上学的时候在念那个都没有说进入那里面的深意大学知道底如是葫芦了所以就没有真的去进入说大学就是学大，那怎么样来学大那个问题就非常的多了。各位堂主、各位先人，大家好。科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选机会学讲。
我们的那个100年，民国100年这边讲的那个歌啊，谢谢你那个解说啊，我们这边非常多，希望各位能够拿回家，就送给亲朋好友，纵然他没有求到也可以看，没有研究心理学也可以看，那个很浅，可是很深入，都有讲到重点所在，对我们帮助很大。或许有时候回去的时候都会拿再看一看，诸我欣赏啊。我们讲到哪边了？17页最后一行。17页最后一行的复次不见所作者，这个为一禅题，这个是假设问的啦，不见善不作，这个为见恶可作，是此可怖畏啊，犹如嫌恶道，如是所说有何等义？底下呢又问说，因何见所作？云何得善法？何处呢不怖畏？如往矣谈道，是义何谓？阿佛呢就这个回答，上面呢那个这个不见呢表示说不见佛性，那善呢就是我们阿陀罗三藐三菩提，那不做呢所谓不能亲近善友，那为见呢见呢无因果，二者呢为诽谤方等大乘经典，那可作呢为一忏题，他说没有方等，那么以是义故啊，一忏题废无心气象清净的善法，那何等善法为涅盘也？去涅盘者，去就是往，往涅盘者未能修习贤善行，而一忏题呢，无贤善行，是故不能呢去向涅盘，是此啊，可谓者为呢当正法，随应呢部位，所谓呢智者，何以故？以谤法故，无有善心及方便故。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诽谤那个只是从嘴巴呢，这个讲出来，都是很容易就犯了这个很重的罪。佛讲说，杀人放火罪都不大，可是诽谤那正法以及呢诽谤的佛菩萨呢，那个罪过都是要下阿鼻地狱。那底下的那个允而见所作，允而得善法，何次不怖畏？如往谈道，是义何谓？是什么意思？佛就回答：见所作为花露之恶，从生死际所作之恶，悉皆花露，自无之处。所以这个佛就讲，把所有自己做的不好都全部讲出来，讲出来叫做花露，能够讲出来的话，那个罪就消失了。我们大概最不容易就是把自己的过错讲出来，那个都讲不出来了，都要把它掩盖，所以掩盖那个罪都在，只要你讲出来呢，罪就消失了。那么以是义故呢，是此无畏，譬如人往，所有的正路集中的盗贼，悉皆逃走，如是花露呢，一切之恶悉灭无疑。所以把自己所做的一些呢，不合真理的呢，都讲出来，这样呢，那个要去接受的果报就没有了，就消失。复次不见所作者为一忏题所做的重罪，
那么于是世中呢，持五部位而不自见，所以啊，不见所作就是一忏提，一忏提呢就是没有善根的，他所做的重恶他自己都不害怕，而也不见到那个过错。骄慢心故因为呢这个骄慢心，就是这个刚高，以是义故不得涅槃，欲迷惑，周呢水中月，看到水中有月亮，那个迷惑就一直要去抓水中的月亮。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的众生，使成就阿耨菩提，这个阿耨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此之如来亦复不见彼一忏提得成这个菩提。这个一切的众生都已经成道成佛了，可是一忏提还没有办法这个得到这个菩提。那么以是义故名不见所作，不见他自己所做的重恶不见。那么又复不见谁之所作？所谓不见如来所作。佛呢为众生收有佛性，一忏提被流转生死，不能自见。以是义故名为不见如来所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社会很多呢这个所有的一些众生呢，他不知道呢我们有佛性，尤其更不知道呢我们有佛性本体，连我们求道呢到今都不知道我们有佛性本体，都以为我们生活的心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知道我们可以追求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知道本体我们修了千生万世都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一定要知道说这个知道佛性本体非常重要。我到现在都讲说那都要多去研究佛性本体，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成道成佛就是有本体，那本体就是道，本体呢就是我们追求最高的无极理天。一定要了解说，要回到我们的本来，一定呢要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而佛性本体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我们有研究过《楞严经》，所以佛学非常鼓励大家都能够把那段背下来。就是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寻之生之念流转，诚不开悟性净妙常，不寻所长，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气生灭所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世心应时落，想象为尘，事情为果，二际远离，则汝华严，应时清，允何不成无上之觉？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研究楞严经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因为我们从凡夫一直到成佛，那个修持的过程在里面都交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若气生灭所为真常，那个更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做，非常重要。那或许呢，稍微把整个句那个意思再提示一下，加深我们印象。一切众生呢，从无始来，就是我们这个生死已经太久了啦，不知道几个缘会所以那个谢谢你老师就讲累劫累世我们都可以留下记忆我们一生的记忆都没有，
都忘光光的啦，都不记得。可是啊，不是说不记得就没有经过了，一样经过。那个南极老仙翁，那个成道以来经过7次混沌，我们也经过了，只是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都不知道。那在往上啊，也不是7万个7亿的7次啊，往后也一样，无量无边的时间啊，我们都要经过。可是啊，我们假如说是在六道轮回，那个经过就太凄惨了，都要受苦了。那我们回归本位逍遥自在，要到凡尘也可以啊，就来玩一玩，又可以回去。那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就要努力修正了，回归本位啊，才有办法。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我们都循着色身，循啊就是追寻，色啊就是形象，形象呢跟声音，我们都循着形象呢，跟声音，这个行诸色身，然后逐念啊流转，追逐啊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一直啊在流转，执念的流转。成不开悟啊，就是不曾开悟，性净妙常。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而这佛性啊，它非常清净，又呢非常的奥妙。因为啊，虚空无相，不具结之相发挥，就是我们妙的佛性呢，所生发的。所以啊，性净妙，然后常。又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都不曾开悟啊，我们的佛性啊这么的那个理想的状态，那我们求都得到了啊，就殊胜的这一些呢我们都得到了，可是啊我们都没有研究，没有研究呢就一生啊一转眼就过了，很快然后啊，这个不循所常，逐诸生灭，我们追逐啊，所有的生灭，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那个生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一直啦，没有停的。那杂染就是不一定每一生都在人道了，有时候会到三恶道。有时候也会到天道，有时候在我们道，所以杂染，流转就是轮回啦。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那假如说我们漏气生灭，我们把生灭去掉，守一真，就是守我们呢，那个性净妙常，那个活性本体，我们能够守得住。所以这个呢。佛学就跟各位说做功夫的方法，我们呢各要了解到佛性啊是充塞宇宙虚空这么的宽广，它呢都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佛就一再讲说用照相机原理来讲佛性的如如不动。我们佛性假如说在玄关，那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就像我们照相机的原理。你按快门的一刹那，你镜头一晃动那个照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就说我们这佛性本体在玄关的话，我们头一转我们看的形象都模糊不清。可是我们头转得快，一样看得很清晰就表示身体在动，佛性没有动佛性是如如不动。所以守真常的真常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所以佛学都一直在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那各位浅显，若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把能所已经融成一体了所以整个我们所看到的整个
就是看到如来，这样了解吗？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啦，够不够清楚？讲了清楚哦？哦，这简单对不？可是就是没有人阐扬，没人讲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进入状况那气生灭，各位浅显，我们身体的觉生灭的你觉得很舒服生但的变化灭都是生灭的啦所以那个生我们不要去着重看重把这一些呢都看淡，只要你看淡了，你会注重我们的性妙常，就会进入佛性本体我们看重身体的所有一切生灭我们会把佛性本体忽略，就没有去注意它，一生呢一转眼过了没有啦，那个走没有所以要趁现在可以做的时候我把身体的生灭整个都看得淡，有啦有生灭生灭就让它生灭看淡，然后我们注重我们性净妙常清净的很奥妙那个我们佛性呢可以等到有大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转移四天下，你看大用有多有多大的那个整个像之前我们说攀梨花可以移山倒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都可以到那个状态所以一定要从佛性的本体才有办法。然后我们先把本体修正出来能够呢真正的我们气生灭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家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你重视生灭跟你气生灭，只有你本身少你知道呢，你能够守真常，常观会现前那个真常呢，我们就了解到假如说我们要透彻一点的话，我们用耳根用耳根来做我们听声音，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佛性在那个声音的地方然后声音会消失声音消的时候呢佛性没有消失，所以这个时候不用耳根了，然后声音呢就是成像，那个脱根脱尘，不用我们耳根，也不用那个像的声音都没有。所以各位浅显，那个时候你看都不在身上已经都在整个空间了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守住的真常会不会在身上？都不在身上已经是在空间了所以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身体要还给天地可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是如如不动，它永远在的。我们不修的时候没办法到这个状态你已经守真常了这个佛性你都守住了能够跟整个宇宙虚空已经汇合了那这个时候身体还给天地，身体是天地的物质啦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要还没有一个说可以不还早晚都要还。那我们你看已经到守真都守住佛性了，身体就不关紧要了，所以那个时候还给天地没关系的，这样了解吗？够不够殊胜？我们求得到就是殊胜，让我们能够呢真正的到达，真正的成道成佛就不是用希望的，而是实际真的可以到达所以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做若气生灭守真常，常光现前，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光芒就是圆满然后光明都整个呈现常光现前，然后六根六尘六识一直消落，就不会主宰我们我们现在的生活，各位就可以了解六根六尘六识都强
在我们能够去生灭所增长，它就消落，它就已经不会来主宰我们根尘相对产生的六识。六识就是心啊，我们就是用那个心在生活，然后造了很多的罪，我们呢根尘四心都消落了，消落没有了，不是说没有这个身体啊，都还在，可是已经不主宰我们的一切了，一直消落，然后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想呢就是念头，相就是形象，念头形象为尘，就是会肮脏的啦，那个我们佛性都被这个尘一直染污了，然后事情，我们的认识跟环境都是垢尘垢，我们就占了尘垢了，所以六道轮回。那我们假如说把这一些都消落了，没有了，二句远离，想象远离，事情远离，则如华严一时清明，允而不成无上之觉，就是我们见法之眼，就是看到道了，看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我们这样怎么会不成佛，这不成道呢？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最好的那一段把它背下来，然后朝着里面所写的那一些道理去做，那我们呢就很笃定，我们的心就很笃定，然后人家讲什么呢都不关紧要了，这个最重要的我们已经抓到，然后人家讲就归他去讲，就不会受影响。我们定力呢，楞严大定就培养，有楞严大定那就是佛的定，佛定都是从本心出来，不会被破坏。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自我鞭策，朝这个方向，在生活之中记得去生灭所增长，这样会吗？跟那个自吸集所净毒是一样，你吸到极点，自吸集，然后所净毒，就是去生灭所增长，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做功夫一定做，这个功夫我们一定要做，所以在生活之中跟各位要求说能够呢，生活中就勉励自己去生灭所增长，去生灭所增长，这样会不会很困难吗？听起来那叫重的会不会？不会啦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当你能够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佛性是这么的活泼。这么多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每个地方都有。虽然说身体要还给天地可是身体也有。不即不离啦，不住在身上，但是也不离开身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修得很活泼玲珑。所以佛子在讲，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连佛性都不认识不知道佛性，所以只要听到佛性的话，就可以到天道了。你看多殊胜，只要听到一经入耳，就可以这个到天道。所以佛为众生呢，收有佛性。那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的人，他流转生死不能知见，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看见。那么以是义故名为不见如来所作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如来他所做的所有一切。善持作恶不及受。如即成乐所以作恶不及受
就是我们做呢，这个坏啊，它不会马上啊就让我们接受果报，所以啊，作恶啊不急受，那个呢，可是要了解到我们呢所做下来的那个是因，要等到缘啊，因缘汇合，果报才会呈现。如乳啊，即成肉，好像我们牛奶，牛奶提炼啊就成乳肉，油灰呢附火上，我们把那个灰啊，盖在火的上面，愚者倾倒之啊，就是啊愚昧的人他去踩它，底下有火啊会烧的嘞。一忏提名为无目，这个一忏提没有善根的人呐，他就是啊没有眼睛，不知道，没有智慧，是故啊不见呢阿罗汉道，所以呢他不见到啊这个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能够修持呢，虽然说我们说独善其身，可是呢他已经呢在修了。可以断了见后跟断了思后，所以啊见后思后啊全部都断了以后啊就成阿罗汉，所以我们了解成阿罗汉，就无学道，已经无法可学了。他虽然是还没有利益众生啊，可是呢已经呢具备了可以利益众生的条件。那我们假说全部没有修的话，见后思后都还在。那我们呢，有时候啊，虽然说可以修到蛮高程度了，可是各位前辈有时候啊，也不挂得了，所以还是要说我们呢现在呢不用去修那一些细的一些法，可是我们最起码都要知道它怎么样引起的。怎么样不好，我们都要知道。知道啊，我们还不会去管。然后我们不知道呢，我们做了呢都迷迷糊糊。所以一定呢要先知道。那么如阿罗汉呢，不行生死险恶之道。阿罗汉呢，他就呢不行，他不去呢这个生死险恶之道，因为他已经超出三界的那个人为，他已经不在三界之中了。所以啊，我们呢最起码就是要超出三界，已经不在呢这个三界轮回。以无目故啊为荒等，这个没有智慧来这个讲那个大乘经典。那个荒等啊，就是大乘经典的通称，叫荒等经典，荒等，所以啊，没有这个智慧啊，才会诽谤，讲那个大乘经典的坏话，诽谤荒等，不欲啊，修习，就是不愿意啊，没有那个意愿啊，要修道学习。如阿罗汉呐，勤修慈心，阿罗汉呢，他呢很努力精进的来修呢，那个慈就是娱乐啦，给人家快乐就是慈，那个慈悲喜舍啊，是我们佛性所具备的，本来就有，每一个都有，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研究的话。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佛性具备啊，慈悲喜舍，不知道有具备，因为不知道啊，我们就没有把它呢，阐扬，没有发挥。那一忏提备啊，不修荒等，亦复如是。这个一忏提啊，就是啊，断了善根的这一些人呢，他呢不修呢大乘的经典，若人收言，我今不信声闻经典，信受大乘呢，读诵解说。世人虽作呢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有佛性。
这个有人啊，这个假设啦，佛呢说，假设有人在说，我今不信啊，声闻的经典，都是小乘佛法，那个声闻缘觉呀，就是小乘，我今不信啊，小乘佛法，我信受大乘，这个好高骛远呐，无楼梯无爬啊，伫个楼骹讲要一声到3楼，无爬楼梯啦，用跳的，会吓死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声闻小乘佛法，它是一些修道的基础功夫啦，我们不能轻视。小乘佛法翻成我们中文啊，叫无比华，就是完成的华，没有办法跟它比。你看，还是很殊胜的嘞。虽然在修道的位阶来讲，它是小乘，可是啊，在我们凡尘来讲，它还是很殊胜，超越凡尘。所以要了解到说，我们不要这个轻看这个那小乘我不爱，我爱大乘。所以啊，我们要基础扎稳，小乘呢也不放弃啦，只是我们呢就是从这个大乘的里面的妙理呀，这个探讨了解，然后啊加以实践。信受大乘啊，读受解说，世人虽咒啊，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啊，有佛性。这个他的心啊，不相信呢，有佛性啊。所以啊，各位要了解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啊，整个我们这个一切的人民啊。因为佛学以前开进车车上有送善书啦，所以乘客啊一拿来看以后啊就会问，讲你咧修道？讲嘿，然后啊他就问说，咱敢有佛性？我们听了会怎样？我们有佛性吗？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有了，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大众，竟然对有没有佛性还很怀疑咱靠佛性，你看是不是很怀疑？所以啊，这个很难跟他能够能够沟通了。讲你是安那会讲话，是安那会行路。会晓食饭也袂，所以你看，就是有心，唔才会晓讲话，唔才会晓行路，唔才食饭，对不？很简单容易的事，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啊，不见得说完全了解，所以那个感受很深啊。我说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相信我们有佛性？可能要等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了，较慢的较慢，佮甲你讲你有灵啊无？你知影了后再等开。所以啊，你看我们呢到期跟他讲佛性本体他都很茫然。咱都已经求道啊，伊甲求道都当成已经好像成佛的样子啦，已经很高了。我说以往单纯读受的时候那个已经你得到就成佛。那个是一定的，因为果圆满了。可是我们现在是沾了上天大开普度，所以要一定要修，是让我们先求，
他一定要修。我们呢，假如说有求而没有修，虽然有准考证，而你都不复考啊，你都不进去考，哪能够能够上啊？这个考上大学，没办法的。所以啊，我们已经先得了，已经让我们知道，你可以成佛，你可以成道。那要不要成佛？要不要成道？靠你自己的努力。你假如说是努力呀，修道不改初心，成道有余。我们修的时候啊，痴心是最没有杂质的，最虔诚的。所以我们呢，大概一进入到道场，然后这个参加运作的时候经过人事摩擦，经过事情磨练，哎呦妈呀啦，这要生活真困难。我是来做八时靠，大概就打退堂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凡尘的所有，因为或许有在后天庙经过有17年，所以知道说那个得道非常困难。以或许在后天庙的那个知识来讲，要经过7代的大法师、7生7世大法师才可能受记。所以那个求道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或许妹妹跟我讲说，我带你去求道很惊讶告以后那我们要了解到得了是一样，可是我们要了解得的那个根本，以往是功果圆满所以这个受记以后就成道成佛。可是我们现在都太容易了尤其你看我们最近都是山都是好，这样没熟悉没甲求来求到啦，只要有那个树木跟以往那个身家清白，品性端正当引导师一定要了解你所引进的道境有没有身家清白，品性端正，才可以引进来求道。真的差很多呢差得多不多？所以以往能过来求道都没有坏人所以咱离佛你放啥物件拢袂胖去啦，起码都较认真保管你的念的都无快所以你看那个已经那个受记了，已经差足多了不一样了。我们那个人的那个良知良能拢去告家去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社会进化太快，我们就被物质所迷惑了，那人心就不值钱。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提升我们自己的那个品格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生活方面一些我们都没有自我要求所以这样的话真的啦，工作让我们做我看了我们都坐不住嘞，坐不掉啦所以一定要我们的这个人格健全真的要自我要求。虽然别人没有看到，可是你自己知道，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自己啦所以自己要自我要求这个品性端正人格很高超这样不要说利益众生我们先利益自己再说赞美自己
最起码你晚上睡觉都睡得很安稳。那你做得不好，人家能直直给你学了，我看你那就歹势。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觉。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内心呢，不相信有佛性，那为了益养，随文而说了，所以我们了解说，现在真的都是有那个普里呀，那个道亲来这边听课他说他是在那个佛寺里面当那个医护人员，然后他们里面的那一些法师竟然都叫他们供养然后要叫他们这个尊敬我讲供养就要给人供，叫人供养，敬就给人供，叫人来你尊敬那你做啊要可怜。或许一听了，我说那我安内已经堕落到这个样子了，真的那个已经丧失修道的资格，带伫佛寺，让众生的供养，真的他造罪万端了，拢造罪，人众生提钱去佛寺，拢是。看佛的面子啦，你拢甲摕来去用，无做佛的代志，所以那个罪过是很大。我们都要了解，我们虽然都没有穿袈裟，可是我们都是呢，我们都是修道人，我们都比他们高超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都是我们内心内心自己要认识，自己要成就。所以为了利养，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要人家的钱，然后随文而说，那个真的罪过万端。那么如是说者名为恶人，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恶人。如是恶人不是受果，如成落，他不会很快就成那个接受果报好像呢牛奶变成肉了，只要提炼它就呈现了。所以因经过缘，因缘汇合，果报就呈现。譬如王时，善能谈论，巧于化变，奉命他国，灵上生命，终不逆往，所说言教，所以这个就很正派，就是王使，王派的大使到外国去呢这个沟通，跟外国沟通，然后他又善能谈论，又巧于方便，后面他国已经呢到别的国家去当大使，他灵上生命呢终不逆往所说的言教，就是灵验丧失自己的生命，终也不会常逆那个往所说的言教，所以我们了解说，这都是要自己心里面去实行，然后身体来实行就很容易。那么智者亦何？有智慧的人也是这样，于凡夫中不惜生命，要必宣说呢大圣方等如来秘藏，所以这个有智慧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在凡夫之中不惜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这个一般没有名分就是无名无分凡夫可是凡夫呢，一样有智慧的人，他呢不惜生命呢，
都要来宣说大圣光经典，那个如来秘密的宝贝，如来秘藏，就是有智慧呢，就要这个宣导给众生知道。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有众生全部都有佛性，全部都可以成佛。而且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当下就是佛，就是如来。善男子，大圣方等微妙经必定清净。这个大圣这个方等微妙的经典它一定是清净如摩尼宝珠投以浊水，水即为清那个摩尼宝珠投在那个污浊的水里面那个水就变清了的摩尼宝珠有那个能力水就清了。那么大圣经典亦复如是投在我们凡心凡心马上就变得清净就进入那个活菩萨的领域。那么譬如莲花为日所照无不开乎好像这个莲花这个太阳一照它就开了这个太阳下山一个发起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大圣经典也是这个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得见闻大涅盘日我们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假如说能够见闻大涅盘这个我们呢这所研究的大涅盘经，为发心者悉皆发心为菩提因只要你能够研究呢这个涅盘经还没有发心呢都能够发心。那么这个就是菩提的因，菩提种子往后就可以有菩提的果就可以成佛成道。是故我说大涅盘光所入毛孔必为妙音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大涅盘光所入的毛孔必为妙音。以一刹帝虽佛性，而为无量罪垢所缠这个一刹帝那个这个有修道者都一直在讲说一刹帝到底有没有佛性佛就讲虽有佛性而为呢无量的罪垢所缠，不能得此他有佛性，可是罪垢他的罪太多了被这一些罪垢所缠绕，故会拢甜甜的佛性全无快所以不能得出无法度出来如蚕出茧，好像那个蚕宝宝一直吐那个蚕，把自己包在里面就无法度出来以是业言不能得生菩提妙音就是这样的无量罪垢那个业言，所以就不能够生菩提的妙音流转生死无有穷矣一直六道轮回，一直流转生死，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个穷矣就是停止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莲花生淤泥中而不为淤泥所污这个莲花莲花的那个底下的水就是污淤，就是落果梅越落果梅莲花越有养分越大开得越好看莲花呢出于污泥而不为污泥所污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虽然处在这个不很理想的凡尘可是我们的心就是好像莲花一样，出污泥不会被污泥所染。
若有众生修大涅盘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我们众生修大涅盘微妙经典，也是这个样子。虽有烦恼，终不为彼烦恼所污。我们在生活之中，虽然有烦恼，终不为彼烦恼呢所污染。何以故？以知如来性相力故。知道如来的性相力。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知道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呢佛性本体有性相力。所以我们假如说遇到困难要求自己的佛性本体，求佛性本体解决，就一定可以解决啦。所以我们有那个性相力。譬如有国多清凉风，多处众生呢深知毛孔，悉能除掉一切欲增之恼。那个真郁闷的一款空气都可以除掉。此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我们研究的这个大圣经典大涅盘经也是这个样子。遍入一切众生毛孔为作菩提微妙因缘，都遍入呢我们一切众生的毛孔为作菩提微妙的因缘。持一忏提，持掉呢那个一忏提杯。何以故？非法器故。那个一忏提就没办法成道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作恶都是自己害自己。譬如良医能以妙药治之盲人，令尽日夜星宿之名，一切色相唯不能治生盲之人，生下来就已经这个盲了不能治。那假如说中间有一些过程都还可以治疗。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能为声闻眼觉之人开发慧眼。我们的那个研究的大涅盘经就是能够为声闻缘觉就是小圣。声闻修成就是阿罗汉，缘觉修成就是必之佛。能够为声闻缘觉开发慧眼，令其安住无量无边大圣经典。所以我们了解说，安住在无量无边大圣的经典，为发心者为患世尽无尽罪。这个四重尽各位还记得四重尽吗？忘了。舍正华，我们把正华舍掉。正华，所以各位浅显，那个正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呢舍正华。各位没有印象吗？都没有。舍正华就是把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正华把它舍了，然后舍菩提心，菩提心也把它这个舍掉，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增加那个我们众生的那个就是恼害众生。所以我们了解说四重尽就是非常大的那个佛所制定戒律里面最严重的
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啊，我们修持啊，正法非常重要。然后修持的菩提心呐，也是非常的我们要非常的能够啊，自己发，劝人也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一个追求的那个心，然后不能牵念圣法，就是你知道的好的方法。你一定要告诉大家，你不能说按多个扛起来，所以我家己修得好，我卖去教，那个叫牵念圣法，那个也是四重境里面的一个。然后啊，第四个就是恼害众生啦，就是你懊恼，然后害众生，这个叫四重境。舍正法、舍菩提心、牵念圣法跟恼害众生，这个叫四重境，非常重要的不能换到这四个你会被摒除在佛门之外，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啊，在修佛教里面啊，它非常的重要然后啊，那个无间罪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然后破和而生，恶心呢诸佛身血这个呢就是啊这个犯呢这个忤逆罪，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都是蛮这个严重的那一种罪过。那个无间各位同学，就是受苦啊没有间断，叫做无间。我们一般都说阿鼻地狱啦，它无间呢是翻成中文的无间呢那个罪，悉能令发菩提之心，维持生mạng一忏体备，就是他生下来啊心地就不好，一生下来眼睛就不见看不见了，那个在形容那个一忏体。迦叶呢白佛言：犯四重境啊，即无间，名即众恶。这个迦叶呢就问释迦牟尼佛，说犯四重境啊，即无间，那个名啊极重恶啊，就是他的恶啊非常的重，譬如断绝多罗树头，那个多罗树啊非常的高啦，足悬的足大丛的，可是啊你在那树头你的手筋你甲剁好长，伊遐尼悬都无效袂活所以这个比喻啊，就是啊，我们的根源，我们的心性啊，假如说是恶，那你往后你讲咧悬到拄天的遐尼啊遐尼啊好的迄个树啊，悬啊袂活啦，迄拢无效根甲剁好长，伊长就拢死啊。那个表示说，你在外面所做的非常的让人称赞，可是你心地很邪恶，那这样就好像那个多罗树，那么更不护身，他没有办法再活下来。是等未发菩提之心，因何能以作菩提？所以迦叶就问。这个四重境无间呢，已经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什么还可以做菩提？那么佛就回答说：世之众生若于梦中梦堕地狱受之苦恼，即生悔心哀哉。
我等自招此罪啊！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啊，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所以佛就讲说那个犯四重禁啊及无间的罪那么重，他呢在睡觉的时候啊做梦，会梦到堕入地狱，然后受之苦恼，在地狱受苦。那在地狱受苦的时候啊，他就后悔了，就生呢悔心说呢自己怎么会遭这个罪过犯了四重禁无间罪那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啊，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我今所见罪是极恶，从事绝语这个时候他醒过来即知正法，有大果报所以这个做梦了以后还帮助他呢帮助他能够知道这个就是罪恶的他犯了以后还不知道他犯了罪恶的罪梦境之中都已经呢给他警告他能够后悔，能够呢改变所以这个反过来醒过来以后你就知道正法有大果报这个我们修正法呢也一样，都有大果报。如比婴儿渐渐长大这个婴儿呢他会慢慢的长大，常做四念是一呢最良，善解方药。我本处胎，以我母药母以药故身得安稳，以因缘我命得全取哉我母，受大苦恼，满值10夜怀抱我身，寄生之后推肝气湿就是那个婴儿尿尿大小便呢那个母亲吃甲气接受，然后把婴儿推到干的地方去他湿的呢也不给婴儿去沾了，那么辞去不见大小便利如仆长也，将护我身，以是义故当报母恩摄养侍卫，随顺供养，犯四重禁及无间罪临命终时念是大圣大涅槃经，虽堕地狱畜生恶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是为人作菩提因除一忏提。所以佛对一忏提本是感冒了，所以每一次讲都把一忏提踢出外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在凡尘也可以看到一些人，他起心动念都是歹念，很奇怪只要起心动念都是歹念，那所做的行为都是危害众生自然就有这一种人那都接近一忏提啦所以他自作还是他自受了苦还是苦到他自己所以这个睡觉醒过来以后他就想到说好像婴儿会渐渐的长大，然后呢又回想当作思念是医最良就是那个医生最好善解方药，能够了解那个怎么样可以解除我们人类的痛苦。那么我本处胎以我母药我在处胎的时候给我那个母药，那么母以药故身得安稳这个母亲呢有这个药安胎的就安稳。那以是因缘我命得全这样的因缘我呢就可以生下来，然后就可以慢慢长大。那么其灾我母受大苦恼
满足10业，怀抱我身。所以各位贤贤，我们都是要感谢这个母亲呐。你看怀胎开始这个286天，拢排一条球，很辛苦嘞。可是啊，我们哪个在感激那个母恩呐？好像都等到唱善歌的时候才会想啊。剩的拢袂记哩啦。剩的拢来母亲呢放个我，放甲我。搁今嘛你看社会风气不好，为的那个吸毒啊，结果跟母亲这个发生吵架，又把母亲给杀了。你看这个什么世界？那个有感谢母亲把他生下来吗？大概相反啦。你若给我生就好，我拢遮艰苦，就是你给我生来，我才会受遮多苦啦，对不对？那都无人应。这是反话啦，相反的话，要感谢讲佳哉你给我生落来，我才有法度拄着道，才有法度来求道修道，才有法度成道成佛，爱感谢啦人讲我全世间受遮济苦，受苦是应该啦，爱当作食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母亲这个养育孩子以往在我们那朝代讲即马生啦安尼平安加酒香，若生了无平安，就搬茶帮。都以前的都讲得真道古真像样。你若生了以往的医学没有那么发达没有发达的时候这个生下来，假如说有一点膝盖差，我真想要得贵心了啦，贵心的茶帮装在棺材里面，所以我们要这个感激那个母恩母亲呢把我们生下来。然后祭祀之后推肝弃尸就是把婴儿推到干的地方去，也把那个湿的去掉除气不净，又把那个不净的去掉大小便利这个呢都这个母亲自己这个接收，然后呢如哺长养加护我身那么以是义故当报母恩，就是要报答这个母亲的恩惠摄养4位随身供养一定呢要这个最起码在这个生活方面呢都使这个母亲不缺都能够随顺供养。那么凡4从尽及5间临命终时念是大圣大涅盘经虽堕地狱出生恶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是为人亦为世人受菩提因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生活之中有犯4从尽无间罪可是会念大圣大涅盘经一样都有菩提因可以成道成佛。复次譬如有人以杂毒药用途大苦，于众人中即令发生，虽无心亦闻闻之皆死啦。唯此一人等死者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亦复如是这个呢这一种这个知识就是很难去听到，就是用这个杂毒药来涂大
哦，这个呢很恐怖啦，哦，于众人中啊，即令发生，哦，迄个鼓，哦，会安尼出声出来，所以无心意闻，咱拢无想要听啦，毋过吼，拢会去听到，哦，闻之哦皆死，听到是啊啦，去互迄毒害死啊。那么唯此一人，敢若一个未死啊，不恒死者，哦，这个未哦，这个恒死是大圣典大涅盘经哦，咱有研究啊，哦，就迄个不恒死者啦，哦，虽然那个杂毒啊，涂那个鼓即令发生呢，只要你听到鼓声就会死掉。可是呢，我们有研究哦，大涅盘这个大涅盘经啊。哦，就呢，哦，不会横死，就哦，听了以后还是人拢好好，在处处呢，哦，知行众中啊，有稳生者，哦，所有贪欲，哦，嗔恚愚痴啊，须皆灭尽，所以啊，在处处，就是所有的地方，哦，不管什么地方所在，哦，那么知行众中啊。就是所有的我们呢不管是哪一行业的众生呢，哦，有五生者，有听到呢，哦，这个大涅盘经，所有的贪嗔痴啊，哦，贪欲嗔恚愚痴，须皆灭尽，哦，都全部哦灭尽。所以哦，各位先生，我们听了以后，真的要把贪嗔痴啊，全部呢都灭尽。那么其中虽有无心之念，哦，是大涅盘因缘力故啊，能灭烦恼，哦，而觉自灭，哦，这个烦恼，这个大涅盘的因缘力啊，可以灭烦恼，哦，而这个觉自灭，哦，烦恼的觉，咱拢怕觉叫烦恼啦，烦恼的觉哦，因为我们呢研究啊，哦，大涅盘。所以啊，各位要了解到，哦，已经不生不灭啦，哦，大就超越，哦，生死涅盘等空华，哦，生死跟涅盘平等，大涅盘已经超出生死涅盘，已经到绝对的境地了，哦，所以大涅盘跟波涅盘它是一样，绝对的。到绝对的没有相对，没有相对里面没有烦恼，我们在相对里面才有烦恼，对不对？咱伫凡人拢伫个烦恼内底啦，烦恼拢咱家己生出来，我们自己生烦恼然后自己烦恼，所以我们都太聪明了，被聪明误了，我们现在研究经验。要了解所有的两边各位先贤，所有的两边都是从佛性这个出来，所以我们回到中道佛性本体两边都收归，都把它收归了，烦恼消了，这样知道吗？所以那个神会教我们因为他从小就修道。见到六祖就问你见到佛性了没有？六祖一听，把他敲我，我打你是痛不痛？所以见不见是生灭，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学到了就是六祖教我们见是我们佛性见不见也是我们佛性不见所以两边见不见都是我们佛性，我们把它归到中道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佛性本体里面具备见，具备不见，都是佛性本体，这样知吗？所以生也是我们佛性本体感受，灭也是我们佛性本体感受，所以生灭都回到佛性本体，这样收归两边到中道。你看咱修道好无？你咧烦恼拢甲收回来，烦恼就无去啦。好用无？很好用
所以啊，我们学了就要用。所以闻到大涅盘你这个所有贪嗔痴都消灭，消灭们我们消灭了没有啊？我们已经研究第15了嘞。所以要知道啊，那个烦恼的结，烦恼的感，拢要透开，都把它解开，就没有烦恼了。学大圣者啊，虽修契经，一切之定啊，要待大圣大涅盘日。这我们学大圣经典啊，虽然都修持呢，去经去和呢我们佛性所要去做的一些事啊，的一切之定，我们呢这千三昧那个定啊有非常多。那么要待大圣大涅盘日，要等待这个大圣的大涅盘经，闻是如来呢微密之教，听到呢这个如来微这个很细微秘密那个教我们呢怎么样修，然后呢乃当造菩提业，我们呢就是要造这个菩提业，安住正华。犹如天雨啊，这个任意啊增长，一切呢之种，成就呢果实，这个西除积紧，多受丰乐。如来密藏无量的华语，亦复如是。世间呢诸事啊，如彼果实，多所利益啊，安乐一切能令众生见如来性。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啊，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地方明确的说，能令众生见到如来性，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明确的讲，不是在讲说释迦牟尼佛本身，所以这边也明确的说，所以啊我们呢要呢造菩提业。你看我们造业凡尘都造一些苦业，可是这边佛就讲要造菩提业，然后安住正法。我们在正法里面安住，就是我们呢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所以正法呢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正法安住这个正法就好像呢这个天雨任意长，一切之种可以让所有的这个所有生长的东西都得到呢天理的滋润，那么成就呢果实能够呢这个之种都能够得到养分呢，那个果实也都能够生就。能够生花成就，悉持积紧，可以除掉我们众生的那个积紧，那么多受呢丰乐。如来密藏如来秘密的宝贝无量华语，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世间呢出世如彼果实。这个涅盘经一出来以后好像已经呢这个成果可以得到利益的，安乐一切呢，能令众生见如来性。譬如良医闻他人指非人所持就是拍狼已经呢所持，然后寻以妙药并遣一时赐以食言轻食此药，施以彼人。彼人若欲知恶鬼神，以药力故须当掩期。所以好像良医闻到呢别人的孩子非人所持这个非人就是歹人，就是鬼就是那个不好的那个他呢所持。那么取你妙药这个良医就用妙药，然后并且一时拿给一个人
知与使言，给那个要拿药去的人说，经此此药赐予彼人，你赶快呢拿去给他，彼人若遇知恶鬼神，那个人呢遇到那个恶鬼，恶神，以药力故悉当远去，以这个药力那恶鬼神呢就没有办法住就会远去。轻若迟，你去的时候比较晚的话，武当呢自往，终不令彼往恒时也。你若是慢，我家己来，终不令彼这个往恒时，若彼病人得见实者，即无威德知苦当时得安云的，是大圣典大涅盘经呢，亦如是。所以我在讲，就是我们这个大涅盘经它的功效非常的大，可以辞掉知恶鬼神。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就是要守住我们自己本身的佛性本体，给过尤其我们这个身体虽然说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呢记住借我们用，可是我们要好好的用借假修真记得养足自己的本性那个别人若要来救你的时候要入来，你的心足用足强，伊就无法理啦。他就不会找你麻烦。不然你若那种六心无主哇，伊就把你窜进来身体变他在用，结果他讲的话，他做的事，都你要承担。所以我们要知道家己本性用健全你就不怕了啦，就不怕这一些不然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个我们这个5度空间我们一出门尤其我们都会这个心地很好某某人什么过生了，我们都去去拈香。尤其就在那个时候很多都会遇到就是被一些那个鬼附身的。所以或许以前在后天庙就会教大家说，你要去这个帮人拈香记得你挽那个球挽球放在你的地然后你就跟那个我们的这个那个会场的地方都有很多的鬼啦，你跟他表明我是佛的人跟他不交往啦，安尼伊就袂地理袂车你啦，所以那个最好。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离开了才把那个丢掉了。我们太多切到这个动作所以有的你的关系无够强，伊就照你的身躯是地理看你伫倒就对你去到倒糟糕了。有时候他来用你的身体讲的话做的事都你要去负责的结果那不是你在做所以你要告诉自己的元神我是某某人，你要好好的守住家里不要被侵犯的这样好过日子题外话不过就是生活上我们一些遇到的啦有时候就处理起来很麻烦我们凡尘不起不有
什么事都会遇到。像之前啊，或许都讲，熬那个放符啊啦，熬就去拜那个大蟒蛇啦，有没有？那个真的会，你会这个因头转向，所以那个时候会就讲，你要把你自己呀、1万年的佛性本体，把它呢，能够专一的培养，只要你精神专一。你就在培养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你让它茁壮长大，让它有最起码强壮啊，不被那一些鬼来附身啊，这个最起码的，它都要见你都不会去怕，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之中有一些事啊，这个连佛都在讲，有一些恶鬼啊，还要用药才有办法把它清除掉。那我们呢，用的药啊，我们随身携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都有啊，有没有？我们都有，都要把它发挥，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妙药来治所有的恶境。恶的症状啊，我们都可以治啊。这个佛就没有跟我们讲啊，我们都不会用。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集之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经典，读诵通利，护卫他人，分别广说。若自书写，令他书写，斯等皆为菩提因缘。这个呢，佛都要我们先呢种那个菩提因。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及之外道，连外道呢，佛照顾就能够受持大涅盘经，那个读诵通利若犯四禁及忤逆罪，这个四从禁及忤逆罪，这个算在佛门里面最重的这个罪过。若为邪鬼毒恶所执，闻是经典，所有之恶悉皆消灭。如见良医恶鬼眼气，当知是人是真菩萨摩诃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非常好用。这个闻是经典所有之恶悉皆消灭。所以所有的邪鬼恶毒手持能够呢听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有之恶悉皆消灭，都消灭了。好像看到良医，恶鬼都赶快远去了。那么方便除灭一切烦恼，修学净身，不坚固讲，为水入山谷，水者呢欲深受苦，如水上泡；入者呢欲深不坚，如芭蕉丝。其山谷者欲烦恼中，修无我想，以是义故声名无我。如来如是，以知弟子渐渐教学9部精华。就是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是本身常行重诵。孤其未曾有论义无问自说。那么其中方广受记无问自说为大乘佛法。那么以9部经美为通教，这是9部精华。它里面呢没有方广受记，没有无问自说，因为程度都还没有到那么高。那么令善通利然后教学。如来秘藏为其子说。那么如来是常
如来如是说大圣典大涅盘经，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方便除灭一切的烦恼，然后修学呢净身啊，不坚固想，我们呢，要修学净身，然后有一些呢坚固想，为水陆山谷，随着比喻啊，身受苦，好像水上泡，一下子就消失了。入者比喻啊，身不坚，好像芭蕉树，芭蕉生了它就死掉了。其山谷者啊，欲烦恼中，修无我想。那个山谷啊，就是呢，我们了解修烦恼里面，底下山谷来对啊，烦恼，然后修无我想，就是没有，这个烦恼里面啊，没有我。以是一故呢，声名无我，如来如是呢，以之弟子渐渐的教学，九部这个精华，令善呢通力，然后教学如来秘藏，所以能够教如来秘藏啊，那个就是已经呢，修学蛮久的时候，那么为其子说，如来是常，如来如是说大圣典大涅盘经。为之众生呢，以发心而即未发心，作菩提因，是大圣典大涅盘经，不可思议啊，未曾有也。所以这大涅盘经啊，就是很难得啦。我们呢，这个整个社会也没有在这个解说啊，涅盘经，有听过吗？我们连听，好像连名都没听过嘞，何况是我们研究里面的经文。所以佛呢为诸众生呢，以发心的还是没有发心的，都为他们做菩提因，就是呢大圣典大涅盘经，就是有这一种功能。那么譬如大船。从海此岸呢，是以彼岸，不从彼岸啊，还至此岸。如来正觉亦复如是，成大涅盘大圣宝船，周旋往返，济度啊众生，在处处啊有应度者，悉令得见如来之身。以是义故啊，如来名为无上的传师。这边呢有悉令得见啊，如来之身。各位前贤，我们有没有见到如来之身？都没有哦。不是说吗？肉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了如来，不是已经有说吗？见了没？都不敢肯定了所以啊，我们了解，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有能见，有所见，有。能见所见是凡尘生活里面的状态，这个啊能所我们把能所已经合成一体了，无所见，我们见了，咱看，但是拢无看到形象，我们已经看了，没有看到形象，就是我们把能所合成一体啦，把能所合成一体以后就是一个绝对性。那我们所看的极性啊，这整个就是如来了。如来之身啊，就是我们法身啊，就是我们佛性所呈现的所以你把能所融成一体了。融成一体以后，你所看的
就是如来之身。安尼看到无？有个人用想象的，用想象的不行哦，要实际的才可以想象的那个是妄想，那妄想我们生了毛病。我们讲真理不讲妄想都是讲实际的这个法门。那实际的我们就是了解，当你都了了分明，没有能守，那个就是如来身。安尼更较实际啦，比较实际一点。你能够不是安尼空空洞洞这个茫茫然，不是，是很清醒，都知道，可是已经没有能守，很容易分了。我能看，我所看，能守先明了，没有能守，没有能守各位浅显，我们就比喻了，我们有没有在呼吸？有空气对，我们看到吗？对，所以我们眼睛能看，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有没有能守？已经没有所见了啦。你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它已经合成一体。这个是比喻啦各位要了解到，就是把能所合成体，没有两边啦，没有什么就是已经合成一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见的如来身，不是空空洞洞，不是用的杜撰，不是用幻想，不是不可以我们修是要实实在在。我看我看没有能看的我相，没有所看的法相，已经把能所已经合成一体，我已经归还到如来。所见的就是如来身，就是到如来的状态，会吗？很容易啦。我们自身障碍，自己产生很多障碍，你把这些障碍都去除掉，比较第一个就是要专一。你专一的时候培养你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也叫做元神。你培养你的元神，你元神培养够，你就不怕这一些鬼，这恶鬼神不怕了。我们从我们专一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又可以延伸引申到我们的那个绝对体，没有两边没有对待。因为这边写说悉令得见如来之身，所以我把这个经文里面所交代的我们把它的这个讲解出来，让我们这个都悉令得见如来之身。到底见到了没？都很怀疑，都还不敢肯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所以要努力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努力的把那个能守把它揉成一体。所以连我们那个以往所说心静一如幻思维然后但不慈善，积之岁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我们把我们的心跟所有的境已经把它合成一体，就是已经没有能守了。我的心就是境，境也就是我的心，心跟境合成一体，
啊，不换思维，你换思维，哦，就已经又进入我们老路了，哦，又是妄想，哦，又是全部都是假。可是我们心清有的时候它是真，心也真，境也真心跟境它没有分，境也就是我的心，我的心也是境，境跟心已经合成一体，不换思维。你只要这样，但不慈善，不要让这个散失掉，然后积之岁月，就是你要时间不是只有马上就成功了，积之岁月而不惜开，你的心开了，开了就是能守一如了啦，就已经见到如来身。你更加清楚不？有没有？所以这个讲的可以反复再听你反复听就很熟悉。当你很熟悉的时候你也会讲给人家听当你会讲给人家听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守了啦。能守已经双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你看念到佛学博士都还不一定懂，所以才跟达赖喇嘛那个对谈。等我讲完了，你看，能说的我相，所讲的我相，能守鲜明，所以他就第二次举手说，等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为什么，那个就没有过去心，所以那个三心没有。三心没有，三世摄受不了。你三世摄受不了，六道轮回没有。所以你看，这都是蛮高程度了，已经没有能守，没有三心是相。所以那个你看，就在言谈之中，你理论一大堆讲的这个讲不完哇。唔捌，听也无法度去做，然后这个马上很简单的，你就可以做，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没有能守，就已经全部都回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就已经回来了，都是当下。所以我们在我之中也要消灭三心过去的已经过去不管是得意失意都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要去拉回来。那未来的还没到，你也不用策划，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又不住，我们说现在过去2秒。现在又过去了，所以现在带不掉。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带不掉。我们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没有三四相，没有能守。三世可能 keep 不掉，唔免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要自己解脱了，这个一定要自己努力我们只在想过去的事，一直策划未来，策划未来辛苦爱用佛性唔免佛性唔免去策划，佛性它活得好好的，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伊拢袂变化，唔免你去甲规划，都不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真的进入这个佛世界那个是不可思议袂使用头壳来想，袂使用嘴来论议这都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啦。譬如有传则有传书；已有师传师，则有众生渡以大海。这个
有船哦，有人要坐啦，哦，要渡过哦大海。如来常住啊，化度众生呢，亦复如是。哦，复次，比如有人在大海中，哦，乘船易渡，若得顺风，须臾之间呢，哦，则能得过无量由旬，一由旬啊有30里，若不得者啊，虽复久住，经无量岁啊，不离本处。有时船坏啊，没水而死。我们呢，有人在大海之中，乘船易渡啊。所以这个有一点在讲，我们众生呢，在苦海啊，这个海很大，在大海，然后我们乘船易渡，要到彼岸，清净的彼岸，那我们呢，若得顺风啊，假如说能够修得顺啊，这个须臾之间很快了，须是很短，短，这个很短的一刹那叫须臾。那须臾之间呢，则能呢，这个得过就可以啊，经过这个苦海，到达清净彼岸，无量由旬，能够呢得过啊无量的由旬。若不得者啊，假如说没有办法，没有顺风，那个虽不久住啊，我们久久的都住在苦海，经过无量岁啊，不离本处。咱搁较久拢伫苦海内底，所以不离本处。有时候船坏了，就没水而死，就呢存在大海中。那么众生如是，在于此啊生死大海，我们众生呢，拢伫生死大海。为什么在生死大海？就是愚痴啊。就是很笨，不知道呢修，所以才会在生死大海。那么乘之行船，若遇得，这个直遇呀，若得直遇大般涅盘。假如说我们能够呢，遇到啊大般涅盘，猛力之风，则能及到呢无上的道岸，很快啊。就可以啊到达清净的彼岸。若不知遇啊，当久流转无量的生死，或时破坏啊，堕于地狱，不生恶鬼，所以我们呢，这个在生死大海啊，假如说能够遇到啊大般涅盘，这个猛力风呢，就可以啊很快到清净彼岸。假如说呢没有遇到啊。当久流转六道轮回无量的生死，或是破坏啊，就堕于地狱，就进入次生恶鬼。然后我们呢还剩下有9分钟，给这个各位先贤提问，因为刚呢有那个问题啊，或许有先看了，所以留大概9分钟的时间啊，就这个可以这个回答。好，请说。请问一下有疑问啊，他说佛陀所说，众7000百年所造业果，因缘际会，果报还自受，可知其业故啊。但后常地藏菩萨本愿心忧中，能现有地藏菩萨佛号法相，而能其敬畏礼拜，而能消除罪业，永罪善恶道，其二者是否相左？请问。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呢这个以前啊都有曾经呢都时常在提。众经百千劫啊，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所以这个重点各位就要先了解到，他一开头就提了，因为啊，这个纵然你经过非常久的时间，
诵经百千劫非常久的时间，我们呢所做的业它不会消失。这个呢就讲因果啦，然后因缘会意果报还自受。这个呢，它只要呢就是在欠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行为念头这个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那个因果就是因果的关系。再怎么久那个因果全部呢都在这个经过百千劫那个这个所做的业它不会消失，永远都在。可是科学有讲，我们呢这个所造的业是一个因，这个因我们不要让它遇到缘，因缘不汇合你果报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怎么样使那个因不跟缘汇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我们现在已经求道修道，那我们在心中，假如说你都时时刻刻能够保持专一，能够没有妄想杂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虽然我们经过百千世所造的业非常多，那因为我们没有也让它汇合，那所造的那个因都在仓库它不会发我们不会去接受果报，所以会接受果报都是我们现在的念头最重要因为念头就是业那我们念头的业把以往的因拉来，我们要了解到你的念头起心动念很快，又很多，又很复杂，你的遭遇一定坎坷，一定呢不顺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不要妄想，不要有杂念。那妄想我们不用力就可以去掉然后杂念我们不念它跑来，那个一定要关照。你关照你的念杂念不起心动念，它自己跑来，你把它关照。你关照的时候，它刚开始很强又很密集，可是只要你关照我们那个杂念就是不想不起心动，它自己跑来的那一个念头你只要关照看住它，它就越来越没有力道，越来越稀疏，到后来就不见了那个杂念就没有。那妄想我们不要去用力去想妄想没有，杂念没有，我们要把那个因拉来的没有了啦，已经那个要拉那个以往我们百千世的因要拉没有了啦，我们不会拉来，那不会拉来就不会有果报呈现。所以我们用一个名词讲罪业消灭，其实它是在仓库，它都在，只要你在这个妄想，然后又把那个不正常的一切不合理的你都全部去做，保证你又把它拉来，所以它可是你假如说是保持无念清净绝对不会把百千世的罪业拉来，不会，因为要遇到缘你不造缘不造缘因不汇合，你果报就不会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虽然有一点说好像比较叫什么较巧的抓去吃，较容易去接受，可是这个要经过修了你要怎么样到达清净，你要怎样没有念，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行为是容易去控制，可是在念头就不好控制你那个胡思乱想，那个起心动念是很频繁的
啊，你要怎么样使他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那么多的那个念头，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只要你努力那一个能够让你去受苦的罪啊，没有。为什么？因为因缘不会合。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因缘都不会意啊，你哪有果报可以受？所以啊，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讲的没错那个就是千百年啊都通的那个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确实是这样。可是你在修正的时候啊，你从因缘会意时你努力，你果报就不会来了，是不是罪业消灭？虽然罪业都还在，可是啊，你没有缘让它碰啊，它就已经不会来。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它里面的含义。然后那个地藏王菩萨念经呢，他说只要看形象诵我的经啊，你那一些啊就可以消灭，这是鼓励啦。鼓励我们多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多持诵的话，你那个慈悲的心啊就会呈现。那慈悲的心呈现啊，跟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是有一点类似啦。你慈悲心呈现啊，歹念没有，那所有会接受的那一些恶果它就会不见。可是他还讲说不落入三恶道了，没到天道、阿修罗道还有所以他呢是鼓励性质，循循善诱了。跟我们讲那个我们一生这一世啊，你努力的能够专一修我们的元神不生不灭的本体呀这个很重要。你能够修正了以后，你百千劫百千世啊所造的业啊，拢甲藏在仓库，伊袂发业绝对都永远在仓库，所以罪业都消灭。下各位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诚，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人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19页，对不对？那个19页左边第几行？11啊。众生如是吗？如是再下来。护次，从护次这边开始。护次，譬如有人不遇风往，守住大海，做事思维，各位有找到吗？我等今则必在此时就会在这个地方死掉。如是念时呼吁避风，随顺的渡海，复作是言：快哉是风，未曾有也。令我等辈安稳得过大海之难。所以这一段呢是叙述啊那个比喻的内容。那众生呢如是久此一痴生死大海，就是我们众生很久的时间都在六道轮回因为不知道这个修持可以脱离这个苦海所以都在这个愚痴那个无明之中就六道轮回。那么困苦穷却未亦如是大涅盘风
就是没有得到好的这个修持方法，然后现在呢，遇到这个佛讲涅盘经，就是大涅盘风，则应生念我等必定，堕于地狱，出生恶鬼，使众生思维之时，呼吁大圣大涅盘风，随顺吹向入于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德正等正觉。那么方知真实生奇特想，叹言快哉，很赞叹的来说很痛快。我从昔来未曾见闻如是如来微密之常，就是从往昔以来没有听过这个如来微密这个教微密的宝藏，而乃于是大涅盘经生清净性，所以我们呢众生都在这个苦海之中都一直沉溺，现在呢遇到了上天大开普度，又我们研究心理心法，知道呢可以到达无上的正等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就可以脱离这个苦海，所以很这个难得。复次善男子，如蛇脱皮为死灭不？佛就在问说那个蛇脱皮它是死掉了吗？那从这个这个弟子回答说不也是真，说不是死掉。善男子，如来欲尔，方便示现，即舍独身，可言如来无常昧也。所以这边呢，如来又问大家说，如来也是这样，方便示现，示现在凡尘，带领众生修道。然后现在要把这个身体放舍去除掉，所以说去舍独身。可是我们众生来讲，我们对我们的身体都不敢用独身都是宝贝身体都是宝贝。可是佛就讲，你看佛的身那么殊胜他都要去掉，就又讲是独身。问呢是不是如来已经无常灭了就已经死掉？然后呢，弟子也回答说不也是真，没有没有死掉。如来于此阎浮提中就是南赡部洲阎浮提，方便舍身如比毒蛇舍一固皮，好像那个毒蛇把它的那个皮脱掉，就是要更长大了，那个旧皮就是脱掉。是故如来名为常住。如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是呢常住不迁，永远都在，而且如如不动。我们一定要体会。上个礼拜我们有详细说，说呢我们的佛性是无所不在，而且不会这个千变的因为没有形象，也没有生灭，是最殊胜。那么复之譬如金丝得好真金随意造作种种之器，就好像那个帕吉玛师傅得到呢真金好的那个金子，那么随意可以造作，看要手环破链手指就随意就可以造作种种的这个之趣。那么如来欲尔如来也是这个样子，以25有悉能示现。这个25有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者都一再讲就是要各位都有印象啦。
那个25有就是三界，三有，有因有果，叫有。那25有是详细说了，欲界呢有14个有，色界啊有7个有，无色界呢有4个有。那或许再把那个内容再说一下，容易记的话呢，就是我们欲界啊有天道，天道有6欲天，就6个，然后人道呢有4大部洲，就4个，加起来就10个，然后还有那个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4个，就14个，那6欲天里面呢，最低啊14天王天，那第二呢忉利天，就是我们说的33天，33天就是忉利天啦。它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就是居中，然后东西南各8天，总共有33天，这叫忉利天。然后第3个呢叫夜摩天，第4个啊多帅天，第5个乐变化天，第6个他化自在天。那摩西所罗天呢，是以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我们了解说魔王是在异界的最高那一天，是所以他化自在天就6个。然后我们人就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北俱泸州人民最长寿了，它有1000岁。我们南赡部洲是最短寿，不满100岁而已啦。然后东胜神州呢有这个500岁，西牛贺州呢有250，我们是最夭寿了，短寿的就有10个了，那这个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4个就14，欲界14个有果。然后我们了解说阿修罗道呢，有时候我们都把它列入善道，可是佛呢在讲的时候都把阿修罗列入恶道，就是三恶道又加阿修罗道，它呢就是好战斗，都没跟人争，好争好斗，所以佛不把它列为善道。那在色界呢，就有那个初禅，初禅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这个离生喜乐地已经离开这个欲界的生死，已经进入色界了，所以那个初禅然后呢这个大梵天因为很多那个印度的一个修道人呢，他们不是要修到回去无理天，他们要回到大梵天，所以把它列入这个色界的一个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五净居天跟无想天，就有7个，7有，那个是11色界。那无色界呢有4空天，空无边处天，是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就有4个，然后加起来14加7，加4总共25，所以25有，我们呢都要有印象。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在哪一天？我们在人造的南赡部洲了所以在欲25有因有果所以我们修呢就是要超出有因有果，进入没有因，我们不造因，所以不用受苦没有因没有果，已经超出25有，超出三界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么25有呢须能示现如来在25有全部都可以示现不管是哪一个色界欲界然后无色界都可以。
那么种种色身这个视线啊，种种的这个色身，为化众生啊，拔生死故。就是要度化众生，拔掉啊我们呢众生的生死。我们在凡尘啊六道轮回啊，就是脱离不了生死啦。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生生死死一直啊轮回。然后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里面啊，没有生也没有死。所以啊，我们呢，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努力修，修正出来，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都已经到如如不动，常住不迁的佛性本体。本来光明是佛性本有的，各位就可以想象咱今嘛没有佛性光明，咱拢看无到光明啊。即马认真啊修要佛性光明，即马会记光明啊，还安那袂记哩咧？袂记变暗，会记哩光明袂记暗，明甲暗变做互相伫咧交替，安尼做啥？生灭啦。本来迄个佛性本体的拢真光明啊，拢无变化。没有变化，可是你一加了加明的变化，变生灭了。你会记你加光明，若袂记你加黑暗。伊本来人伊家己就真光明就好啊，加薄加熬，佮加个要甲修好伊光明。你看我们不是这样讲吗？佛性都是很黑暗爱甲修好伊光明，有无？结果你看，一加明就变无明，不加都本来就光明的，所以我们问题都出在这里，所以文殊菩萨就讲熟立啊，那个能熟建立了照性王，我们佛性本体的那一种照性，本来就很光明的照性啊，王无去啊。因为你变你较老咱进前拢逐渐咧讲人定胜天，有无？敢有影人定胜天？无法度胜天啦，人较安那讲嘛，伫咧天的底下，哪有法度胜天？所以那个能守一建立佛性本体的照性就亡，都已经没有了，死亡了，佛性本体的光明就死亡了。所以就讲这个是世界的由来，因为我们迷跟妄才有虚空，迷妄呢才有虚空，那依这个空来建立世界啦。你看世界的建立是我们众生的迷妄，它才建立的。真假？伊的来源就是迷妄真假？假啦，世界假。咱即马讲伫咧，你若出去甲人讲世界假人讲你神经有问题对是安尼，对不？这个是讲真理的部分他说因为迷妄才有虚空，那因为虚空才建立世界，那因为世界建立了才有众生，因为有众生了以后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都是从我们的迷妄来，所以一念无明生三系就是开始迷啦，妄都是这样迷妄这个有虚空，然后依这个空才建立世界想成国土你看这个我们的念头想跟那个成境我们的念头跟成境就变成国土就是世界那个建立的意思已经有国土了。那有国土了以后
知觉乃众生。哦，那个有知觉啊，就是众生。哦，有知觉的就是众生。所以啊，先建立世界，才建立众生。它实际上一连贯下来，从迷妄才有虚空，因为空才建立世界，因为世界才有众生，因为众生啊才有业果。所以佛跟我们讲啊，只要两个字不随，你不随世界，不随众生，不随业果，就解脱了啦。我咧想讲咱拢嘛想讲要甲人共款就好，对无？你若甲人无共款，足奇怪随不随？哇，随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大概要马上说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啊还不容易。对大家拢共款的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就讲，空生大觉中啊，这个空迷妄有虚空的这个空，在我们大觉中产生。那空生大觉中它呢就好像呢如海鸥花，好像那个海水那个波浪引起来的泡泡，一个泡泡就是一个海鸥啦。那个涡，这个呢涡很快啊砰灭掉了啦。所以啊，有漏为成果啊，皆依空所生。这有漏，我们呢有烦恼啊为成一粒尘啊一个国度啊。所以我们现在世界啊这个国度很多啊，你看拢假啊，源头拢假，假的啦。所以啊，你看研究到这个程度啊，高不高？你看咱研究的实有够悬的程度啦，很高。你若讲伫咧下骹咧讲的都爱做都要安那，你看差这差王，差得很远啦。这个因头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啊，我们那个完成啊能够成立的虚空啊，是因为迷妄才有。然后有虚空了以后啊，才有世界，有世界以后才有众生，有众生以后才有业果。就都这样呢，一直啊在轮回不息。那欧妹啊，空本无。假如说那个啊，海浪引起来的泡泡，那个泡泡灭掉，空本来就没有。你看世界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业果也没有。所以啊，欧妹啊，空本无。况复啊，知三有。空的无啊，要哪个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要哪有？拢无啦。所以这个文殊菩萨，我说看遐侪经典拢无伫咧讲世界成立啦，安那成立拢无，敢若文殊菩萨伫遮讲，所以或者说哇，真好，能够把那个形成天地的原因讲出来，让我们了解，说原来世界的形成啊，就是我们一念妄动，搁较那想袂通。那会咱的妄念如何都形成世界，众生业果，真的你都想不透。所以我们要回去就是要把我们的妄念去掉。你妄念都没，无妄念，你叫我都回到原来本点。你若有妄念就是伫咧六道轮回内底咧轮回啦。你拢无啊，这拢无。这拢无的时阵，我们的声音就断了啦，声相会尽了，拢唔免伫凡世间不出来，无形象啊。所以啊，我们就是要研究才会知道，说原来啊，我们在凡尘都是多余的。你看咱伫咧处理代志你那个回到咱人的最终点的时候，再来看我们一生，是不是拢假？都是多余的啦，假。
所以啊，迷妄哦，有虚空，有虚空以后哦，然后才有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啊，你看嘛，本来都拢无的呀，哦，本来都没，哦啊，我们呢、就是自己假搞啦。我们不要起心动念就好啊，假搞好，起心动念讲好，我真要做做工课。所以啊，这个阿昧啊，空本无，形成世界的空啊，本来就没有，没有哪有这个三界，异界、色界、无色界，都没有。然后归元啊，性无二，归到我们的本来，它的性不管你怎么修，都能够归到本来的话，佛性都一样，归元的性无二。方便啊，有多门，要怎么修呢？25门都可以，你用什么方法来修？只要你有办法回到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可以，都已经可以回到本来了，所以啊，今呢白素贞，佛出娑婆界，佛出现在娑婆世界，他此方真教体呀。这个娑婆世界的真教体，清净呢，在因闻，就是要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都是在因生以及闻性之中努力清净啊，在因闻。那么忆其三摩体，要呢得到正定，三摩体啊，就是我们佛性啊所呈现的正定，实以闻中路。我们要从呢闻性之中呢进入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我今呢起如来，就文殊菩萨呢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讲，如观音呢所说，好像观世音菩萨呢他所讲，说譬如啊人静居啊，一个人静静的居住在家里，因为呢静静的居住在家里呀，才能够分辨十方的声音呐。那十方呢，都击击鼓，都同时在打鼓。那10个地方呢，一时闻，同时啊就能够听到。此则语言真实，就是啊我们的闻性啊，圆满整个虚空一样。然后隔远听。音响，我们隔了墙壁，那个圆就是墙壁，我们隔了墙壁在听音声啊，遐迩俱可闻，不管是近的不是远的都可以听到。5根呢锁不起啊，我们有6根，这个耳根呢就可以听到呢那个墙壁啊传过来的音声。那5根呢它没有办法到达。4则通，前面哪个圆，这个地方通，圆通，我们修就是要修圆通，圆通古佛啊，我们就是了解到看我们娑婆世界啊，那查某的无要修，好，我来出去查某，所以他就出生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圆通古佛。圆通古出生的观世音菩萨，我们完成这个苦道想修可以成就了。然后你看那个干净锅就是观世音菩萨点废水来出去，所以他们是一体的圆通古佛，然后观世音菩萨，然后自生两一体的。你说它是3个吗？现象是3个，可是来源是一体的。这样我们就更宽广了。咱讲自生两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圆通古佛。所以这个呢就是通那么音声呢性动静那个音声呢。它的性动有声音，静没有声音，所以没有声音也叫声我们都有声音的时候，
有，没有声音的时候，无，哦，以我们的生活习惯，无声的时候无，啊无想听的无，也是一样佛性颠倒啊，哦，所以呢，哦，因声的性动静，稳中呢为有无，哦，我们稳中啊，有声音就有，没有声音叫无。那无声呢，好无稳，哦，无声人讲哦，无，非实稳无性，唔是讲咱的稳性无啦，那么感官听到，声无即无昧，哦，没有声音的时候啊，我们稳性没有昧，声有啊，亦非声，声音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声，所以声昧啊，二远离，哦，声也远离，昧也远离，是则常，哦，所以啊，这三个，一个圆，一个通，一个长，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啦。圆、通、长，哦。那么重令啊，在梦想不为呢，不思无。哦，我们在呢梦想的时候啊，哦，一样啊，哦，不是说我们没有六根已经没有用了，哦，就全部什么都没有。哦，觉观呢出思维，哦，我们的觉活性本体，我们的观活性的功能作用，超出呢我们的思维，哦，身心呢不能及，哦，那个身心呢都到达不了。那么众生呢迷本文，我们众生呢迷昧啊，我们根本的稳性，哦，就是迷本文，寻声呢，哦。故流转，我们都追寻声音啊，一直在追声音，所以才六道轮回，追啦，这个寻声呢才流转。那将闻持佛，我们将我们的闻性啊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何不呢自闻闻？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呀？用自己的稳性来稳自己的不是不昧佛性本体，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这个假如说不讲解，你看这个文字啊，将闻持佛何不自闻闻啊？我们会知道它什么意思吗？就不会知道了。可是你说，将闻持佛，第二个佛就是我们佛法。对。然后闻就是那个佛，第二个那个闻就是佛性。对呀。所以这样其实就是。对呀，我们将我们的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何不呢自己用自己的闻性来闻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看意思就明了有无？可是要讲啦，要讲出来，才清楚。不讲出来，持佛，自闻闻，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文字归文字啦，不会落到我们身上来用。可是讲解出来，原来这样我们不用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不用，我们自己用自己的闻性来闻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样就好了。你看真清楚闻非呢自然生，因生呢有名字。这个闻它不是呢自然产生，因为声音才有名字因为有声音，咱们才有法度听。因声有名字，然后弦闻与声脱，弦就是旋转，旋转我们那个闻，我们的闻性呢跟声音脱离，我们闻性呢不要被声音拉来拉去这个要功夫啦，这个弦闻旋转我们的闻性跟声音脱离，那么能脱亦随名，就是能够脱离那个生成的，那我们要讲什么名称呢？就已经恢复到那个佛性本体了，
哦，这里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因声有名字，请你再解释。因哦声有名字。因为啊，有声音啊，然后我们听到啊，然后才有闻，才有闻的名字啊。哦，是这样，是闻的名字。对呀、对呀、因声有名字啊。假如说没有声音的时候，你要听什么？这个比较通俗啦，一般化，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经典就是要透彻，你透彻知道的话，你就会说，会说了以后啊，还可以教人怎么做，会做了以后啊，就有成效，成效功夫了就可以成道，就可以成佛，哎呀，对呀、就是连在一起的。你假如说你都唔知影意思都唔知影要安怎做，袂晓，袂晓做要安怎有法度成就，对不？所以一定呢要全部都了解透彻。你讲是玄文与生脱，这个解释还是不太知道。旋就是旋转啊，旋转我们的稳性跟声音脱离。你知无？就是旋转啊，咱会去有声甲咱扭去啦，即马就是讲莫扭，咱甲伊转过来，把稳性啊旋转，甲伊转过来，转过来甲声音开，声音是声音，我是我，已经离开啊啦，离开了后就无半项啊啦，拢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甲迄个声就无关系啊，因为声会甲咱扭，咱去互声扭甲惯势啊，拢会去入声音啦。我想是那个怎么转？怎么转啊？对，那个转是一个功夫跟一个。对，那个。转不回来，是转不回来，会一直出去。要怎么转这个真的就是实际的啦，很实际的像说那个电风扇在吹了，我不说你还不知道有电风扇的声音，有没有？听得到，我听到啊。对，你今嘛去有电风扇的声音扭去，我甲你讲以后，你就注意的听，有啊，电风扇的声音。即马你转换一个心情，电风扇的声音，你全无感觉有存在，已经跟声音脱离了，安尼样。就是不要把它放在那个上面。对。就是不理它，就是对照样流就对。对。是这样的意思。对，跟声音脱离了，已经你转移啦，把你的心境转移，一转移了以后啊。那个声音污染，声音有，可是我已经不受它影响，我不会被它拉着走。那如果说我现在牙齿痛，我就不要去一直想牙齿痛，那它是不是就会比较减轻？对呀。你一直牙齿痛，一直注意你的牙齿它绝对痛得很厉害。你转移。看你有什么那个幸福如意的事啊，你一直想象。你袂记你自己咧听，袂记啊啦。就比方上个礼拜或许就是在牙齿痛，然后我就在想，有没有那个不痛？对，有一个不痛。对，然后就会还是很痛，还是觉得很痛。很痛是身体啦，就是还是回不回来，真回不回来。对啊，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都是实际的功夫啦，像或许去脚底按摩，它一定是很痛的啦，或许身体不好，脚底按摩师傅讲，我的刷，颗粒啊，足济啊，一粒一粒啊，就明显就是身体不好，他一抓就很痛，大家都会哀哀叫，
我是要训练看看我那个佛性不痛的，我就赶快转移。开始的时候啊，我要转移，看看那个附近有什么声音，我就把注意力啊转到那个声音，然后啊，一阵子以后啊，可以的，可以呀，这个身体的痛跟我那个不痛的佛性，竟然可以分离呀，我就回来看看啊，回来看看的时候，有嘞，就是两个，一个很痛的身体，一个很不痛的佛性，就是两个，就很明显。所以为什么我在讲心理行为有办法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这样详细说，就是有的体验。你没有体验的时候啊，讲的用想象的啦，想象的不可以，那个是妄。你真正的去体会，那个是你自己实际经历。那实际经历你就可以说得出来，是这样啊。你看那个时候我不是讲嘛，那个后来又换一个，两个都很魁梧，又换一个又帮我做，都是很大力，伊拢做到规身躯干啦，我拢袂爱啊不相信，你这样呢，手啊遮济一定足痛的，哪会袂爱？一直帮我好者做，到后来讲你也一支插棍啦，那个时候。正经你体会到痛就是袂痛，虽然那个长那个硬已经拢伤到皮肉了可是真的还是不痛的还是在，那个佛性不痛的它还是在，只是说等一下他投降了以后，好啊无法的，然后我缴钱了以后600块的钱拿的顺我们人都你看那么早期的时候就600块。你看我们人都有一种我就想袂使闹气啦，对吧？你拄则有法度，你即摆爬袂起来，我就告诉佛性起来，膝脚骨已经受伤啊，我讲起来，真是起来起来安尼打落去头壳，我讲规个头壳那绵啊呢，整个软软的啦。规个拢软软，脚没有知觉性，已经拢无知觉性，软软。走，佛性咧行啦，这身体行去外口，我当时害啊，内底还有伊啊行坐，这里外口都爱呀。然后我就走到稍微一个转角是佛性咧行，行到一个转角，我就站定了，大概。5分到10分钟，脚的知觉才回来，回来就可以走了，回来就好了。但是已经真受伤，还过了很久才好。可是那个是肉体，我已经知道佛性那个高兴超过那个了，那个欢喜充满，知道佛性啊，摸到佛性的高兴已经超过身体的痛，所以我就讲真的我们要体会到，你要经过一段，确实很用心，像我去台中讲课那个赵美华，他竟然讲他本来是不想治疗癌症，不想治疗，后来有了大家鼓励他就治疗，然后听心理心法。他很努力听他也李美元给他那个普心那个心经，因为普心都有研究道理，所以去那边讲心经讲得很粗浅，很白话，有6片呢。我说我这老讲到有6块迄个CD 啊，一块头1点钟嘛6块就6点钟啊呢。我心经讲2点钟那是安那胡扯，是安那讲安尼讲到6点钟遐久，就讲6个小时。然后那个赵美华就是听那个，伊讲听到全入去啦，入去佛性内底，就听那个心经那6片，听
他说他听3部的那个机器听坏掉了。各位姐妹，你看嘛，你听一台刚好我都听到歹，你听3台，然后他今嘛伊讲伊的做梦都可以指挥啦。各位先生，当你做梦的时候有办法去指挥他嘛？他有办法指挥啦。你看嘛，功夫好不？我讲的人就无法度。他有办法，梦境可以指挥。我讲等于是都清醒啦。你咧困安尼困去啊咧做梦够有法度甲迄梦境指挥。迄袂使就好，我对遮安那行拢家己指挥啦。你看那个修啊，真的是修得很好。欢喜充满欢喜啊，人的癌症末期啊啦都足严重。欢喜啊是大家拢看袂出，敢有影？都有一点怀疑，敢有影你病啊严重？在化疗。对，他在化疗，然后还跟我讲一个竟然那个化疗医生拿错药，有跟你说吗？礼拜四也要讲。对啊。他化疗都不会痛，都不会不舒服。对啊，所以他们有拍 DVD，是丰原的那个道亲去拍的。他有问我说那一些要拿给谁啊？我说拿给那个男主。往后你们要的话，我向他要回来看。因为不是我们的，算是那个德惠道场，是属于德惠道场的。无咱才讲我完了，因为要烧给那个台南同义宫啊，已经承诺说好要烧给他们，没再搁在演而已。见闻啊，如幻意，我们这个见跟闻啊，好像幻意啊，就是意啊，就是眼睛的毛病，就是我们眼睛有毛病了，看到呢，空中有花啦，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三界呢，落空花，好像呢，三界全部都好像空中的花啦。都是假的不真那尘消觉缘界这个尘完成了都全部啊都已经呢消失了。那我们的觉啊圆满清净那么净极啊光通达这个一清净到达极点以后啊光呢都通达。局照呢含虚空，那个局啊就是我们佛性不变之体，照呢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这个极而常照呢，照而常极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极照啊就是讲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局照含的虚空，那切来观世间呢犹如梦中时。我们呢已经到达这一种最上圣的那个程度啊那个状态，我们来观这个完成好像呢梦中的事啦都是假的都是不真。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完成一切啊都是假，都是不真旋如导稳机啊就是旋转我们的稳性我们把那颠倒过来不要去稳呢这个外面的生成，还稳稳自性，我们反过来呢稳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那么性成无上道这样呢就可以我们的性就可以成就成就呢无上道。那么圆通实如是能够圆这个十方击击鼓全部一时都能够听到，然后墙壁又能够通墙壁然后
这个生灭二远离就是常这个圆通常都整个实在呢就是这样。那么此是微尘佛一入的涅槃门这个呢就是微尘佛一粒灰尘一个灰尘一个佛就是非常多的佛的意思这个所有的佛一入涅槃门，他们要进入涅槃都这样的都经过圆通常这一种修持方法。那么过去的知如来已经过去的知如来师门已成就就是用这个方法都已经成就。那现在呢知菩萨呢今各入圆明现在的所有菩萨呢各个都进入圆明圆满光明。那么未来修学人呢当依如是法我们未来的修学呢也要按照呢这个方法。然后文殊菩萨呢他讲我亦从中证非为观世音，不只有观世音我也是这样印证出来的就是那个从耳根圆通印证出来。所以我们又看今天画那一张因为前半段有那个手楞严就是也一样把它呢稍微可能有影伫厝的拢伤严啦我一张一张伫咧写，我认真写啦，道真无认真看。为一切事境一切事究竟坚固啦所以一切事呢究竟不可得全部呢都是眼际则生呢眼善救昧在众生的眼前虚幻现象全部真实，而众生呢迷惑在此现象之中。从五蕴六入12处18界7大全皆是假，而众生呢住在此中，故有生灭气来成住坏空种种不坚固之相。而知佛以证悟者这个证悟的知佛以知呢此等相非因缘非不因缘非自然非不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以证得坚固之离体即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此体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完成事呢毕竟无一事相可得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相可得，以证得常住坚固之地是为入手楞严三昧三昧就是正定一名住常寂光图。常寂光呢就是理天佛说此经呢发明众生呢本具之真心，和佛本身没有两样。只要放下根六根尘六尘相对产生的事六事根尘事全部都放下，真心呢即可呈现。真心呢即是道即是佛性本体意味我们现前的一念了了分明之心极具呢知佛全体大用。只因呢缠之幻妄因为被呢幻妄缠绕云而不彰已经呢隐藏不彰显，故谓如来密因要修呢要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十方之佛咸依此心都按照这个心，若修若证彻底无疑，故为了义持妙明真心，性净明体言无过染，但此妄指呢本自圆成。所有修道者呢要在此方向之中努力，成道无疑一定呢可以成道。
那么佛在经明之中，就呢比喻呀，就是佛典，所能言法，表示此法呢，已是最殊胜的佛法，观在所有佛法之上，所有的佛法无越于此，没有超过这个，而在日常生活之中，皆都呈现此法，最高的佛法，一定呢，要体会亲切无比，实有而不可见，不可见而决定是有，故比喻用佛典来比喻，要我们呢不至于见相，就是不会被见相阻塞。这就是所能言的部分。写下来下骹佫剩一大片的白纸，所以就写老子言道了。讲咱人生以后因为有耳鼻口舌五官百骸，只有喜怒好恶爱憎之情，由于五官之皆宜，色生完好之物，而有美恶好丑，甘苦劳役之事，故曰心，交物而生情，物交心而生事，情事者内生于心，外接于物，物相交，事情事不绝，相因相成，相必相贼，生之有形，不复可脱，而神谓之扰，精谓之摇，气为之夺，而心不可以止，没办法改周济改天际，灵不可以净，灵没办法清净，本来之性呢，不得前之充之矣，无法度全部呢都整个很圆满，性不全则失，不充呢则忘，日以失忘，乃生一生乃亏，在我们人生之中呢，就有这个亏欠，10倍以天就是违背这个天逆道，这个背天逆道危害甚大，故圣人必修道立教，修则为民之以始，成之以终，以前之充之而勿忘勿忘之失之。人之生同，其性同，其道同，唯圣人明其生，前其性，合其道，而不异于情，不会被情指挥啦，避于物，不会蒙，后于事，被事迷惑，害于其心，我们异于情，避于物后于事就会害我们的心，而后呢可以立其德，成其道，这个呢是理想的。那么底下常人呢则不然，就是我们一般人困于物如于情，诱于事而自上其德。这个老子讲的都很简单但是把意思都讲出来，背以道以逆其性，违其天，而失其生生之本，故不得呢不赖于教。人呢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情之欲也。人性言静，因情欲而动其心，情欲本无，这个情欲本来没有，因外物之感而成，外物本无摄于人，人因五官百骸之具，而以物交摄，循则生色，看完好，动其心，摇其精，炫其神，惑其灵，逐其物而皇任以率性以顺天，尽性以合道，故道之必修也。修道而后明之，而后守之，而后成之，而后可以物备其生，故凡
伪夫性道德，皆在呢禁止之内。这个呢，就是老子在言道。那底下又有剩下一段空白，就写六祖呢交给怀让禅师啊一个锦囊，叫他呢交给那个驱除马道一。那么内容呢就是啊释迦从无啊结中空，汝门得道呢正法通，入后三起啊开普度，正心诚意啊合中庸，一直到八祖。道统中断了1000年，道祖呢，遥接啊天命，又流传到我们现在，这个呢就是啊我们讲的，那还有剩下几分钟，有咩问无？好，你那个六祖教给我们道义去啊？那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帮助？对马祖道义有什么帮助？那个是讲一个道统。对，就是啊，那个等于是佛门到六祖的时候啊，就已经终止了。那接着以后啊，就是儒家应运。但是他那个马祖道义，他还传的都是传儒家的那个传法，佛家的传法，六祖给他的。在那个时机呀，因为就是延续呀，那个整个佛门下来的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啦。你另外要用新的那个儒家的思想来教育的话，还要经过一段长时间啦。那一般他已经拢修啊，就是你要个叫换内容大概就接受不来。所以到我们最近才经过间隔1000年以后啊，我们才真的儒家应运，才翻过来。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先征兆，有这个已经上面有这个意识，慢慢的就呈现。他先把这个说出来，先说而后应，就是这样。好，请说。好啊，好啊。对。对。那我现在把这手砍下来以后，请问这只手在决心吗？你砍下来的那一段那一段没有了。可是，对呀，可是你的佛性啊还在没有砍下来那里面还在。我砍到剩下什么时候，那个佛性还在？你全部啊，你都全部分尸全部都已经没有一个健全的器官可以分辨了，佛性还在。在哪里？虚空。那当初这个没有是？那个是我们有生下凡尘有现象以后啊，它寄托在我们身是寄托的。你身的身体不给它用啊，它离开我们身，回到虚空。只要还有一点点吗？还是在那一边吗？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佛性不会说留下一点点在你那个有形的身上，是要你有那个生命在它佛性才会在因为身体的4大假合它要借着佛性才有所动作了。你身体都不给它用了它就离开了，不在身上了。还有吗？还2分钟。那印度人，15天洗一次澡，那个天气那么热，是他们多佛性干家还是佛陀有特别的用意？因为那个佛陀他制定戒律啦，所以老前也蛮这个就是遵照那个古时候的。他说在大陆他有办法每一天洗澡
所以啊，那么几个那些拢无说，啊嘛是不爱过，所以他说那个是一种训练，都是修道的训练啦，训练修道，你安规身躯通咧教，你就安尼有法度过。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没有声音吗？有没有声音？有了。观世音菩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佛山茶店，他修持的时候呢，他都这个用这个耳根听那个浪潮，海浪来了，听到声音，那海浪退跑了，他在想，这个时候到底是有没有听到声音？所以就用心呢，在这个五线方面做功夫。那我们呢，手上这一张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门，各位都有吗？有。这个修持的法门。很简单，讲出来的都没有很多的文字，可是里面的含义，其实蛮多的。因为文字少，很多我们可以把它背诵下来。里面的意思多呢，所以我们就要用心的体会。就很简单的文字呢，我们才能够实际的这个进入这个修持这个状态。那或许在黑板有写一段，这一段呢，一样就是在《楞严经》里面的，跟我们这个耳根圆通有一点相连带的关系。那或许把它稍微解说一下，知道意思吗？知不知道它的意思？这个我对阿难讲这一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门呢，一样记载在这个《楞严经》。他佛呢跟阿难讲说，一切的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呢我们没有一个开始，很早的，因为我们佛性都不生不灭，所以没有一个开始。无始以来呢，我们都追寻着很多的色跟声。追寻着这个色身，然后
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就追逐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然后成不开悟啊，就是不成开悟的意思。不成开悟，性净妙常。我们的真心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是非常的这个清净，它具备了整个天地非常的这个圆满，又呢很奥妙，也有常住，性净妙常，所以我们要体会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它本来就很这个清净，然后呢这个很奥妙，然后又常住，心净妙常。我们不循着这个守常，就是不循着这个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不遵循着我们的本体，然后这个追逐着所有的生命，逐诸生命。我们凡尘所有一切都是生命，我们都追逐这个生命。那么因为这个样子生那个生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一直轮转不息的意思啦。那杂染，因为不是每一次都做人，会变化杂，有六道这个是变化，所以叫杂染。流转就是轮回，我们杂染流转。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去掉这个生命，这个很重要的，把生命都去掉，念头来了叫生，念头去了叫灭，把这个都去掉，不要它，然后守住真常，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它常住，永远都在的这个真常。我们等一下那个耳根圆通里面会把那个常阐释得很详细。我们守于真常。那么守真常一段时间，我们只要守真常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自己那个佛性的那个光芒，它就会呈现。所以那个常光就现前。这个常光现前是要一段时间的我们去这个修道学习，一直要这样做，把生灭去掉，守真常，那一段时间，常光就可以现前。那常光现前的时候我们那个等于本性的般若妙智慧都会呈现。那么那个时候跟六根、六尘跟六识，根尘四心应时消落。因为我们在凡尘为什么会一直六道轮回，就是因为我们有六根、六尘、六识，我们有这个3、6、18，所以我们才这个有18层地狱。由根尘是3个，然后形成我们到地狱去，所以这个都不用。修道我们根尘事都不用，不用根尘事才能走入真常。那走入真常才能够回归到我们本位。所以这个根尘事心应时消落，整个般若都呈现。所以我们那整个这个六根、六尘、六识都已经消失了，不会出来当家做主。那么想象为尘，那个想就是念头，相就是形象，想象为尘，都是尘，尘就是污垢了，我们那个肮脏的灰尘，尘。然后认识跟我们的事情为垢，
那两个合起来叫成垢。哦，想象为成，事情为垢，成垢。那我们呢，把这个成垢从眼离，二际眼这两个全部眼。这是华严。我跟阿难讲，所有的华严应时6000年，就整个都呈现都是华严。那么与合不成呢，无上知觉。那个无上知觉就是佛的果位，佛的果位叫做无上知觉。所以这一段呢，在楞严经里面非常的重要。这一段对我们来讲，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指导，让我们呢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怎么样来修持，怎么样呢，有这个功夫呈现。所以或者特别的把它呢抄写下来，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遵循，按照这一些来做的话，一定会成就。我们每一做也会跟阿难一样，都能够进入到无生法忍。那我们呢就回过头来，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有跟连通，这个有跟连通。念呢是大势至菩萨的修持法，那个是念佛连通。这个念佛圆通呢，跟外面这个念佛也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念佛是念我们自性，不是念外面，是我们都摄六根来念。那我们呢都来两个修持法门都来研究。那么观世音菩萨自己说出于文中开始的时候修道的开始，就从这个文进入，从文进入这个修道的轨道。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耳朵第一个是听，第一个层次就是听，那听呢就是外面的声音。第二个层次是闻，闻呢就加入我们的心意识。心意识呢加进去了，跟听合在一起，听到了以后去辨别，这个是什么？那个叫闻。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叫做闻性，闻性就已经到达我们的真心佛性。那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从耳根来启发呢我们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可以用，所以这个用根来修这个法门很适合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来修持。那或者是大部分都用耳根圆通，在自我鞭策、自我要求。入流往手，这4个字就是功夫所在。入流就是进入圣贤的末流。那么这个2个字入流，我们能够入流就照性，照见我们的真心佛性。那么这个入流就是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让它进入我们真心佛性。出流就眼尘跟凡尘攀缘，出流眼尘，入流道性。知道那个文字入流就道性，道见我们本性。然后出流就跟凡尘攀缘，眼尘跟凡尘攀缘。所以我们呢就是因为跟凡尘攀缘，所以我们才六道轮回。那我们入流道性就是我们到那个寺庙去，然后看到那个匾有写的回头是岸，那个回头是岸是入流。入流
圣贤的末流，是进入圣贤的行列，所以那个入流很重要。我们呢平常的这个生活都是出流，我们精神都外放，外放叫做出流，出流呢跟凡尘攀流。那我们跟凡尘攀流所做的事都是凡尘事，叫做尘劳，劳劳碌碌都是凡尘。那我们只要能够呢入流，都会呢造就我们的本性。那造就本性呢，我们时时刻刻良知良能都呈现出来。我们呢都用这个良知良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呢不要出流。我们精神外放的，各位就把它记住了，精神外放的当众生，精神收回来了当圣贤。看看我们要当众生呢，还是要成圣贤？时时刻刻在生活之中呢，都自己提醒自己，说呢不要外放，精神不要外放，外放呢就会被是一些凡尘把我们拉到呢这个三恶道去。只要我们都回光返照，能够呢这个照见我们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时时刻刻我们的真心佛性都会当家做主。那现在我们这个当家做主的不是佛性，是习性，是我们的习性在当家做主。因为是习性，我们有这个喜欢跟讨厌。那因为我们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那因为取舍，我们就造业，造了业。那个取舍不管是取，不管是舍，都是业因。造业的因那我们业已经这个造下来，果报就在后面。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生活中注意这个不要落入我们的情绪。落入情绪就会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然后这个业因就已经形成了。这个蛮重要，所以入流我们就在日常生活里面时时刻刻都入流。能够照见我们自己的本性，这个是实际要做的啦。你光听没做没用的，那你实际能够做，就会简简，不要1个礼拜，功夫就有。你只要时时刻刻都入流，1个礼拜就有功夫了，很快的。因为我们都出流习惯，要入流蛮困难。我们时时刻刻提醒，一知觉了，马上收回来，又被造化引又赶快收回来，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够变成我们的习惯，变成习惯就好了，它就会一直运转，一直都能够收摄回来，所以修道很重要就是收摄我们的身心。身心都收摄回来，这样才能够成就。假如说我们心都外放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入流。那么入流就已经这个背尘，跟凡尘相违背尘。入流了就是和觉，跟我们的觉性合在一起，所以就这样。背尘而觉，很重要的入流，所以已经用我们那个本觉由我们的本觉，然后来发挥我们的始觉，然后那个始觉来关照我们的本觉，本觉里始觉智，始觉是智慧，是般若。然后般若是从本觉这个产生出来，
觉悟的智慧，始觉。哦，那始觉是从本觉，本觉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始觉呀、是从本觉产生的。我们从本体，从佛性本体产生的妙智慧来关照佛性本身，这样懂意思吗？哦，始觉智来关照本觉里，那这样来关照一段时间，了以后，就会合以大体，跟整个宇宙虚空融为一体，是空性，就是佛性，那个时候才可以讲。然后呢，时间又一段时间以后，大觉一段时间才成就近。那究竟觉就是佛的口味，所以始觉智来关照本觉里，然后呢，可以大觉而成究竟觉，一贯的啦，都是呢在我们真心佛性上面用功夫。所以浅浅这样听懂吗？会不会很深啊？懂不懂意思？懂。好像很多人都一脸的茫然。要努力呀！我们修道，就是呢要自己成就，对自己负责的，所以要努力。那这个都是心地的功夫，在心地做功夫。你做多少功夫自己都知道，做多少功夫就有多少效果呈现。这个都不了人的，要实地努力。入流。我们呢一般讲说八识转成四智，那个四智就是菩提四智菩提。八识第六的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摆在第六，把那个第六的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叫做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我们的意很会这个千变万化，很喜欢我们把它呢转换来关照完成的真理。所以六祖就讲说妙观察智见归空，就是我们的妙观察智，就是第六意念转成妙观察智，已经始觉了，开始觉悟了，已经进入我们佛性的本体。那开始觉悟了以后，我们那个妙观察智见归空，已经见到非有为功用，就是已经见到无为。那无为就是佛性的本体，所以由妙观察智就能够见到我们佛性的本体，就是本觉理呀。本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本觉。那个本觉我们要回归到本觉。那不用功夫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达成。所以呢，要做一些功夫。把那个妙观察智能够启发了不用意念而用妙观察智，因为意念它一半真一半假。我们用妙观察智全部都不生不灭，所以那个叫做四智菩提呀。那个妙观察智也是菩提，然后把第七的末那识转成平等性智。那平等性智呈现了以后心就不变，我的心就已经没有病了。因为我们凡尘很容易起分别心，那起分别心我们就这个什么呀已经有阶级呀，也就有阶级了，就违反真理。真理是平等，平等性。那我们有阶级观念，就违反真理，就已经不平等。所以我们自己讨论
众生的行列。那假如我们已经平等性了，我们进入圣贤行列，已经平等性质心理。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已经转换了，我们就可以前面眼耳鼻舌身。我们用第六跟第七来指挥前面的眼耳鼻舌身。那么眼耳鼻舌身呢，就变成成手咒智，完成第六、第七意识给他的那一些命令，他去完成成手咒，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成手咒智。那你有这个成手咒智了，成手咒智成圆界，就是跟大圆镜智一样。那我们的第八呢，阿赖耶识就转成大圆镜智。所以那个大圆镜智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一种呈现我们就好像整个我们这个脸框就好像一个大圆镜，就是事来有形象来了，它就呈现；形象去了，它就空了。然后这个大圆镜的本身它都不起情绪，这样懂意思吗？我们最难大概是这样，我们都会有这个来了，我们受它影响；去了也受它影响。所以你能够大圆镜智物来则现，物去不留，这样我的那个智慧一样，我们才能够走入不生不灭。所以这个把我们的八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眼耳鼻舌身变成成手咒智，然后第六的意妙观察识，第七的莫那识变成平等性智，第八的阿赖耶识变成大圆镜智。这样我们一直在修持把那个八识转成四识一直在修持，一直都是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菩提。所以先生安尼听有无？好像还不是很了解要努力要把这个要融入我们信论里面，这样我们就在修道的轨道之中，那已经进入轨道，目标就很容易达到，很容易到目标，不然光这个有了已经修好几十年了，可是都没有效果呈现那个没有定，我们这个还没进这个三昧，所以从入流了以后我们功夫就慢慢呈现，有那个对自己不生不灭这些佛性的一个肯定，那么肯定自己佛性以后，那个信心有了，发挥出来的力量就无量无边，很大的，那个五心信其可行，虽移山填海之难，终有完成的一天。你看那个力量有多大？要移山填海，很大的。可是假如说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信心，那个就会真困难安尼一禅一禅的图慢慢要移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落入分别心。那你只要相信佛性，因为那个山都是佛性里面的东西，要把它山变成海，容不容易？就很容易没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入流了以后，这个都在日常生活里面需要实际做的。各位会做吗？会不会会。入流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不要出去追完成的万事万物，我们把注意力收回来，
注意力收回来，在身体里面啊，就成圣贤。我们呢追万事万物啊，都当众生。啊，你有好记无？有。真好记吼。注意力呢，照准它做先啊，先等。等下就做圣贤。哦，他伫遮啦。因为咱若时时刻刻、时时刻刻都把注意力收回来，收回来，我们呢非常这个良知良人啊，他非常的有能病，伊拢会当指挥咱的身躯啦。啊，咱即句啊咧指挥身躯的过程，毋是好心是咱的习性。咱即马拢习性咧，甲咱指挥身躯啦。就爱看耳孔，爱听，爱鼻，爱食，爱摸，拢身躯这习性咧指挥。啊，这指挥这去做拢业，拢正业，所以咱受苦拢为遐来。啊，咱即马用佛性来指挥，佛性指挥拢无业，迄思来即应，思去即静，拢完全无业。迄甲天地安尼暗时啊日时春夏秋冬共款，一直咧运转，拢无业。咱若胃有生发出来，拢无业。啊，咱愈细你看遐种遐济，会真诶感觉规身躯真棒，会不会啊？就是业力，我们业力使然。所以就话拢讲你着要认真安尼伫迄种先，暗时啊咧困你着梦见咧飞真好，飞甲安尼安尼真爽快。迄就是你要众生，规个甲咱卡伫迄个灵性的遐业障，拢离开去啊，安尼咧认真起会飞。咱若做真重灵真重飞袂起来啦。足侪这拢讲毋捌的，毋捌梦见咧飞，梦见步落去水沟啊有啦。迄若步落去水沟就是不知不觉，搁去做毋对，家己毋知影，做毋对毋知影，真正咱有实的负担，咱毋知影。毋知影暗时咧困就安尼疼着，迄就是做毋对。爱检讨讲，我今仔日是做啥物？哪会暗时咧困，安尼跋去水沟啊落？做毋对毋知，不知不觉，佫增加咱灵性的负担。咱若伫生活内底咱就是爱佛祖甲咱讲咱伫咧生活内底卖五蕴。莫运气要来出事的原因色、受、想、行、识，这五项拢莫来运气啊，不要运，不要运气。咱若莫运气这个有运，无来出事的理由啦。要来还世间出事都无理由通来，除非咱发愿，讲我要来还世间救众生。咱发愿才会来，业袂甲咱杀来，咱即马是去互业甲咱杀来。讲我无爱来，我无爱来，出事你看，大拢靠打着，迄就是讲知影苦，知影还世间真艰苦，我无爱来，我无爱来，我无爱来。迄若安尼真巧的囡仔迄出事袂哭，袂哭，伊就讲我无爱来，无爱来。灵无力，虽然有身躯身躯都肉，水的风土上言其他的，灵无力来袂活啦。袂活迄散步就赶紧的脚都掠起来，脚互伊倒掉，线脚汤啦。讲你倒正业搁毋来，身躯的伊就满就灵就入来，灵入来散步就讲好啊，活。所以你若生出会哭袂活，会哭才会活。所以你看咱世间有苦，出事就爱哭，死嘛爱哭，系安尼。
常生活内底吼，因做哦拢逐项拢真舒适，哦，得要开口就袂泡，就逐项拢好啊，拢好势好势，就免泡。毋过吼，大家要死了嘛有甘愿，有人真甘愿的。我嘛毋甘愿，我毋应该即马死啊，还佫着我的吼几十年啊。安因有真理，所以真理若无研究啦，虽然讲原世间真歹，赶紧的要离开原世间，家己呢，自杀了啊，加受苦的。咱就要先去往死城，先去关到伊的寿数到，才发落地狱。你看迄关伫往死城拢加，你若准，食咧到60岁40岁自杀，都要关往死城20岁。所以真个，咱原世间一工地狱1年尔，关伫咱原世间20年，你看伫地狱爱偌久？咱是讲咱原世间20年真紧就过啊，毋是安尼哦。然后咱地狱歹过哦，一工就1年呢，真歹过。咱想咱伫咧等青灯共款，咧等青灯就拢讲你若甲看迄行人迄个秒数啊，8秒，你点仔看伊一秒一秒咧变，有够慢。安那会1分遮久？迄1分诚久。咱若伫厝诶甲规个人拢安尼合做伙伫咧开讲，一人听紧，一个字捌一个字讲这样便宜啊。若等你1分就久，就是安尼。伫地狱歹过，1分就是歹过，所以咱原世间一工就已经1年。咱若后来迄个三花自在天啊，咱原世间1600年伊真暝一日，咱一工就好。所以足侪亲情已经过身啊，即马讲去天堂出世伫咧天道。伊讲我来3工我再搁转来甲亲戚朋友讲我即马已经去伫天道。去3工转来讲，那一个人拢无了了，是走去倒去啊？大家拢死了了。上加迄款4天6天全世间50年啊，伊才一暝一日。3工150年啊，请问咱全世间人谁活到150岁？佫加一个迄个亲情死去的迄个时间，超过要到200岁。哪佫有伫的？无伫的啊！所以即个6天啊，就安尼，而且甲各位讲即个6天上加就是4天2天，佫去啊，第2加就是透2天，透2天呢，就是咱讲33天啊，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释，第4天，大概都33天，叫做透2天。拄好伫咧西密山的山顶，4天完天伫西密山的山腰，这叫做这2个天叫做第7天。咱原世间100年啊，透2天1暝一日，你透2天1暝一日，咱世间过100年。所以你若去一个一工啊，看惊去啊，倒转来，所有的人无了了，死了了啊！无人活到超过100岁。佫去哩就夜摩天啊，迄个空虚天，住伫其间，住咧云顶。咱原世间伊倍数成长，51百200，200。夜摩天咱原世间200年，夜摩天1暝一日。佫
去多帅天，多帅天就较熟悉啦。咱老祖师进前伫遐伫咧讲经说有内医有外医，内医就是菩萨，外医就是众生，伫遐伫咧讲经说法。咱全世间400年伊是咩日？多帅天，搁去做变化天，快乐的乐，做变化天。咱全世间800年，伊是咩日？上悬的6亿天上悬的，叫做他化自在天。你有他的他，变化的化，他化自在天。全世间呢，1600年，伊是咩日？所以咱若去遐是咩日全世间已经经过1600年。所以咱若咧讲学习这点也诚紧，10天，几年啊？1万6千几，按100天的10万。愈悬愈悬的天这是咱6亿天搁去有迄个色界，色界你看，幻众天、幻五天、大幻天，色界，迄搁较久啦，迄一生拢几万年啊，搁较久，搁有理想，观音天，你看咱头拢去观音天对无？来的时阵拢会飞，嘛免食，用念头做食物啦，咱遮讲过迄个阿含经迄就是阴天，色界的第二产。所以咱就是爱了解有伫咧讲无量的无情体验，咱众生咧过时间久啦，若已经甲入去安尼一个坐落去讲，已经经过8万年啊，一个禅嘛，咱全世间安尼坐一个禅，坐落去嘛头1、2点钟有已经经过8万年。不可想象，是咱的迄款到想袂到，所以咱就爱家己努力，努力修好，然后回归本位，咱会使呢去到无量的有世界，无量无边世界咱拢会当去佚佗，去度化众生，一切地拢有这众生，咱拢会使去度。咱若无修持完成无修正，无成本的，咱拢叫业搁杀来还世间是苦，搁有业甲咱杀来还世间，搁有形象，都爱拖磨，甲形象无去，无去若搁有业搁杀来，所以我咱讲话迄上主要做啥？过心，搁过一个心啦。咱即摆人的心做人也歹，过心过到为前生的心，搁歹过心过袂了心，鬼就鬼心安尼。即摆若做了好过心过到为天道的心，迄就足大养心。古释迦有做伊讲伫天道拢骄傲，拢人咧甲拜，拢骄傲。所以伊的气数嘛高拢走去三恶道去，领导着拢累积运气迄个骄傲，无法度做领导，为三恶道。较好的畜生道，所以天顶咧飞的会拢真骄傲。过来讲王守，愈聊讲完啦，讲王守。王守就是拢甲伊消失掉，
能守，哦，王守就是甲迄个守吼王掉，哦，所以迄个王守啊，就是伫咧吼，咱拄则讲的迄个哦守贞察，气生媚啊，守贞察就是王守啦。这个守就是生媚，守就是生媚，能守就是对待，对待都是生媚。那我们呢，把这个生媚全部都消失掉，然后呢，走入贞察，守贞察。历代咧修持呢，这条有都拢鼓励讲，开始的时阵当然就爱伫个安尼真清净真迄个无搅扰的迄款所在，敢若迄款静下，或者荷兰诺，就是伫个真清净的所在伫遐咧修道修持，迄是咧坚定咱家己对佛性不生不灭的迄个信心，所以迄个时阵咧，拢一无理的，莫有边仔人搅扰，迄个拢较适合。所以一般来凡世间出世以后，伊若安尼真独立，伊会成真独立性，真无爱嘈杂，迄个拢每世拢有修，有修持来的，修这个现象。若爱安尼真热烈，安尼真爱安尼人济真喜欢，那一种迄个一个善根就较无够。咱伫个迄个修持的过程，咱家己自己若安尼啦，咱家己若感觉讲修啊对佛性还无真十足的信心的时阵咧，家己较静静啊，莫甲人吵杂，不用的到那个热闹的场合去，自己比较切近一点修持。当你的功夫已经够了，可以了，你就要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呢，要随顺众生看伊爱安那你就来顺伊的用迄个四摄法布施，然后呢爱语，讲伊爱听的寡话，然后力行互伊呢会当做一寡利益众生的代志，要同时甲伊呢同事甲伊共迄个立场做代志，安尼来就可以度化。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呢没有我相，没有我的存在。修道呢很重要，咱拢这个我相很强，若读一条拢抗议，你看歹修道，因为偶像很强，都争取自己的权利，你看人伊就是迄个我很强，咱修道爱把迄个我相泯灭掉，消灭我相，然后消灭法相。法相也没有，我相也没有，人我都没有，没有那个你有他的分别，然后也没有这个法，已经无法可修，安尼就成就，就可以进入那个圣贤的行列。所以咱伫个日常生活内底，点点滴滴都要在心头，点滴也在心头，所以要入流往守，把那个对待的都全部叫它消失掉，不要有这个对待。从入流就容易做到往守。那假如说入流都不做，这个往守就很困难。所以都连带下来，最重要的功夫就是在这个四个字入流往守。也当我们成就嘛，这四个字入流往守。守
跟入啊，聚集。哦，这个往手的手跟入流的入，手跟入啊，已经呢到达齐了。哦，已经都成就了，有功夫了。哦，聚集了。这个时候呢，动静二相完成了那个对待，动静二相，动跟静两边的因为那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修辞这个完成，因为听那个海浪那个声音这个一涨潮的时候有听到声音很大，可是一退潮的时候就静悄悄了。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管是这个浪潮来了我们听到声音，浪潮退了静悄悄，这两个一个动一个静，那这两个动静二相，这两个形象，动的跟静的这两个形象，各位同学，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听到声音了我们都讲有听到了听到了，现在呢已经全部静悄悄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听到了，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声音是听到，听到静悄悄也是听到，大家知道吗？所以那个静悄悄的叫静有声叫动，动静二相这两个动静两个形象，我们了然就是透彻的知道，它已经不生，不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不产生动，不产生静。这样知道意思吗？功夫呢，这个就是功夫不管是动，不管是静，我们的佛性它都常住了，常住声音有生灭，我们佛性没有生灭，所以不管是声音有了不管声音没有了，我们佛性呢都常住，都一直在听一直拢伫咧听着声音，听静悄悄，佛性呢没有变化，有变化的是声音。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安有功夫无？已经有功夫出来听到全世间的声音有声音听着静悄悄同款拢是安尼一想已经呢进入到佛性已经把佛性启发呈现了，佛性的启发呈现出来，所以呢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都已经呢没有在我们这个心中的产生。这个已经功夫蛮不错可是不要偏执所以才讲说如是，然后见真已经真好了，这个功夫真好了，已经甲动静二相都了然都不生了这个很好的功夫，可是不要偏执，一定呢还要继续精进所以如是见真，渐渐的又增加就是精进渐渐各地精进，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闻跟手闻闻就是我们的闻性，然后手闻就是动静动静就是手闻你闻到动有声音，闻到静没有声音，这个是手闻。然后能闻的我跟手闻的动静都静，这就功夫了，就是把能闻跟手闻整个都融入我们佛性。那么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功夫呢，或者跟各位讲，说复以手见分别难见，但你能见好的消息。那我们是用耳根的话呢，复
不以所闻啊，哦，分别境，染就是我们感染哦，染到凡尘的染，净就是哦清净的净。不要手闻去分别，说我听到什么，我听到什么。哦，但你能闻，谁听到？这个听到的是谁？哦，讨个消息。这个讨个消息啊，就是对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的哦去认识它，是一个能闻的啦，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安尼知影无？不以所闻，哦，分别来境，就是我们听到哦这车声啦，哦这人声啦，哦这什么声哦，不要去分别。但你能闻，我们能听到的，能听到的是谁？那个能听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哦，所以但你能闻啊，好的消息，哦，那个能闻就很重要。那么到这边呢，闻所闻尽哦，就是能闻的跟所闻的已经全部融成一体。没有能闻的那个闻哦，就是能闻，所闻啊，能闻跟所闻已经尽了，没有能闻叫所闻，已经合成一体。安尼听有无？真正的功夫了，哦，我们把能闻跟所闻啊，已经都合成一体。没有所闻，没有能闻，就是一体。那这一体就是如来。哦，所以啊，我们要自己努力哦，闻所闻尽，然后尽闻不住。这个尽闻哦，已经很棒了，可是哦，很棒不要住，一住了哦，就变执着法相。了解意思吗？哦，有较急没关系，就是要学哦，要进入这个状况哦，能够呢，我们能够进入的哦，一定呢会有功力呈现哦，我们这个佛性啊，整个都会出来，因为我们都在用心的所以这个会出来。哦，进闻已经很好了，哦，已经闻都尽了就是已经没有能闻，没有所闻，已经尽了。这一个你只要说哦，那个非常好，很好，那个变成法爱，对这个法很喜欢啊，叫做法爱。那法爱一样就是法慈，了解意思吗？哦，这个好诶，哦，这敬就好诶，安尼叫做法慈啊。你对这个法很喜欢，就法慈。那作为不住，就是很好的这个境界它还要不住，不能住。那不能住啊，就剩下一个觉。这个觉就是能觉，能觉，然后呢跟所觉，空，就进入空。所以或者在这边讲快一点，为什么？这个蛮深的，又蛮细腻的咱听无的时阵伊若拖过。然后空跟觉这个空跟觉，它是极远。因为我们讲到后面会在管道前面来讲安尼意思较容易知影。无即马遮已经到真宽的程度了，已经到很高的程度，到空觉极远了。空跟所空，能空跟所空灭，就全部进入了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所有的生灭、寂灭寂灭就现前。那个寂灭就是我们湛然常寂的真心佛性。那个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现前的，这样呢，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已经呢超出
那个出世间已经超出世间10光年龄了，已经整个都进入到佛境，佛的境界很高了。然后获2殊胜，得到2个殊胜，一个上合十方之佛本妙觉心，已经跟十方的之佛本妙觉心相可了，与佛如来同一慈力，跟佛如来一样有那个慈悲的力量。然后下合2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上合十方之佛，下合六道众生，所以都同体呀。心佛众生都同体，跟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呀。这个众生同一悲呀。这个众生都是在受苦希望拔苦，那跟众生一样，就是施无畏让那个众生能够脱离那个苦，所以都这个心佛众生都是相同。那么此题这个观世音菩萨自己细述修正的过程。那底下就开始解说了，那个注解一个注解就是解说，说出于文中开始修持就是利用耳根，那么耳根对着声尘，第一层接触就是属于听，咱头上就是听，第二层就是属于闻，闻就是加入我们的心意识。心意识就是闻，听到声音的加入我们的心意就是闻，这个是属于第二层。那我们平常那个讲那个心意识心就是第8阿耶识，意就是末那识第7然后识就是第6，心意识就是第8、第7、第6，心意识。那佛教我们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因为这个太多了。我们不要用，把心意识去掉了，我们的真知来呈现所以所有的念头没有念头的时候那个就叫正念。正念就是我们本来佛性里面的东西，正念。那正念就叫佛知佛见。那个正念要我们自己努力，它才会呈现一定袂人来一定要家己拍拼拍拼。把咱所有的妄念去掉以后都没有念了，那个就是正念。那个正念就是咱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10000年前是这个，10000年后也是这个，所以一定要把它启发出来。害怕，它绝对也出来，出来我们就会很高兴。那么第3层稳性即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刚才都有讲，就是我们那个第3层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都呈现。而我们生活大部分都是用第2层的闻，咱伫个生活内底拢用迄个闻。都是从闻，根尘相对，是咱的眼根，然后跟色尘，耳根跟声尘、根尘相对，根尘相对那个产生好恶，喜欢讨厌，就产生了。我们看到一听到了、闻到了，你若鼻着香，真好；你若鼻着臭，真歹，对不？产生就产生出一些情绪了。那佛跟我们讲，我们产生情绪了，有这个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我们就有取舍的心了。你在取舍的时候，这个动作就叫业因形成。所以不能有取舍的。或者还强调说，事来则业，事去则见，完全跟天地之道相契合，那个跟天地的道一样。事来则业，事去则见。
哦，这个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有一个刚好的角度，那刚好的角度去做，过了就抛开，这样呢就是天地在做，天地也是这样，白天黑夜，春夏秋冬，都是在运转。那我们按照这样去做的话，都没有业，都不造业。可是只要落入我们情绪喜欢讨厌取舍，就业。我们都说我都做好事呢，那无法也是一样业，那个叫不业，善业。做不对呢，那就恶业。所以就是不要有这一些情绪，不要落入情绪，不要有喜欢讨厌。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都已经生活的习惯了，哪会不喜欢不讨厌？一样啊，我每天生活都在喜欢讨厌之中嘛。我们都是那样子啊，很习性的啦。要我们说真正的到达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那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姐姐努力起来真的够我们努力的。我们很容易就喜欢，很容易就讨厌。那你不落入情绪，不喜欢不讨厌，那个词对真理透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去达到。那我们一定要达到，为什么？你就把它记得，没有我，为什么？10000年前我都存在了，10000年后我也存在，哪有10000年前哪有这个？没有啊，10000年后哪有这个？有吗？没有。所以这个就不要管它了。这个喜欢，这个讨厌，你就不要管它，懂吗？对呀，你这个喜欢，这个讨厌，这个都是形象，形象都是假的啦。我们那个佛经10000年前就在了，10000年后也在，不生不灭啊。那这个生灭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在意？不生不灭的东西都不在意，生灭的东西这么在意，难怪我们颠倒。造业啊，我们造业还很高兴，高不高兴？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根尘相对了，我们就产生情绪，情绪产生了就造业，造业就受苦。我们要求解脱了，要自己，一定要自己努力，自己了解真理，然后你不要落入情绪，不造业，解脱了，那先没给人搞嘞。所以我们要努力，然后呢，这个产生好恶以后就连接行为，就一定喜欢想拥有，这个态就排斥。在呢这个拥有排斥之间那个业因就形成，不自觉之我们都不知不觉，怎样？做让怎样？已经习性了。或者就想跟各位讲，会开车的人你就知道，那个手排档，你刚开始在学的时候都要一直在大脑里面开始打离合器，然后排一档，然后这个离合器慢慢换，然后加油，然后就走了，车子就会走了，然后在大脑里面告诉说走了以后就要踩离合器排2档，是不是这样？当你都已经都会有习惯了以后，你在马路上跑问你说你安那跑一个4档安那排个5档，唔知？你开手排档习惯的人，你问他说你怎么从1档开到这个最高档，唔知？怎么来的那个都变成习惯性动作。有那个速度，你自然就会换挡，自然而然都不用经过大脑，自然而然就这样完成。所以我们也把我们佛性用到自然而然，只要你一段时间受苦一段时间，他一定会进入习惯，进入习惯习性都没有，开始掉，佛性在当家。佛性当家很自然，
不是就很好了嘛？都不造业，脱离苦海了啦。现在很多都是那个自动排档，其实自动排档你也可以感受它在换，它都会顿，顿，换挡的时候都会顿节，你就知道它换挡，也是一样，都有在换挡，速度一够了它就自动换挡，那个比较耗油，那个自动排档车比较耗油，手排档比较有力道。所以我们到达不知觉知的时候就以前我们师堂说的啦，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就变成你的行为，然后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你看严老的，很严老的，他带着讲嘛，希望他接着讲的。可是这个很好用你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你思想就促成你行为，你行为就养成习惯，习惯就形成我们品格造就命运，就整个命运都是线索菩萨。整个命运就回归到10000年前的轨道来。所以我们就要用大目标。这个佛菩萨他说从我相，从我的身上来灭我相，很困难。然后佛就教我们完整个众生，完整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回过头来看，我自己也是众生的一员，跟众生一样，众生的一员那这样来，要灭这个我相，就比较容易，不会从我的此观去灭我相，从我的此观去灭我相很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修持越久然后修持它的那个道和越高的时候，那个偶像就越消失，没有偶像，它整个融入整个大地，整个融入整个天地之中就变成一体，所以没有偶像，不会为了这个我都在为我打算。不会，所以我们就从大方向，10000年前这个我存在，10000年后这个我存在，现在这个我不在，保证不在，还在不在？10000年前也不在，10000年后也不在，现在暂时存在，对吧？对啊，暂时存在所以我们不要被它左右，不要被它影响，要把那个真我启发出来。岁次造业受报，因为我们产生好恶以后不是觉知的，所以岁次若能回光返照，觉知的本性，从本性之中悟明本有的佛性，能够回光返照，就是刚才讲那个入流，那个就是回光返照。那我那个觉知的本性，那个本性从本性之中，我们来领悟了解明了本有的佛性，我们本来就有，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来就有，然后依悟而起思修，这个稳思修，稳思修就是三慧，稳慧、思慧、修慧，稳思修，能够听到的那个要智慧、慧，然后我们
坐，思修，稳思修，依物而起思修。我们依我们领悟的，然后真正的开始做，而正呢，正入离体。只要我们呢很努力做，就可以正入，可以把自己不生佛灭那个佛性整个都呈现，可以正入。那么本有佛性是正因，那个就是我们成佛的正因。然后悟彻，我们悟透了，彻底的，这个叫了因。思修始以眼因，眼因有正因，然后有了因，然后有眼因，三因记住了，这个三个因记住了，得入佛的知见，我们就可以进入佛的知见。所以这个佛的知见不是外面是我们自现佛。佛的知见是我们自现佛，我们自己就是佛了。那个知见都是我们自己的，可以得入这个现是知见。那么从根中本觉妙理起如幻始觉妙智因为怕我们住相，所以加两个如幻。如幻就是幻灯幻象。因为有如幻所以我们就不会住相。如幻的始觉，开始觉悟的这个妙智。妙智始觉妙智就是般若。般若从我们佛性出来，不是我们落入凡尘学的。我们有身体以后去学的那个都是聪明，那个不是般若。般若是本性所具备的，我们只要把凡尘的这所有知见都去掉，般若才会出来。老子也说：“彼此闲然，能无痴乎？”都把洗涤干净了，我们所渲染、学到的、看到的、知道的，全部都洗掉。洗掉了以后呢，般若就出来。我们努力学就是学自性的般若。般若越用越运用，它就越能够启发，越进入妙的程度奥妙。有一个法师光讲这个妙就讲90天，90天讲一个字妙，讲这个妙。因为妙很难讲，我们有粗理，有细理，有微理，有显理，有妙理，那个妙没办法说。那么以智来造理，智呢就是妙智，始觉妙智，理就是本觉妙理。那个本觉妙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呢用我们的始觉妙智来这个造本觉妙理，稳心稳修。我们呢就稳心稳修，可以大觉。在稳心稳修之中呢，就是我们的能稳跟所稳合成一体，这个叫做稳心稳修。已经合成一体了，它就可以大觉。就跟大学整个宇宙虚空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能够合为一体，就入流王手了。所以入流王手就有这么多的那个功效。所以我们就是要去记得这4个字：入流王手。入流造性，出流眼尘跟完成盘流。所以我们要入流，不要这个出流，然后王手，把那个对立的、对待的全部都消失，都没有相对待的。那么入流呢，即是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
我们呢常见啊，那个寺庙的匾额写的回头是岸，就是呢入流，一回头啊就达到呢清净的彼岸，这个回头是无形的注意力，那个注意力就是回头，不是在叫那个流氓叫他回头是岸，是讲所有的众生啊。所有的众生只要回头了，只要把注意力收回来了，都到达清净的彼岸，是这个意思。以为我们刚看到的时候，以为说那欠那个流氓要修他这一期，要回头是岸。原来它的含义就是我们众生呢都出有缘人了，所以要回头是岸。回头了，已经入流了，就到达清净的彼岸，已经到达了，已经到了到达清净的彼岸。只要我们回头，回光返照，那么一即是呢背尘合觉，我们呢跟凡尘这个相违背的，把凡尘呢放到背后，跟觉性呢合在一起。那么出流呢就跟呢凡尘攀岩。跟完成攀岩就是出流，入流呢就照见本性，照见我们的佛性，那么即可解脱烦恼，我们照见本性就可以解脱烦恼，所有的烦恼呢都是从形下来的，那我们已经照见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照见了以后。所有烦恼都没有了，因为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没有烦恼，有形象才有烦恼。各位姐姐，是不是烦恼都从形象来？没有形象就没有烦恼，所以当我们在烦恼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这个烦恼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从我佛性跑出来的，自己生出烦恼来烦恼，所以呢，入流照见本性呢，可以解脱烦恼。王守呢，即是弃诸生灭，也就是王尘之意，把凡尘都消失了，所有生灭所有凡尘都没有了，就是没有对待的，所有都没有，那个叫王守。放下呢又放下，我们能够放下了又放下。我们现在众生都会讲放下放下可是那个是嘴巴而已在行为上并没有实际的放下。讲唔免计较要做了代志计较，那个只有嘴巴在说了，说边计较边计较，真正的遇到的事情都斤斤计较，所以那个就是没有这个言行相顾那么最后呢，放不下的就是觉知之性我们放下又放下，一直万年都放下，一直放到最后呢，就生一个觉，那个觉知之性那个觉知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那么所入即极，往所跟入流已经到达呢极，已经呢都有功夫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个手跟入往手跟入流动静全部都记明，已经泯灭了没有能手也没有出入，也没有动静已经都没有了，记明了，全部都消灭了这样呢就已经都回归到无极了，回到无极回到我们本性回来。那么如是呢，渐增渐渐的又努力闻所闻尽呢，说如是已能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离开凡尘了，需要呢这个加工渐进不能说这样就停下来，能闻所闻尽，这个情我们凡尘尘气不言，根本就没有所我，没有我相的，没有对待的根本就没有对待
没有能受所受，根尘呢既消，事性呢这个无从生我们那个事怎么认识的它这个产生不出来，到这个地步尘亡，尘已经亡了，根呢已经尽了，事已经明了，很理想的状态。各位姐姐，这个都是功夫做出来呢要尘亡，完成的事都已经亡了，都放到背后了，不成不会把它呢搁在心上。然后根尽我们的六根六尘六识根尽了，那个根已经尽了。然后树明我们认识那个事都已经泯灭了，没有这个功夫呢真的进入圣贤了。尽闻不住觉所觉空，能闻跟所闻寂静根尘双明之境六用不学，这个六用是六根六根已经它已经不行了，不会眼睛看，耳朵听，鼻闻，嘴巴吃，身体这个感觉触摸不会这样，然后意念想象都没有。那么唯余一解，剩下的就是我们那个觉性。那么若至此境呢但得我空，未得法空断离这个境已经真好了有功夫了已经很高的这个功夫都呈现。可是呢，只有得到我空我相已经空了，可是那个法未得呢那个法空，需加工用心，还要呢这个努力加工来用心。那么静观呢本性就是走入我们那个本觉之性用那个始觉智关照呢这个本觉理那个本性呢就是本觉理。那么此时根尘已通站立无边之境现前，因为根跟尘已经脱离了不在我们的心胸之中，剩下呢那个湛然都一那个无边无量的那个境已经呈现在眼前，故言觉就剩下一个觉觉非常宽广。止境之智所觉这个能觉跟所觉，那么所觉呢就是占一之境，然后呢我们能够照到这个所觉那个就是智，始觉智那么静闻若住则静智恒对，这个静跟智它会互相对待微细的能熟乃存那个很微细到这个境界已经很好了可是呢那个能熟还存在着，故须这个能觉之智以所觉之境要空能觉的那个智就始觉智跟所觉的那个境那个境已经呢这个奥妙很微妙，所以很多拢去带伫这个境内底拢会讲伊看到什么境什么境，这个境这个境拢是奥妙的境，而且非常多很奥妙的景象都可以看到的奥妙的境只要我们努力修都有不要住，一住了以后就进不了了要更进步，进入到空空呢就是泯然无物对待，已经呢全部都泯了消泯然后呢都没有对待没有相对待。那么需特别注意此能觉之智实以般若那个能觉实以般若若吝惜是一个般若智慧，不肯放舍，即是一种爱智的无碍微细的法执
是法师，非常好的，已经修得很好的这个程度了，可是呢还有一点点那个微细的法师。那么有法师也是解怕感一当呢去除，嘛得爱来去除掉，到达空觉极也，空跟觉已经很圆融圆满了。那么空手空昧层层遣除一层一层都把它遣除，都不能住。若另习空理，这个空理已经很棒了。即是呢爱疑的法爱，还需放水加工呢用行，入流呢造性一样的用这个入流造性的功夫一直呢这样前进。那么参就空何所依空呢它是挖克下面就而其之就到极点，原来空呢都无所依然后到极点了以求圆满的空性。圆满的空性就是我们的佛性，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圆满的空性。那么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这个生灭就是完成所有的生灭都已经灭了没有了，然后寂灭就现前了这个寂灭就是佛的境界了生灭以所有的觉所有的觉完成的所有对待的都是生灭所有觉都打开了。那么寂灭就是呢观自还原生灭寂灭就是我们的观自那个般若已经回归到本体原呢，就是本来恢复到本来，一切生灭悉皆灭更无可灭，已经没有再可以灭的时候了。这个狂心已歇歇即菩提，所以我们那个狂心若歇歇呢就是菩提。妄求深入那个妄已经穷了，没有了，已经没有妄了。那真呢就显现全露出来了妄求真入，极昧真理现前那个极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湛然常寂的佛性整个都呈现在眼前。那么此极归动对动之极乃是无始来本不动之极，无始以来本来它都不动的，就是我们亿万年前亿万年后都是一样的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灭不是呢对生而灭，乃是无始以来无生的灭即是真心的前提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的前提。极灭现前是进入了三摩地，得证圆通都已经证悟了，能够成就了。那么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这个世出就是出世间就已经离开这个凡尘的，然后世间就是凡尘即证圆通体花自在用能够发挥这个自在用。超越乃解脱无碍之意超越就是解脱了，已经没有那个挂碍，没有障碍那个意思。出世间就是三圣法，那么世间就是六法就是我们六道六道就是六法三圣法上圣、中圣、下圣出世间就是三圣法。那么十方严明或二殊胜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十方十方都严明得到两个殊胜妙明圆照法界上合下同就是上合十方这个知佛本觉妙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然后二者下合六道这个十方一切众生
以诸众生啊同悲呀，哦，所以上同下合，跟佛跟众生呢都一样。这个呢，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呀，所以我们了解证悟了以后还是一样走入呢真理世界，就是一个无体。然后佛要闻思呢，这个菩萨，这个见选25门呢修行方法，这个25门呢，就是我们6根、6尘、6识啊，3、6、1、18，然后再加7大，就是25。7大呢，就是水火风土空见识，7大，加起来呢就是25个法门啊，你从哪一个法门修都可以呀，然后呢，这个佛要闻思菩萨来劝学，是25门的修行方法，哪个方法呢最适合呢？以及呢娑婆世界的众生来修持，适合阿难修，跟适合娑婆世界的众生来修。而文殊菩萨呢，成佛的这个意旨啊，而说具也，说觉海性成远，言成觉圆妙，这个觉海我们的觉性呢，如海，就是觉性非常宽广好像海是讲它的这个体大我们那个觉性这个体很大成湛不动，沿海万有，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成湛不动，然后呢沿海万有，天地呢这个万象全部都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沿海含着万有，万有呢都从佛性出来树无底蕴，横无边仰，不管这个直的，不管横的都没有一个边都没有边无量无边。那么此即极而造极就是本体造呢就是随缘之用有体呢有用不变呢常随缘。那么第二句圆成觉圆妙觉海严含万有，究竟呢成湛不动就是呢即造而起。刚才呢是起而造，这个是造而起那个随缘之用又回归到不变之体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佛性就是因为这么奥妙，所以它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它是贯穿的亿万年这样子的奥妙。随缘常不变缘妙本来自妙这个不造作那个缘成觉缘妙缘明呢造生熟，熟力这个造现往，缘明即自性功能本来是明，缘明也就是本来缘明。我们的佛性呢本来它呢就是很光明。佛的曾经比喻说，我们的佛性呢是100千个日夜一个日夜就这么光的它是100千个日夜非常光明。然后呢造生熟熟力这个造性又往的熟，能熟力有能熟就对待我们呢佛性本来呢就很光明的，然后我们众生跌倒后面把佛性修光明结果这个有为一力的那个造性不一样所以我们众生呢这个不再去搞跳还是功利，所以缘明呢其自性的功能本来是明，不假功用，不借的功能不用。然后造呢就是有为已经落入有为，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先透彻的了解真理不通
安尼讲啊做就对啊，串做串就对啦。串做愈做也愈济。所以这个燥生熟，燥就是有为的功用，生熟就是生吃能熟啦。就是生吃这个能熟。万法呢都生出来的，本来没有手是体的啦，它并这有对待，然后依此而生呢，即最初根本不觉，那个呢，独头生相无名，所以我们是一念无明啊，这个叫做一念无明，然后生三性，境界为言又长又出了，我们一念无明，咱一共三波。母性子世界在讲三波，就是这个了。这个生相无明，我们呢一念妄动，然后生三性，就是呢毁灭为空。本来是真空的，我们真空不要毁灭空，毁灭空就是完空。真空不要完空，这个叫做业相，业相。然后呢，空为暗中，空为暗中叫做转向，业相转向，结案为色叫做现象，这个叫做一念三细，很细呀。这个是